小子，你是嫌命长了，这样和我说话。我张斌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你不把神力交出来，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这个杀马特是张斌，拥有5000矮人军团核心眷族的强横校霸。神力没有，要命有一条，就看你敢不敢拿了。这个菜鸡是我，韩武，确切的说是现在的我。一个核心眷族是废物蝗虫的渣渣，而我为什么敢这样和校霸叫板？这就要从1天前说起了。没错，我穿越了，穿越到这个人人都可成神的神域世界。只是这个身体的主人是一个苦命的废渣，一个18岁觉醒神域，却只得到蝗虫核心眷族的可怜虫。爸妈迷失在地图血液的那些人，他们一定还活着。如果你未来有机会，要去把他们找回。韩武，你如果愿意当我的奴隶，每天提供充足的蝗虫给我的雷雀当口粮，我可以保你到高中毕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韩武，周一上学给我带100点神力，你敢不带来，我就率领我的矮人军团入侵你的神域，毁了你的核心，让你前途尽毁。开局地狱难度，这局怎么破？凭蝗虫眷族，我这辈子都进不去顶级高校帝都学院，更别说去找失踪的父母了。不过当务之急是要过了张斌这关，伸长脖子挨宰可不是我的风格。正在连接神域。这就是我的核心眷族了，一群悠闲卧草的蝗虫。查阅。按照前世的记忆，好像没有天选之子和生命献祭这两条啊。解释词条。天选之子，难道是我穿越过来后额外赋予的技能？生命献祭，这应该是在神性生物阶段额外获得的，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单靠天选之子所赋予的额外属性能力，我以后一定能超越很多人。但我现在真的超弱呀！我懂了，嘿嘿，敢欺负到我头上，看我明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韩武，赶快把100点神力交出来，别逼我们动手。那就来试试。哦，你敢这样和我说话？你不把神力交出来，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啊？秦爽，韩武，你想好没有？当我秦爽的奴隶，我保证高3毕业之前，没人敢欺负。我拒绝。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没有我的庇护，你会被那群人压榨到死。或许情况真的如你所说，但我还是选择拒绝。我韩武虽然没权没势，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你愿意庇护我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请回吧。韩武，你会后悔的。韩武，你也就配给秦爽当饲料。现在没了秦爽，我看你还嚣张个毛！打一场，打一场！蝗虫眷族简直就是拉低我们班的平均实力水平，赶紧把他解决掉，别让他在我们班里恶心人。入侵卡价值10点神力，锁定目标后会在目标神域内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对付你这样的垃圾，10点神力算是看得起你了。这是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你们，矮人军团去毁灭那群恶心的蝗虫，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这张斌的矮人军团又增加了至少1000名人，还都配备了铁器，
这实力已经能挤进年级前50了吧？哎，快看，最前面的是基因生物，竟然已经诞生了基因生命体。韩武这次铁定是完了。快看，那些红色的是什么？自爆蝗虫，攻击！自爆蝗虫，精英生命体。韩武的核心卷族不是普通蝗虫吗？怎么会有精英生命体？而且数量还那么多。精英生命体又怎么样？蝗虫成了精英生命体，也比不过普通矮人的战斗力。垃圾就是垃圾，再多也无用。保留了1000万成虫来维持种族延续，剩下的24亿9千万蝗虫，统统献祭。1万哥布林战士固然能解决当前危机，但伤亡后无法补充。这次度过危机，那下次该如何应对？生命泉眼属于长期投资，也是我当前的刚需，但无法让我应付明日的霸凌。至于选项3，属于对核心眷族的投资，可持续作用于核心眷族。虽然不强，但眼下只能选这个。爆吧！如此威力，绝对炸不死普通的矮人。但若是把数量堆上去，肯定能重创他们。那就再多生成一些吧。这怎么可能？就你这群蝗虫，竟能让我的矮人大军损伤大半！快，剩下的矮人，快给我回归神域！现在想走了，晚了。所有眷族，缓缓传送门，反向入侵张斌的神域！韩武，快命令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我是说，把你的蝗虫从我神域里撤走，让我的眷族回归。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既然你输了，那我反过来击碎你的神域核心也理所当然的吧。敢！真的错了，爸妈绝对不会放过你。爸是半神，我妈也即将晋升半神，一定不会饶过你。哼，你不顾一切代价撞碎他的核心！停手！快停手！我认输，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什么条件尽管提，我绝对满足你。总之，你快住手！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我只要你成为废人，让你也尝尝被霸凌的滋味。够了！韩武，给我停下！韩武同学，住手吧！你已经赢了，又何必赶尽杀绝？刘老师，快阻止这个疯子！我父母一定……哇！刘老师，快救我！韩武，我说话你没听到吗？刘老师，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作为班主任，自然能够感应到班级里的一切情况。好，那我再问你，我在被张斌殴打、被勒索、被霸凌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为什么不出现？切，你有半神的父母吗？何苦为了帮你而得罪张家？你先停手，我待会儿会给你好好解释此事。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我，你会站出来阻止吗？好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的神域！刘老师，请你离开我的神域。啊！没了，全都没了！我，你给我滚出来！我他人呢？他回家了吧？这种学生就该开除！开除！统计战况，看来以后得多培养些自爆蝗虫才好。
不过，这次得到的张斌的神域碎片，正好可以融合到我的神域中去。融合。收获还算不错，这些东西估计能撑到毕业了。只不过，你竟然敢击碎我的神域核心，我的半神父母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事儿肯定没完。张斌的父母来兴师问罪的话，就看刘乐天的态度。学校也不会保护我，看来还得发育。看看有没有人能拿好东西来跟我换吧。啊，这么快就有人来了？啊，我记得熔岩火晶能增强卷族火元素的耐性，提升爆裂威力。哼，有的怕，我这自爆红头这第2次发育了。走你！这爆浆蝗虫杀伤力差不多等于1颗手榴弹，而且还有岩浆飞溅效果，能造成大面积杀伤。我这是拥有了一堆高爆手雷呢。现在神域核心破碎，再无重塑可能，学校必须得给我个交代。您先冷静一下。据我们所知，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并且张斌同学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违规记录。啊！你的意思是，我儿子神域核心破碎完全是咎由自取？难道你们学校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你们这群当老师的就没责任？那个击碎我儿子神域核心的学生也必须受到惩罚，必须开除。我们了解过整件事，是张斌同学主动入侵韩武的神域，韩武在这次对抗中靠自己的实力没有作弊，我们没理由开除他。好啊！你们居然包庇一个破碎同学神域核心的坏学生，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育宗旨吗？杜女士，请不要混淆事实。韩武同学一直都是个遵规守矩的好学生，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您的儿子张斌曾多次霸凌该同学。别跟我扯有的没的，我就问你开不开除他？抱歉，做不到。徐主任，我可以接受学校不严惩韩武，但作为受害方，必须要出口气，让我出一支1000人小队进入韩武神域，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再计较。可你是半神，他只是一个学生，就算你只出1000小队，韩武他……如果连这点小要求您都不答应我，那我也就不必再顾及学校的面子了。徐主任，你可要想好了。用生长加速再生成一些爆浆蝗虫就行了。该来的还是来了。韩武同学，我是徐主任。关于你和张斌这件事，张斌父亲提出用一支1000人小队入侵你的神域，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再计较。校方虽已极力庇护于你，可半神的1000人小队足以抵得上普通学生的5万大军。韩武，你……谢谢徐主任的帮助。您放心，明天我会去学校迎接这场挑战。哎，看来还得抓紧提升，是时候发动第2次生命献祭了。亿万献祭，发动！48亿蝗虫换来的宝贝确实不错。我看看，斩铁剑锋，风族英雄生命体，就你了。我需要剑。没问题。这2天培育大量蝗虫，所得的信仰之力满1亿后，就会凝结成1点神力，再加上之前麦地剩余的神力，我共有54点神力。就先用这个吧。这你的武器，暴风大剑。暴风大剑，信仰装备，由稀有材料加信仰之力打造，具有某些特殊效果。证明啊，我还需要3把同样的武器，才能爆发出我最强的实力。啊，还需要3把暴风大剑？说的轻巧，那可是150点神力。你当神力是大风刮来的吗？事关明日与张刚半神的1000人军团对战，只能先试试看了。
韩武这颗榆木脑袋被压榨死算了。我爷爷是真神，家族里还有23名半神亲戚，还护不住你吗？接头，怎么？你改变主意，同意做我的奴隶了吗？并没有，我只是想找你借点神力。啊？你找我借神力？那我倒问问你，你拿什么还？用你那垃圾眷族吗？别以为在入侵战里打败了张斌，就以为自己很优秀。你的自爆蝗虫也只是勉强挤进精英生命体行列，压根没有多大的价值。算了，打扰了。我在干什么？为什么刚才挖苦的话脱口而出？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会不会误会啊？一定会啊！我个笨蛋！喂，怎么了？借多少？我给你。哦，4把剑，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剑锋大佬，这我可是倾家荡产啊，你可要争气啊！他竟然还敢来啊！真不怕神域被半神的千人军团踏平吗？飘了吧这是！不知道他神域核心被攻破的时候还能不能这样淡定？看来大家都知道了，等着看我的笑话呢。你借我神力是为了提升自己和半神比试，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哪怕半神只出动一个千人小队，也不是现在的你能对抗。我没有别的选择。你有，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我会联系家族给张刚施压。他家只有1个半神，而我家有1名真神，还有23个半神，他不敢不从。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是要为对付半神的千人军团做准备。你请回吧。韩武，你凭什么被秦爽区别对待？你个废物，你个垃圾！今天你必死！二位请。韩武，快给我起来，上来给张斌父母赔罪！原来就是你个小杂种，听一下毁了我儿子坏了学校的规矩。看我今天不撕了你！韩武，还不马上过来！不要耽误张先生的时间。我要等许梅主任来做见证。你这点小事儿也配让许主任见证？有我见证，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现在快开始，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刘老师是想对谁不客气？许主任，这点小事儿犯不上劳烦您出面，我就是教训一句我的学生。刘老师别忘了，你是学校的老师，不是某位半神的仆人，懂吗？既然许主任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韩武同学，准备好了吗？好，开始吧，请。这是全员精英生命体，为首的狼骑兵队长是领悟了超凡之力的超凡生命体。狼骑兵轻兽人和坐狼的结合，并且还穿着整一套的精良装备。韩武完了！小杂种，你敢破碎我儿的神域核心，今天要的血债血偿！狼骑兵可以拆开算作2个战斗力，说是派遣一支千人军团，这分明是2000战斗力单位，这是使诈！狼骑兵，出发！近700万精英生命体蝗虫，昨天不只剩下了2万吗？这繁殖力也太恐怖了。可惜啊，没有足够的时间惩罚。现在的韩武根本扛不住狼骑兵的冲锋。100万自爆蝗虫牺牲，换来的仅仅是几名狼骑兵清赏，不好打呀。他确实是名人才，只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否则必能在学校闯出一番名堂。哎，那是什么？爆浆蝗虫，出击！这是什么情况？那种爆炸威力更大，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究竟是什么物种？超凡生命体吗？有没有拥有探查能力的同学或者老师，把那种蝗虫的信息公布一下？探查到了，那种蝗虫叫爆浆蝗虫，是基因生命体。韩武同学，好样的！为这样就能全灭我的狼骑兵，做梦！超凡之力！
超凡生命体果然强大，居然还能释放如此大范围的技能，简直帅爆啊！而我的蝗虫群只剩下不到50万，里面的爆浆黄图消耗殆尽，这下他翻不了身了。咋整？让你心中什么是绝望？核心碎裂，是开城。命令任由我捏圆捏扁，击碎他的核心。结束了。寒武神域核心钳的是什么？那是剑锋族，天生就是超凡生命体的剑锋族。超凡生命体又如何？张刚半神那里不也有个超凡生命体狼骑兵队长吗？等先让狼骑兵队长缠住剑锋族，剩下的狼骑兵就会去撞碎寒武的神域核心。可看气势，这名剑锋族并非超凡生命体，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生命体。英雄生命体，奋斗数10年，也不过只培养出了1名英雄生命体。现在我是个高3的学生，何能拥有如此优秀的眷族？抢走他！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碎神域核心，剑锋族的英雄生命体就归我了。杀！风长，旋风掌！转铁式！我的天啊，这也太猛了吧！可恶！可恶！狼骑兵将领，我踏平这片神域！张刚，你想违背自己的约定？校长，不敢！狼骑兵撤退！不错。韩武同学做得不错，但你也不能因为拥有英雄生命体而骄傲自满。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以你现在的实力，还很难挤进年级前3。徐主任，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要换班。啊？韩武同学，老师承认之前对你的关注并不多，老师保证以后会好好教导你，日常的教学资源也会适量的向你身上倾斜，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这小子的表现有目共睹，稳定发展下去，绝对是能迈入1流学府，甚至搏一搏顶级学府。那我能得到的奖励可不得了，不能让他离开。我要求换班级。这你……韩武同学，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就要通过学校布置的测试，只要能通过测试，我倒可以给你办理班级更换。那我申请参加测试。徐主任，我也要申请测试。秦爽同学，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你可以说出来，老师肯定改。咱们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没什么不满，就是不想待了。徐主任，我也申请参加测试。张小龙，你可是班长，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刘老师，谢谢您这些日子的关心和教导，但我不能留在这个班了。秦爽，我不能让别人得到你。明天给你们准备测试，刘老师，你跟我来一趟。韩武，告诉我，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回事？这事和你没关系吧？你可欠我150点神力，如果你还不起，就得给我当奴隶抵债。所以，我有权知道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来的。你如果想讨债，我可以先还你5点神力当利息，但如果你想打听英雄生命体的信息，抱歉，无可奉告。可恶！就凭这点兵力，明天的测试有点悬呢。
伟大的神明啊！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是否去把他们消灭？张刚的眷族留在自己的神域中，终究是祸害，必须尽快铲除。但直接杀了，未免有些浪费。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要保证他们活着，我有大用。遵命。哦，这机甲不错呀，但我这没智慧的蝗虫能开吗？哎，熔炉也是，难道指望蝗虫锻造吗？哨塔，就我这一眼看到边的小家业，哎，竟然没一个合适的。哎，等等，我好像还有从张斌那儿拐来的几百矮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鹰眼发动。神明啊，感谢您赐予我们的美好生活。看来矮人的天赋和热爱都是挖矿和打造装备。张斌逼迫他们战斗，反而压抑了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做后勤资源，这样熔炉就能派上用处。我给你们大农林足以锻造更多装备。神明降下神赐了。诸位，关于韩武、秦爽和张小龙3名同学的换班测试，学校将主导权交给了我们。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想法？还能有什么想法？自然多谢刘老师的馈赠。3名尖子生集体换班，你这是在给兄弟们发福利呀！秦爽同学和张小龙同学的测试我不管，但韩武这种不尊师重道的，我要求必须把测试等级提升到最高级。我刘某人平日里没有麻烦过大家，这次就请大家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给我个面子。我生平最看不上的就是忘恩负义的人，这个忙我帮了。负义，因为韩武3人换班的事，害我昨天被许梅骂了半天，因此丢了这一学期的绩效。哦，你等着吧。张小龙、秦爽、韩武，这是你们的测试要求。关于韩武的测试，刘老师是否再斟酌一下？不用斟酌了，这是年级所有班主任的决定。没关系，徐主任，刘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在新班主任面前展现实力。刘老师对我如此照顾，我定不会辜负于他。你别得意。韩武，我的话依旧有效，只要你愿做我的奴仆，我保证整个学校再没人敢欺负云。好意我心领了，咱们测试后见。木头脑袋，韩武，你就等着出丑吧。测试开始。听说韩武的测试难度是最高的，谁叫他惹毛了刘老师？等着看好戏吧。这可恶的刘乐天，你真不当人呐！看我的哥布林还这么多。韩武，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意。1万名吃哥布林大军，足以把你的神域打穿。刘老师，恭喜你大仇得报。哎，师生之间哪有仇？这次测试之后，韩武同学定能理解咱们当老师的良苦用心。加油啊，韩武同学！出击！蝗虫军团！看来普通蝗虫没办法造成任何伤害，这样的话，自爆蝗虫，出击！哎，你看，秦爽和张小龙都已经完成测试了。徐主任，韩武他怎么样了？局面不太好，蝗虫终究只是低等生物，就算培养再好，也上不了台面。爆浆蝗虫出动！韩武同学这次麻烦了，他虽然还有1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可就算英雄生命体再厉害，也斩杀不了6000多赤哥布林呐。让他狂，赤哥布林大军打碎他神域核心才好。
韩武同学，坚持不住就认输吧，失败并不可耻。我相信，只要给你时间，你很快能再一次崛起。徐主任，我既然已经决定换班，就会坚持到底，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卒，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我还没输呢。三级技能，初级暴风斩！我听说，韩武的英雄生命体似乎受到了重创，韩武要完了。韩武同学，这就是老师教你的最后一课，你就好好学着吧。那是什么？矮人军团，这怎么可能？守护无神，杀！那不是之前张斌的核心卷族吗？人才啊！韩武这都能将其驯化，此等能力稳入年级前10啊！敢跳！好样的，赢了！可恶！可恶！可恶！秦爽同学，来我的班级，我手头有最适合雷雀的资源，供你的卷族快速提升。张小龙同学，我这里有魔物类卷族培养的秘法，只要你来我班级，我就把它传给你。韩武同学，我愿意为你提供一支更强大的矮人军团，来我的班。秦爽，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徐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和别人不一样？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这样啊，我想看他们的投票情况。拿去吧。我就不该帮刘乐天。可恶的家伙，这下全完了。两位老师，谢谢你们投了反对票。如果我加入你们的班级，你们能给我什么？韩武同学，今天的测试，我看到了你在矮人卷族培养方面的能力。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我能为你提供一支不下10000名的矮人队伍。靠着这支队伍，你必定能稳居年级前10，未来踏入一流高校不是问题。我认为，核心卷族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我手头有几件对虫族卷族非常有用的资源。你若是能加入我的班级，我愿助你完成蝗虫卷族乃至整个种族的生命蜕变。天文老师，我愿意加入您的班级。天文老师，我也愿意加入你的班级。天文老师，请让我加入你的班级。哇，这是今年拿优秀教师奖励的节奏啊！好，好，好，来，都来我的班，这是老师给你们的进班礼物。2级建筑卡，虫巢，每年可孵化100万只虫族。效果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镶嵌效果，那我把爆裂之心和熔岩火品2件1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岂不是每年都能获得100万爆浆蝗虫？谢谢老师。嗨，感激的话就不要说了，拿出更好的成绩才是对你我最好的报答。诸位，今天的换班测试仅仅是一个试炼，无关紧要。但7天后，学校组织的统考可是重中之重，关系到日后各班级资源分配以及诸位的年终考核。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吧？明白。上次考核实在是太惨了，若是以这种实力去参加7天后的统考，成绩估计会在全年级学生中垫底。看来还得继续保兵，先把黄山培育起来。等等，赤炉矮人，必须要亲眼见证一下。居然进化成了天生的精英生命体，矮人的进化潜力果然强，可惜不是我的核心卷族。唉，只能先用生长加速，把卷族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真是，蝗虫数量达到73亿，保佑保佑，这次能有好东西。生命线祭司，来了！这也太给力了吧！暴食律法能把普通蝗虫变为精英蝗虫，英雄模板能够让一尊超凡生命体进化为英雄生命体，1点神星，那可是相当于1亿神力，这不就是中彩票吗？选项2、3都是极品，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卷族实力。
虽然现在养不起几十亿精英生命体蝗虫，但先用在虫草上，每年定向培育100万的暴食蝗虫，还是没问题的。哇，我的天，你是巨虫还是巨蜥？我宣布，你就是暴天蝗虫 Plus 炸浆蝗虫。韩武，你考虑好做我的仆人了吗？你没有后台，没有资源，凭现在的实力，从众多半神子女中脱颖而出是很难的。虽说你蝗虫培养的不错，但终究太弱。矮人培养方面虽然亮眼，但那不是你的核心眷族。好意我心领了，至于能不能行，考试后就知道了。你气死我了！韩武，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从秦爽的视线消失。今天的统考事关班级未来资源的份额，非常重要，还请同学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实力。至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圣物、神域土地、核心碎片、卷族军团等奖励就在我手里，只要你们有能耐，尽管拿走。下面是统考规则。淘汰者就退学，这也太狠了吧！不过考核的奖励应该……为了奖励，拼了！统考现在正式开始。本届统考第1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3、2、1，开始！所有卷族们，备战！血肉魔魁，淘汰赛而已，玩这么大的吗？虽是普通生命体，但有着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皮糙肉厚，极其强大。好在行动缓慢。5万暴江蝗虫出击，严正自爆！没有火焰抗性，再热都是菜。竟然有烤肉响，这不刚好被蝗虫了吗？赤裸矮人，驳回尸体。这吃了大补啊！这哪是考试啊，分明就是上菜啊！哎，又一个被淘汰了。我本来还挺看好他的。哎，我班里已经淘汰20个了。我班里更惨，已经有1半学生被淘汰。这次统考难度是不是有些超纲了？校长和3名副校长在前线和魔渊文明争夺位面，选择血肉魔魁当淘汰考核的敌人，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这些半神不便揣测。竟然能够抵抗血肉魔魁血肉里蕴含的毒素，好小子！别人视为噩梦的血肉魔魁，到了他这里，居然成了饲养卷族的食物，真有一手。蝗虫能无视血肉魔魁的毒素，这可是个新发现，有研究的价值。哼，只是走狗屎运，歪打正着而已。论实力，他的蝗虫就是垃圾。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另外，他蝗虫的实力可不弱。超凡生命体蝗虫虽说是超凡生命体里垫底的存在，但也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哼，综合战斗力也就和普通生命体的哥布林旗鼓相当，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哥布林。刘老师，这就片面了。你不能总拿蝗虫的缺点和其他种族的优点比。我就问你，蝗虫1年能让族群扩大100倍、1000倍，哥布林行吗？我不跟你争这些，咱们看结果。我班里有个叫刘墨的学生，他的卷族就是哥布林。我敢打赌，刘墨的最终成绩一定会比韩武更好。你敢吗？有什么不敢？赌就赌。我赌我们班韩武的成绩一定比你们班刘墨好。好，在座各位做见证，我们就以5点神性作为赌注。成交。天文，这次你不赔死？刘墨可是我亲侄子，我给他的资源，你能舍得给韩武吗？淘汰赛结束，通过考生430名。还有130个人弃考，没出息的怂蛋！哎，别怪同学们，这次统考的难度很高，有人退出也是正常情况。能够在艰难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学生，才是我们日后该培养的目标。排位考核现在开始。就这，这不是送分吗？我这可有10多亿饥渴难耐的蝗虫宝宝们呢！乌罗兵，
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10亿蝗虫，吃了他们！可真是菜鸡互啄呀！自爆蝗虫出击，爆将蝗虫辅助，上！如果岩浆持续流，骷髅兵总不能从岩浆里游出来。赤炉矮人将大熔炉里的赤流岩浆倒入岩浆地面。这些骷髅兵现在只要一出传送门，立马上天。我可真是个天才！我去，这年轻人想法真别致。哈，也不看看这是谁班上的小可爱。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扛到了第7波吗？我们班刘墨也进入第7波了。1级箭塔13座，1级闪电塔9座，1级火球塔12座。刘墨这孩子家里是有矿吧？谁有我狠？投入了这么多资源，这次统考第1还不是我们刘墨的？我去，金爽好强啊！比不了啊，别人是家里有矿，秦爽这矿里有家呀。毫无人性啊！我一个半神都没他底牌多。我不是你，必会让你付出代价。第10波结束，剩余考生18名。第11波开始，难度大幅提升，请各位同学做好心理准备。英雄生命体。这也太难了吧！还没到3分钟，8个学生就淘汰了。等等，有人作弊！为什么寒武神域里的古巨人这么小？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寒武他作弊，这是因为寒武的神域内大多数的碎骨都被岩浆烧成灰了，控股者没有足够的碎骨，自然没办法发挥了。全骑士，第11波清洗通过。这是作弊！作弊！寒武肯定偷了题。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题？天文是在包庇你的学生，小心我向教育机构投诉举报你。大家都是明眼人，我问你，谁会在击败骷髅兵以后主动清理战场？除非他提前知道后续有控股者出现，清理碎骨能够有效降低控股者的实力。你胡说！我严重怀疑寒武提前得知了考题，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学校必须严惩。这次统考内容是校长临出发前布置的，在统考开始前，谁也不知具体内容。如果说寒武在考前就知道考试内容，那除非是校长泄密。刘老师，你觉得校长会做这种蠢事吗？这或许是我想错了，但就算寒武没有作弊，他的成绩也有很大水分，对于其他同学来说非常不公平啊！刘老师，你作为一名半神，知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可笑？神域文明培育种子，讲的从来就不是公平，而是优胜劣汰。不管寒武同学是凭借什么取得的好成绩，只要他不作弊，这份成绩就该属于他。还有，你通过职权私下对侄子刘墨进行资源倾斜，这对于其他同学公平吗？秦爽同学家里资助数千万神力，对其他同学公平吗？好你个混蛋！原来刘墨是你侄子，难怪你要拿他和我打赌。要是刘墨淘汰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说辞。看来只能到这里了，再耗下去必死无疑。我不打了，我退赛。考生刘墨弃权，考核结束。考核结果出来了，寒武通过了第11波考核，而你的侄子刘墨没能通过第11波考核。刘老师，5点神性的赌注不会赖账吧？请你保管好这5点神性，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都拿回来。前3名出来了，
接下来就看谁才能拿到第1名了。我退赛。考生黄飞弃权，考核结束。我退赛。考生秦爽弃权，考核结束。韩武第一了！炸弹蝗虫，出地！旋风斩！第20波入侵结束，第21波入侵开始，难度大幅提升，请同学做好准备。BOSS 又来了吗？这也太大了吧！竟然是骷髅领主！挑战到头了，领主级，我的家底打包都不够别人塞 iPhone 的吧？报告，我退赛。什么？这考试结束，本次统考结束，请各位考生退出人域，查看排名。刚刚那是……算了，先出去再说。这我是第一。田文班级共得分252分，位列榜首，超第2名20分，晋升3大尖子班之首。刘乐天班级共得分192分，位列第8名。第一应该是我才对，可恶！妈妈，我不想被开除啊！我的，都是我的。哇，好多奖励啊！韩武彻底发了呀！这么多奖励，要兑换哪些？看来需要好好构思一下。哈哈哈哈！韩武，让老师我来帮你选择最合适的奖品吧。田老师果然靠谱。神域领土卡已成功兑换密林地形20平方公里，1级圣物兑换卡兑换1级圣物毒物珠，神域核心等级+1，1级神殿建造完成。只能换一件吗？斩铁剑锋的4把武器已经够用了，换个看看。给赤裸矮人找了个锤子可还行，看来还不能马上使用，得等赤裸矮人里出一个火系英雄才行。算了，白捡的反正。经过上次统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精英，而对于精英中的精英，老师我绝不会亏待。有请咱们班的前3名上台领取班级奖励。韩武同学在这次统考中大放异彩，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现给予100班级积分，以及可以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中任意选1种。下面是第2名秦爽同学，给予解释词条：生命喷泉。就你吧。不愧是韩武，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恭喜呀，咱们的暴发户！韩武同学，你在统考中获得的那点神性卖给我吧，我用1.05亿万神力和你交换。理由呢？这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你同意，1.05亿万神力就是你的了。这笔神力足够让你买下一条蝗虫生命跃迁的路线。我不同意。哎呀，韩武同学啊，我祖父正准备晋升真神，很需要神性，你把这点神性卖给我，除了神力之外，我再欠你一个人情。1亿神力绝对是笔巨款，若是能获得这笔神力，我完全能够让神域承载蝗虫的数量上升数10倍，到时候这点神性早就赚回来了。既然如此，那1.5亿，1亿5000万神力，你是真不差钱呐！原来如此啊！等等，这样说来，那个徐祖原来是想忽悠我。韩武，
别以为你统考取巧得个第一就张狂，你给我等着！隐匿5000万神力道场。我好想在天海里打滚啊！1级神殿就建在赤裸矮人营地附近吧。生命喷泉就建在沙漠附近吧。假以时日，这片土地就会成为一方沃土了。我这次带来了新的神器，赐你们炼狱战锤。伟大的神明啊，感谢您赐予的一切。还有这个，赐你超凡种子，以后你就叫神锤。希望你早日成为英雄，举起炼狱战锤。我还有事，先走了。神力万岁！这个毒物珠是田老师让我挑选的圣物，但它有什么用呢？说曹操到啊！田老师好，您找我有事？今日统考，我和刘老师打了个赌，结果我大获全胜。这份赌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喏，这是神性卡，1亿5000万神力；另外一个则是天魔虫诞下的卵，用秘法炼制而成的死胎魔胎卵。虽是死胎，但每日能产生10升魔胎素。低级虫族可以通过食用魔胎素同化为最低级的天魔虫。你入班时，我曾说过会助你完成核心卷族的生命跃迁，这就是我所掌控的关于蝗虫生命跃迁的一条路。若是掌握一条生命跃迁的道路，蝗虫同化为天魔虫，卷族潜力虽不至于媲美秦爽的天生精英生命体雷雀，也能达到普通生命体哥布林、矮人之流。这两者你选一个吧，就当是我赢了赌注给你的分成。我选择魔胎卵。天魔虫和毒属性的契合度很高，你可以把1级圣物毒物珠加载到核心上，效果绝对让你满意。谢老师，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另外，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有没有提供大量肉食的渠道？商城的肉食实在太贵了，肉质差一些也没关系。肉食嘛，最近校长在攻略一个魔源位面，应该有大量血肉魔鬼的尸体，我可以帮你问一下。那就多谢老师了。2级生物暴食律法的作用太过强大了，现在神域里的蝗虫一个个都成了饭桶，干饭快得飞起，仅凭神域内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将魔胎卵放在古树下，可以产生魔胎素，蝗虫吃下之后应该就能进化了。看来已经有蝗虫吃到了魔胎卵产生的魔胎素了，也不知道这个茧能长出什么来。孵化了，这是天魔虫，虽然依旧是普通生物，但实力比蝗虫强100倍，没有繁育新鲜，只能靠魔胎素来同化吗？1滴魔胎素能够同化1只蝗虫，1毫升有20滴魔胎素，10升就是20万滴魔胎素。这样的话，每日就能够获得20万只天魔虫。这么快就大了2倍，那么暴食律法对它也有效，这岂不是很快就能晋升为精英生命体？现在把1级圣物毒物珠加在这神域核心，看看有什么效果。我的天，精英生命体，毒物天魔虫！唉，这可如何是好？如此多的碎骨和血肉魔的尸体，要怎么处理呀？尸体就算都封入卡内，卡片上的神力耗尽，尸体又会爆出来继续污染。田老师，他怎么找我？校长，贸然给您打视频，是想向您询问是否能提供血肉魔鬼的尸体。我有一个学生想要。你的学生要血肉魔鬼的尸体做什么？他准备用来饲养蝗虫卷族，之前在统考中曾食用过血肉魔鬼的尸体，并无不良反应。是前几日和半神斗法的小天才吗？没想到小小蝗虫竟有如此作用，可惜魔渊的生存条件太差，否则引进一批蝗虫来啃食血肉魔的血肉，也省我们很多神力。这里有100万具血肉魔鬼尸体，你先转交给他。校长，那位学生昨天的血肉魔鬼吃完了，
他想问问能不能长期供养。什么？1天就吃完了，还想要长期供应？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所以慢着。血肉魔鬼的尸体倒是管够，但是长期供应就不能白送了。这样吧，1神力可购买100具血肉魔鬼，1万神力起送。啊，好，我这就跟他说。这么多应该够了。生命献祭。不枉我12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选项1的5名超凡生命体巨人战士以破坏力著称，哪怕是拿出去卖，一个都能卖出1000万神力的高价。选项2是，我天，3级毒爆术，这和我的天魔虫、毒物珠简直就是绝配啊！可是我的神域核心目前只有3级，没有多余的控槽来加载3级毒爆术啊！哎，可惜了，现阶段只能选你了。通过分解机分解的能量晶石，据说是魔法册卷族的10两，非常金贵。我这不躺着赚钱，先拿来土矿石试试。哦吼，这铁晶石既是某些特殊种族的食物，又是不错的锻造材料，每颗还能卖5点神力，是个发家之道。神明啊，我们遭遇了亡灵的袭击，现在神锤族长正在与其对抗，希望你能赐下神恩，解救我们。这是神殿在将信徒的心声传给我，但在我的神域中，怎么会有亡灵？怎么和骷髅领主有点像？查询信息。查询失败。啥？什么情况？斩铁剑锋，速来应战！嗨，旋风斩！归顺我，信仰我，你将获得新生。就是神域不破，我的神性分身就能永存。给我继续打，打到他归顺为止。愿归顺神明。不错不错，这次可以查看你的信息了吧？骷髅族领主亡灵。同学们，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接下来这场考核是能够拉开你们之间差距的关键，甚至对你们未来会被哪一所高校录取产生影响。高校录取吗？这不正是爷爷的遗愿？寻找父母。1小时后，你们将被传送到魔渊 C-793826号位面，考试内容会在降临后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你们。魔渊的位面，那不是常年弥漫着魔气吗？眷族进入很容易被魔气所侵蚀，而且时常爆发亡灵天灾，这谁扛得住啊？切，这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韩武，走着瞧吧。哎，刘老师。小罗，是我。刘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是韩武吗？不用您说，我也会去对付他。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这是老师给你的资助，你先收着，对你考试有用。超凡生命体恶魔亚龙，韩武，这下你死定了。魔渊 C-793826号位面的考核已经开始，请各位考生注意安全。下面是考试要求，注意，在魔渊 C-793826号位面中，若眷族化身死亡，将以真身降临，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真实死亡吗？请选择我得小心点。化身降临。骷髅领主身为亡灵，应该对深渊有不错的适应性。这是白骨精。都说魔渊是亡灵和魔物的天堂，名不虚传呢。爆制蝗虫100只，冲阵！果然不出所料，
魔气真实卷族克星。小一、小二、小三，这次考核只能靠你们了。去，小一、小二、小三，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收集古魔果任务只过20考核积分，不过100积分任务要打半神，我铁定没戏。不过，小一、小二、小三，把这片区域的古魔果通通找来。这里所有的古魔果都被我拿下了，虽说考核积分只能兑换1次，但嘿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我真是个商业鬼才啊！这下什么资源都有了。哼，我还正愁该如何找你，没想到你自报位置，这次看你怎么死！卷族太菜果然积分难获取啊！不做些高级任务，一会儿就被超越了，怎么办呢？骷髅兵这么多，不紧张，不紧张。我现在可是骷髅领主化身，能不能镇得住？试试看。尔等可认识我？我去，吓死我了，差点以为要嘎了。这也行？平白无故多了10几个骷髅兵真信徒。起来吧，我的眷族们，带我去巡视你们的营地。赚了，赚大发了！骷髅骑士，向我汇报情况。吾曾是第1军团成员，在一次战斗中和大部队走散，不得已才驻扎于此。为应对侵略，每天都有不少部族牺牲，现只能派遣骷髅兵寻找古魔果来提升实力。该发力了。作为我的眷族，我必然会帮助你们提升实力，不至于如虎晶石。其余装备汝等自行处理。多谢吴王。多谢吴王。目标：血肉魔魁巢穴，进发。你去洞口溜达溜达，把他们引出来，剩下的在后面埋伏。虽然血肉魔魁数量众多，但这骷髅击杀后能转化为骷髅军，此消彼长之下，必不会胜。血肉魔魁被转化的差不多了，骷髅军听令，全军出击！谷主大人，搞定！任务提交。好小子，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没想到你暗地里还演个骷髅眷族。哼！地恶犬出击！这才第2天就这么猖狂，若是再迟几天，还有谁能挡得住？今天必须解决了他！张小龙同学，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何袭击我的眷族？也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给我死！我走！你这化蛇归心，在地狱后悔吧！还好是骷髅领主化身，只要骷髅兵不灭，就能复活。别傻愣着了，带着所有兵力，赶紧离开这里。张小龙，你对我不仁，就别对我无义了。不对，对考人里怎么没有韩武？
按理说被火焰土系化成灰后，连带着本体也融化了才对。什么？竟然没死？难道他是骷髅领主？可恶！这次我就是浪费时间，要把你们诛杀殆尽！给我搜，方圆100里，不许放过任何一个骷髅！我赐予汝等古晶石，希望你们尽快增长实力，抵御强敌。多谢谷主。实力还是不够啊，要想被帝都学院看中，得要更突出的成绩才行。沉沦魔嘛，表面阴险狠毒，实力平平，怎么被标到了80考核积分？莫非是数量庞大的原因？哼，这下边缘问题解决了。出发，目标沉沦魔部落。我们班黄飞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数量超10万的魔化地精大队，考核积分达到了3200考核积分，稳居第1宝座。刘墨同学也不错，稍稍努力一把，还能争一争。哎呀，天文老师，你们班的韩武同学呢？这次怎么不灵了？早就跟你们说了，韩武那小子就是靠着取巧才得了统考的第1名，他之前一直是个吊车尾的废物。刘老师，作为老师，多少要留些口德。田老师，难道我说错了吗？韩武这小子就是个废物，无论给他多少资源，他也是烂泥扶不上墙。而且这小子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考核都不好说呢。那不如咱们再赌一次，10点神性，我就赌得冠军的还是韩武，敢不敢？我没有10点神性，但我有神职，我拿3级神职治疗和你赌。哼，成交。我的策略果然没错，现在我的骷髅兵大概快90万了，时机成熟，冲锋！他还不投降？耶！胜利！呀！我裂了，巴里巴卡！我去，骷髅复苏者，这可比骷髅骑士还强啊！卢卡，有点东西啊，这样我的大军就不会有损害了。大人，战利品，沉沦之源，可以触发生命跃迁呢。回头在蝗虫卷族身上试试。有这100万雄兵，我还怕张小龙个锤子？任务提交。下个任务是考核积分为70分的魔猿本土种族吗？大军开拔！短短3天，韩武从吊车尾一跃成为年级排名第4。田老师，你的这个学生真是个宝啊！他提升到年级第4名又如何？又不是第1。啊！徐主任，为什么只通报了关于韩武同学的高校邀请？目前还没有其他同学的高校邀请。啊！可排在韩武前面的还有3名优秀学生啊！高校发邀请的前提是总考核分数达到3000分，且完成一件80积分以上的任务。目前仅韩武同学1人达成。既然如此，只能避免韩武拿到剩下的主要任务了。小龙，剩下3个主要任务你要加油完成，绝不能让韩武抢了先。明白。我现在总考核积分3480，排第3，距离第1名还差130考核积分，起码要完成2项任务才行。就先去牛魔部落吧。这牛魔太厉害了，加把劲儿啊！你也不想被韩武得第1吧？废话，不然我干嘛跟你联手？快上来！还不行，我们撤吧，再打下去家底就没了。撤退！
这种级别的考核，我们连手都过不了，韩武就更别想了。啥？这些是？这么倒霉，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亡灵天灾。这些骷髅虽多，但战力不行，我们赶紧趁机冲出去。想走没那么容易，武者出阵。乌呀鲁嘛，嘎叽嘎嘎，乌叽嘎。怎么还有控股者？这怎么打？先走吧，别管眷族了，不然我们都得死。这什么？张小龙同学、徐隼同学，别来无恙啊！韩武，你居然能操控控股者？怎么很惊讶吗？之前你莫名其妙的杀我，我可是也很惊讶的呀。张小龙同学，如今见面，咱们礼尚往来，送你上路啊！韩武同学，咱们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之前的误会我向你道歉，但你若杀我，对你没有半分好处。可是放过你，似乎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我把我在这个位面所得到的宝贝分你一半，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哼，成交，你可以滚了。我们投降，愿意归顺大人，求大人放我们一条生路。不错，任务完成。还剩2个任务吗？什么？只剩1个任务了？那刚才是谁？是他呀。那再想拿第1的话，只有灭杀黑暗8人半神了。这个任务的难度未免也太大了。但是要想吸引顶级高校京都学院的注意，必须要拿到第1。小子们，出发！目标：黑暗8人巢穴。应激术，不知死活，金刚罩！还敢破坏我部族，击杀我族人！要诅咒你，诅咒你不得好死！诅咒反生！进化神术，所有雷拳一起发动对击！成功了！违反我吧，诅咒！这不，这下没办法，这家伙皮糙肉厚，这点雷电根本伤不了他。韩武怎么挑这么尴尬的时候联系我？哟，好久不见！哎，你这是在哪儿？装修挺别致呀。就你管！来，合作嘛。看你的处境好像很危险。切，我为啥要跟你合？好吧，先说好，如果赢了，我要黑暗蛙人半神的神躯。没问题，我在沙漠，你派雷雀来接我的精英部队吧。雷雀集团，目标沙漠，出发！哎，魔渊怎么还有这么鸟不拉屎的地方？骷髅根在流沙里根本走不了一点，而且还会越陷越深，实在太惨。这么快就来了？这儿呢，这儿呢！雷，出击！骷髅兵军团！骷髅兵单体真是战五渣水平啊！不过还好，把碎物量堆上来了。是时候了，控股者出阵！吴巨人，
灵魂萨满出击，打断他们翅膀！奥利亚纳，巴里巴卡。小看你们了，但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黑暗神术，暗夜。这是什么咒术？完蛋了，骷髅兵的生气都被汲取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下真要死在这儿了！神明啊，我愿一战。吾等也愿一战。是剑锋斩铁和赤鹿爱人啊！对，新的一天到了，可以引入新的眷族了。哦，神明啊，吾等已经做好准备，请献祭我们吧。我的王城眷族们，但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生命献祭！天，这是感谢眷族们。接下来，为了逝去的眷族，圣火之光，驱散黑暗。怎么可能？我的黑暗神术可是神级，怎么可能被驱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看起来秦爽应该是被吞山魔蛙吞进肚子里了。赤炉、剑锋，去破开那只吞山魔蛙的肚皮！是。你出来！敢暗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雷电法球！我的吞山魔蛙！你们别得意，别想逃！我的眼睛！让我来！雷电法球，超负荷！放过我！我愿意献出我的所有，来换我的生命。放过你？好啊，剑锋，放两边。按照约定，这些战利品都是你的。这些东西你真不考虑拿一两件？咱们早就约定好了，除了神躯之外，其他都是你的。这样吧，你拿出一些，就当是我还的利息。那我就勉强收着吧。韩武同学，本次考核干得不错，学校领导以及顶级高校的招生人员打算见见你，你赶紧回来吧。啊！你们跟我来，等下说话都注意点，那些老师可都是真神。不知道这3位招生老师是否会看到我具有唯一性的神明天赋，以及生命献祭能力。秦爽同学，你家是真神家族，资源充足，你在这次考试中得到的神躯，是打算用来制造一名领主生命体吧？不知道你现在具有多少神性值？培养一名领主生命体，听意思成功的概率还很大。我们这些晋升半神多年的校领导，都没人能培养出一名领主生命体。这秦爽还没晋升半神，就能有如此规划？是的，我有4点神性值。好他个秦爽，竟偷偷摸摸的积攒了4点神性。这么说，他身上至少有4亿神力，真是毫无人性。秦爽同学，你的条件完全满足我们3所高校的招生条件。等你完成领主生命体的培养后，可申请我们中任意一所高校，办理预备生手续，提前体验高校生活。谢谢老师。至于韩武同学，我们看过你的资料，你的核心种族是蝗虫，没错吧？是的。那么，
你当前的神性值应该只有1点，我没说错吧？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你神域里的剑锋族英雄，以及你这次考核中所展现出来的削弱版骷髅领主化身是如何得到的？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能力，那我也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了。这个问题我能不回答吗？无妨，但还是很遗憾，韩武同学，虽然你在本次考核期间的表现很优秀，但某些方面依旧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如果你仍愿意报考我们3所高校中任意一所，请保持住这份优秀，高考时我们再见。看来这些招生老师没有看到韩武的优秀潜力，可惜了。如果再给韩武一些时间，这些老师会争先恐后的邀请韩武入学吧。我明白了，谢谢各位招生老师，我会继续努力。咱们高考见分晓。祝你愿望成真。顶级学院的门槛高，这是公认，进不去也正常。如果你愿意，那边还有几所一流高校想邀请你成为他们的预备生。田老师，不用了，帝都学院我非去不可。你以后要去帝都学院？啊，是的，我一定要去帝都学院。迷失的父母都在帝都学院的乱星海里，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哼，挺有骨气的嘛。我也选帝都学院，不过我以预备生身份进入帝都学院，肯定会被重点关照。那时咱们再相见，你未必能做我的陪衬，所以趁现在我还没有成为帝都学院的学生，当我的仆人还来得及。这家伙怎么总想找我当他的仆人啊？都1学期了，还这么难缠。他的雷雀就这么想吃我的蝗虫吗？你的雷雀要是想吃我的蝗虫，我可以卖给你一些。至于当你的仆人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时谁当谁的陪衬还不好说呢。我还要整理这次的战利品，就先走了。再见。再见。我这是被他讨厌了吗？神性卡吸收。哈哈，我现在也算是个小暴发户了，是时候给蝗虫卷族构建生命跃迁之路了。用沉沦之源构建沉沦之路，这样我的蝗虫卷族能获得更顽强的生命力，显著提升负面抗性和法术打击抗性。既然属于防护方向的技能啊，那就叫你们沉沦虫吧。再用黑暗蛙人之心来构建暗咒之路，如此一来，这部分卷族能够隐匿飞行，并且给敌人带来各种负面效果，走的是暗杀路线。就叫暗咒虫吧。神明啊，请原谅我弟弟的愚蠢，他竟然在分解矿石的时候失误，把神明赐予的圣物法杖也掉入了分解机内。神明啊，恳请您宽恕他的罪过啊！啥情况啊？这也太败家了吧！神明恕罪，他就是把圣物掉进分解机的糊涂蛋，求求您饶过他吧，我们弟兄2人会用一生偿还。求大人恕罪。起来吧，事情已经发生，再做什么都没意义，以后做事认真些吧。谢谢神明大人，谢谢神明大人。这是修复圣物，我的暴食律法好像是残破，难道可以修复？之前是1000倍，现在要求降低了。若是有足够多的生物之源，我岂不是能将暴食律法完全修复？只是圣物之源需要从圣物里分解，我去哪里搞这么多圣物啊？修复这件既是神器又是圣物的武器，或许圣物之源能行。
这么快？你真的能够帮我把我的武器恢复？我只能说试试。况且你发帖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一个好办法，再多尝试一次也没多大损失。你要是信，就发几件不需要的生物过来。我已经下载了神域反诈中心 APP， 你可别想蒙骗我。说吧，你需要几级的圣物？4级以下，我现在就可以给你；4级以上需要些时间。4级，这人富得丧心病狂啊！哼，1级就好。我靠，要不要这么迅速啊？我去，这得有100件生物了吧？要不拉黑跑路？唉，算了，神域反诈中心一听名字就很唬人，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成了，这么多圣物之源，我摊下9块，就当是损耗了吧。我去，大师，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下袁仲，请大师一定要帮帮我。大师，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满足。袁仲、冤种，这也太会起名了。您可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助人为乐，只是我也需要从中获取一些圣物之源。您要是觉得成，咱们可以继续合作。成，那可真是太成了，谢谢大师。3级神之治愈归你了。天文，神圣路长，咱们走着瞧。韩武，田老师，您知道提升神域核心等级的资源怎么获得吗？我上网搜了搜，根本搜不到啊。像神值、神性、核心碎片等稀缺资源，压根传不到网上，他们一上架便会被大财团买走，轮不到我们的。啊？那怎么办？我有个办法。曾经我因为神域核心等级太低，遇到属性好的圣物无法加载，有位关系不错的学长带我去名叫血腥竞技场的位面参加竞技，每场竞技的胜者都会获得主办方送上的神域核心碎片作为奖励。汉武同学，如果让你和其他神域公民甚至其他文明的种族进行对战，期间可能会造成大量眷族的死亡，但赢了以后能够获得神域核心碎片奖励，这种竞赛你能接受吗？没问题啊，我啥都缺，就是不缺眷族。也只有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了。哇，这里好壮观啊！这种面具可以遮蔽半神以及半神以下的探查，这里毕竟是外域，咱们还是小心为好。请先填好报名表。这里的竞技赛按照竞技者的等级分为3种，分别是神性生物竞技、半神竞技以及真神竞技。除非竞技者自己特意要求，否则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跨级竞技的情况。还有，竞技不限眷族数量，但想要在竞技中认输，需要眷族死亡率达到50%以上才行。头铁的选手会坚持到死亡率100%。我签好了。已自动为您匹配对手，请做好战斗准备。战斗？什么情况？小子，虽然看不透你的气息，但我敢断定你是个新手。放心，鼠大爷最照顾新人，比赛很快就会结束。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厨，没什么经验，第一场就要面对残忍的鼠徒，可怜呐！哎，温室的花朵被毒打几次，就知道外域的险恶了。第一个对手看来就是这个鼠徒了，似乎口碑很差，是个残忍的家伙。请选手释放眷族，竞技正式开始。小子，想必你也没见过这么多眷属，害怕的话就乖乖放弃抵抗，等鼠爷杀光你的眷族之后，就放你离开。哼，跟我比数人。
你的核心卷族居然是蝗虫，真是太可怜了。放心，祖爷我说话算话，保证竞技很快就会结束。瞄准，发射！沉沦虫，防护！你是这暗兽虫，偷袭！灭魔虫，爆炸！这好强啊，完全就是碾压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叔叔大军怎么可能如我同意？卷组残存数已不足20%。别打了，我认输，我投降。本次竞技的获胜者是王三，有请获胜者领奖。我的叔叔，这就是神域核心碎片，没想到竟是通过吸取卷族转化而成，和生命献祭的能力实在太像了。本场比赛正式结束，参赛者将传送回等候区。干得不错嘛，黄哉同学，第一次竞技就轻松拿下了胜利，让我赢了不少神力啊！看你卷族都没什么伤亡，有没有兴趣参加第2轮竞技？如果能连胜的话，获得的神域核心碎片会比这次多上1成。继续吧，我的卷族正缺少历练。看你卷族都没什么伤亡，有没有兴趣参加第2轮竞技？如果能连胜的话，获得的神域核心碎片会比这次多上1成。继续吧，我的卷族正缺少历练。啊，终于赢了！这次可是自爆了1亿天魔虫啊！不过89场连胜后得到的神域核心碎片真是大的可以啊！神域核心都可以升到7级了，但现在想要变得更强就难了。升到8级需要的碎片比前面的加起来还多。其实以你现在的卷组力量，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挑战半神。以神性生物的身份挑战半神，得到的奖励会增多。是的，而且是你正常竞技胜利后所得的10倍。就比如说，你下一局对战半神，并取得了胜利，你将会获得90连胜乘以10倍的好处，也就是普通神域核心碎片的90倍量。半神吗？或许可以一试。你真的考虑清楚了？这可是越级挑战啊！是的，我确定。王三这小子我听说过，是才进入血腥竞技场不过30多天的新人，以为在神性生物竞技赛里大杀四方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还想挑战半神，这也太猖狂了吧！半神拥有更高的神域核心等级，不但能够加载等级更高的生物，而且还有神职在身，能运用神术。究竟是谁给黄哉这小子勇气，敢挑战半神威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小子赔率现在是1赔100，大家都不看好你哦。田老师，我不能下注，你替我买1000万神力吧，压我赢。你可真敢呢！其实我也压了500万神力，老师的希望可全寄托在你身上了，你可一定要赢。等你赢了，老师我就买把神器奖励奖励自己。真的吗？多谢老师抬爱。等等，田文买神器是奖励他自己，和我有个毛关系啊？白激动。以目前的实力，暴食律法和毒物珠好像都差点意思。大师，今日份的圣物之源提炼出来没有？还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4级以下圣物都可以找到，是吗？大师，4级以下圣物我神域有好多存货，有需要尽管找我。那好，接下来我需要强大的2级圣物，属性最好是毒、地、暗、火这4种属性。没问题。我去，大师，等你的好消息哦！哇，真神是真有钱啊！这次抱着大腿了。2级圣物地火流胶球，具备地属性和火属性，能够增强卷族防御和抗性，提升卷族恢复力。
2级圣物影钉，暗属性圣物，加载入神域核心后，能够让契合的眷族领悟2级技能影钉。影钉通过盯射对手的影子，限制对手行动，实现定身效果。太好了，分别适合沉沦虫和暗咒虫。就了，如何？就进化，这后面的战斗就更稳了。请参赛选手进入竞技场准备。教主，碾爆他！教主，展示出你半神的强大实力！王仔，你可千万要坚持住3秒，否则我就输惨了。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竟然能在血腥竞技场上遇到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新手菜鸟。菜鸟，你准备好带着眷族赴死了吗？菜鸟，我很欣赏你挑战半神的勇气，但勇气不是实力。今天我就让你深刻了解一下半神的可怕。废话真多。出来吧，巨型猛犸军团！碾压他，向主！哇，好壮观，太大气了！菜鸟，该你了，尽你全力来取悦我吧！黄鼠眷族出动！这才是你们真正实力，我开始有些期待了。猛犸军团出阵！暗咒虫出击！好像被定住了。这是什么招数？攻击影子竟然作用到了本体！暴天魔虫出击！你这些超凡生命体蝗虫释放的毒物，最多消减我的巨型雷霆猛犸异常的防御。就这点虚弱效果，我的巨型雷霆猛犸站在原地不动，你也伤不了它分毫。确定，爆浆蝗虫出击！自己用数量取胜，不行，不能让他得逞。巨型猛犸军团出击，保护巨型雷霆猛犸！爆浆蝗虫出击！按神术、透甲、血气、治愈。能够逼我动用神术，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等击杀掉你5成的眷族，我允许你认输。哼，你以为这就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的字典，从没有放弃2字。听我号令，我出无咒。居然还圈养着牛魔！骷髅族出击！不得，碰了！该死的骷髅，甩不掉那牛皮糖！不，你以为这样让一位半神屈服？巨型战争猛犸，发动能力，战争践踏！上你威武，碾碎他们，碾碎这只骷髅！牛魔族撤退，控捕者出阵。最强阴层生命体，废话！啊！中枪了！就是现在，跟着他！啊！不，快起来反击啊！请击卡，我神飞天！我去，
没想到这控股者习得的近身格斗技能，作用到海虎巨人身上，竟然这么凶残！去血猛犸一起上，围攻！围攻！耗死他！啊！下我去！我惜一切代价碾碎海虎巨人，踏平里面的控股者。牛魔族上，救出控股者！要看他什么？我的天，太夸张了！现在的卷族已经不到对手的1/1000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叫蝗灾了，这简直开挂级的碾压啊！唉，我输了，太精彩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蝗灾。打赢半神得到的神域核心碎片，果然更为沉重。您好，韩武。血腥竞技场管理人员邀请您见面。不用害怕，我们是血腥竞技场的管理人员，不会伤害你。你们把我拉到这里，想要做什么？我们看了你的比赛，认为你有资格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顺便说明，血腥竞技场本就是为主人挑选继承者的测验，凡是越级挑战获胜的选手，皆有成为继承者的资格。你愿意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吗？啊，继承者？血腥竞技场人流量巨大，光是每天从这些人身上挣的神力都不是小数目。只是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哪有这么容易？肯定有猫腻。在下决定之前，我需要知道血腥竞技场有多少个继承者，且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后有什么样的待遇和责任。韩武同学，你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真的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既然你诚心发问，我们便给你解释。血腥竞技场目前共有349名继承者，其中神性生物221名，半神118名，真神9名和主神1名。成为继承者之后，你将获得血腥竞技场的永恒坐标，可在血腥竞技场收录的所有位面进行无器械定点传送，但每次传送要消耗100万神力。此外，你还会获得血腥竞技场的授权，可在神域建立一所特殊的血腥竞技场来培养眷族。至于责任，就是当继承者的数量达到500时，血腥竞技场会开启继承仪式，而你必须参加。以血腥竞技场的尿性，继承仪式绝对不是简简单单举行个仪式，估计是让500名继承者进行厮杀，只留下最后一个成为主人。不过我是第350个，那距离500还远得很。那时我成为了神王也说不定。所以，你愿意吗？我愿意。恭喜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第350名继承者。哈哈哈哈哈！韩武同学，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咱们这次发财了呀！拿好。这是几个零？10个亿！韩武同学，10亿神力怎么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明白的。我建议你先购买合适的神器。神器啊！我现在还只是神性生物，连半神都不是，能掌控神器吗？没问题，老师我怎么会害你？我刚好知道一家贩卖神器的店面，绝对能够帮你找到适合你的神器。蝗灾，我可算找到你了！老师救我！哼，有我在，谁敢伤我学生？别误会，我不是来报复你，我只是觉得你实力不错，想交个朋友。我是金溪学院大一学生，真名叫向猛。大一？原来是京西学院的学生，难怪那么厉害。
我看你年龄不大，应该还没有参加高考吧？你是哪所学校的预备生？啊，那个，我不是学院的预备生，只是一普通高中生。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对吗？我骗你做什么？这位是我的老师，他可以为我作证。黄哉同学确实不是预备生，虽说有很多学院向他发出邀请，但黄哉同学志存高远，只愿加入帝都学院。可惜，帝都学院招生的老师对黄哉同学并不感兴趣。原来如此，你的眼光很不错。帝都学院可是3座顶级学院里最强大的存在，我很看好你。你的事我会向学院上报，学院大概率会对你进行考验。你只要能抓住这次机会，进入帝都学院的预备生名单不是问题。你真的会帮我吗？你潜力很大，成神之路漫长，有几个伙伴能够相互依靠，自然要比单打独斗更轻松。而且只要你通过考验，学院也会给我一笔资源作为奖励。白拿的奖励，我为什么不要？那就有劳猛哥了。小意思。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想通过帝都学院的考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油吧，少年！这名字真是又土又经典啊！走，咱们进去。欢迎光临藏宝阁。二位是要买什么品级的装备，还是要见哪位锻造大师？帮我联系托尼大师，就说老田来访。没问题。托尼大师剪头发还行，但他打造神器专业吗？两位，请从这里进。走。老田，这次你带来的肥羊够不够肥？我去，现在跑还来得及吗？托尼，严肃点，这是我的学生。老田的学生，那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本店的服务宗旨。本店童叟无欺，没有学生价。我操，童叟无欺是这么用的吗？学生价该有还是要有的呀。学生赚钱多不容易啊，拼死拼活达成比赛才赚10亿神力。韩武同学，托尼这人刀子嘴豆腐心，说话难听，但打造的装备是真的好。老田啊，这么多年，我总算从你嘴里听到句人话。这家伙说谁刀子嘴，说谁说话难听。要不是看你给我介绍客人，我就……来，我带你看一下我的作品。哇，每一件都印着我的专属印记，都是我亲手打造。韩武同学，你比较喜欢其中哪一件？考虑到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京都学院降下的考核，古壶价值4神星，换算为神力不到6亿。我要2星神器古壶。古壶2星神器，作用1：炼蛊内含空间，可收入最高10万只虫族进行炼蛊仪式。入内虫族会进行厮杀，最终存活下来的唯一存在有一定几率实现等级提升，最高可炼出英雄生命体虫族。作用2：附带神术引虫，可吸引周围虫族靠近，神术范围随投入神力大小而定。2星神器古壶并没有强大的力量，但它却是最适合韩武的神器。果然好眼光。4神星，我这5亿8千万神力，你看怎么支付？哎，托尼，给点面子，便宜点，不然送点东西也好。你不给面子，我可骂你了啊！哎，好吧，好吧，收6亿神力，赠送一个灵形神器探测之眼。东西买完收工。贵客稍等，贵客，我这里有按照失落文明的残卷新打造的一件特殊神器，我觉得和你的气质很搭。让我看看。好你个托尼，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冤大头啊！我探查了，这破球啥能力也没有，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哎呀，你们耐心听我解释啊！
这件神器名为贪狼，来自一个早已失落的文明，它靠吞噬神器成长。贪狼来源自劫掠成性的失落文明。众所周知，神器的认主很难为他人所用，致其神器成为废铁，统治者痛心疾首，集能工巧匠之力，化纪元铸就贪狼。贪狼名特，吞噬神器，继承其能力。贪狼日益强大，威震四方，引起数十个文明的愤怒，最终致其文明覆灭于联合攻击，永沉历史长河。贵客，现在殿里大酬宾，这件失落文明的神器现在只需要10亿神力就可以拿到手，你还在犹豫什么？10亿神力，太便宜了！导致一个强大文明毁灭的神器，怎么可能只值10亿神力？开什么玩笑！因为我得到的是残卷，这件神器贪狼有那么一点点小缺陷，它依旧可以吞噬神器获得成长，不过成长的效率会慢10倍。吞噬神器之后，它只能继承一些被动作用，无法继承附带的神术。这不就是废品吗？老天，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能侮辱我的作品。这件神器我买了，我出4亿神力。韩武同学，4亿可不是小数目，有钱也不是这么造的呀。神器贪狼能够吞噬神器，试想，抢到了敌人一把强大的神器，无法轻易毁灭。这个时候把神器交由贪狼吞噬，我照样能够起到削弱敌人力量的作用吗？田老师，你误会我了，我是真心欣赏托尼大师打造的神器，他仅凭残卷就能把神器贪狼打造出来，就凭这点，学生就愿意拿出所有神力去支持他的锻造。奈何学生太穷，仅剩4亿神力，不知托尼大师能否愿意割爱？你真的很欣赏这件神器？真的。行吧，4亿神力就4亿神力，千金难买一知己。神器贪狼归你了，成交。很好，虎骨开始认主了。开始练蛊吧。啊，贪狼怎么毫无反应？你这是吸血鬼啊！这就是贪狼？怎么看着更像二哈啊？刚召唤出来就被暴食律法影响了吗？不过祖宗啊，我现在穷得快吃土了，哪来的神器？其他眷族在干嘛呢？一个个都很上进嘛，依靠从院种那边坑来的圣物之源，终于把暴食律法修复并升到3级了。而3级的作用确实超强，光是靠吃就能进化至精英生命体。如果进一步修复升级，就能让普通生命体进化到超凡生命体。如此一来，我的蝗虫在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岂不是能全员晋升到超凡生命体？那可是上百亿的超凡生命体呀！是时候开始新的献祭了。130亿蝗虫解禁！这就是130亿蝗虫生命献祭的奖励吗？果然呐，比以前的好太多了。选项1，1万名夜魔族猎手，超凡生命体。选项2，3星神器霸罡刃。作用1，既是神器又是圣物，可充当3级圣物使用。效果：使核心眷族获得召唤罡刃作为武器的能力。作用2，对野兽杀伤力提升15%。作用3，附带神术大体。选项3，2级圣物点化石。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核心眷族有一定几率被演化为半人形态。核心眷族必须为非内人、非亚人种族。半人形态，简直变态啊！
必须是你！哎呀，我的天哪！卷族名称：黄铜人。卷族等级：超凡生物。卷族天赋：飞行。低级智慧：类人躯体。信仰等级：狂信徒。信仰之力：5万每天。繁殖能力：5每次，产出更高品质的蝗虫卵。生命周期10年。哇，牛逼！信仰之力还那么高，神星，快到我碗里来！田老师，韩武同学，京西学院下达了对你重新进行考验的通知，明天会有招生老师来学校找你进行测试，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好的，田老师。最近神域发展怎么样？如果你缺少资源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些稀缺资源网上买不到，我家半神多，倒是有些门路。哎，你家族能搞来神域核心碎片吗？我现在需要从7级升到10级的神域核心碎片。哦，能搞到，但价格有点小贵。就算凭咱俩的关系给个成本价，也不是笔小数目哦。估计需要4亿神力呢。明白了，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发展呢。不过我家里说了，如果你能卖给我家1000头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倒可以用来抵消这笔神力。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成交！竟然那么干脆，早知道我就说要英雄生命体控股者呢。韩武同学，京西学院的考核老师到了，正在教导处等你。好的，我这就去。是你？这小子海选没过，竟然有门路走内嵌。不过能走内嵌又怎样？京西学院的考验可比高中考核难多了，并且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验限制只能核心卷族参加。这小子的核心卷族是什么？最低等的蝗虫。韩武同学，接下来我将代表京西学院对你进行考验，你可有疑惑？没有。这次考核你要入侵一个庞大文明的边小城，名叫多隆城。该文明有一套健全的等级制度和职业体系，你和你的卷族都会受到影响。被制度认定是灾害性魔物后，多隆城内的职业者会主动去讨伐你，追杀你，直到将你彻底消灭。你的任务只有一个，至少击杀1名守护多隆城的英雄。老师，我想问一下，多隆城一共有多少兵力，以及有多少名英雄？多隆城虽是该文明的边小城，却也拥有1000万人口，职业者的概率超过10%。英雄的话，一共有5名，其他信息需要你自己抵达该文明后自行探索。你还剩1天的准备时间。好的，老师，我知道了。田老师，我想用最近所获的班级积分兑换3件1级圣物。没问题，你随便挑。神域核心已提升到10级，空间已扩大。接下来再把刚得到的3件圣物加载进去就行了。1级圣物毒线，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毒属性，并生长出一颗毒线。1级圣物地核，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地属性，提升防御力。1级圣物妖精短弓，既是圣物又是神力武器，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召唤短弓作为武器的能力，宿主神明获得召唤妖精短弓本体的能力。
加载成功。大部分天魔虫有了毒腺，半数沉沦虫防御提升，而几乎所有的蝗虫人都能用短弓作战。应对这次考核应该可以了。握住它后，你和核心卷族会一同传送到多龙城的外围。检测到入侵者，请迅速离开当前位面，否则将冠以魔物身份进行清除。入侵者拒绝离开，认定为魔物，代号魔王之王，计算魔物等级，开启魔物界面。这是个人信息面板吗？那能查到新诞生的2名英雄生命体蝗虫人的等级信息吗？等级60级是什么概念？在没有参考之前，很难进行判断。神明，有生物在攻击我们！什么？在哪里？快带我去！出发，查看敌情。奇怪，怎么凭空冒出来这么多魔物？索恩，你应该高兴才对。魔物多了，我们收获的赏金也会增多。攒够了钱，我们也能进行2转，提升小队实力。多谢了。弱小的蝗虫，来多少我杀多少。大家小心，彼此照应。去吧。他们4个人身上都佩戴着一种同样式的徽章，区别在于，索恩的徽章为白银质地，另外3人的徽章为青铜质地。这么看来，领头人是索恩。这里魔物太多了，我们杀不完，现在准备撤离。你去测一测他们的实力。不许走！啊！居然是3转级别的魔物！逃！快逃！大家分开逃，我为你们争取时间。蓄力传！太强了，完全没机会了。不许走！丑陋的魔物，你别过来，不要靠近我们！我一个美男子，你怎么能说我丑陋？想活着离开，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你们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哼，我才不会回答一个丑陋魔物的问题。喂，我只是吓唬吓唬他，没让你真的动手啊！吵死了！按住虫，毒哑他们，让他们给我闭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嘿嘿嘿，我问你啊，我在你眼中是什么模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触角。这尼玛不是大号蝗虫人吗？这应该是本土意志刻意对入侵者进行的形象丑化。很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好了，我要问的就这么多，你可以走了。得抓紧时间，把魔物大军的消息汇报给冒险者工会才行。看来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对不起，我的信息还不能暴露。在我完成任务之前，你还是先休息休息吧。等我离开你就没事了。按照索恩的回答，多龙城冒险者工会有上百万冒险者，要是直接攻击的话，只靠我们这3个相当于3转等级的战力，可远远不行，得想办法增加高端战力。
至少得3转水平60级以上才能拿得出手啊。哥布林，聊胜于无。虽然大部分哥布林等级低下，不过这个哥布林首领等级竟然有62级，而且已经达到了3转水平。但问题是，他怎么会有职业？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的职业从何而来？我吃了不少冒险者留下的职业碎片，就获得了职业。吃职业碎片能获得职业？那我的蝗虫人就能转职了。蝗虫们，密切注意冒险者行踪，给我大肆收集职业碎片去。是时候开始融合职业了。哼！还缺个远程攻击手段，正好可以给我的英雄生命体黄蜂人。成功了！如果能够再吸收一份对应的1转职业，一定会再一次获得提升，达到3转职业。到时候要想拿下英雄，可不就是手到擒来？神明，我们找到一处山洞，山洞里释放的威压让我们不敢靠近。快带我过去。神明，就是这里了。这种气息很强，夹杂着一种神力的味道，值得去调查一下。以前上课时听老师讲过，一些外域文明经常将无法轻易杀死的敌人进行封印。看来眼前这头黑龙便是被强者封印在此的可怜虫。哼，正好，现在我的眷族实力有限，要想稳赢，还是得多征召一些魔物。探测之眼，启动。黄兽人，站住！请看大壮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进世，我要侵蚀你的灵魂，吞噬你的肉体。龙先生，释放完了吗？竟然吸收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绝不饶恕你！哎呦，怎么还有啊？你撤！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挑衅你，相反，我是来帮你。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已经识破了你的诡计，趁我现在还没有生气，离开这里，否则我会将你吞噬殆尽。受困于此的你，还有将我吞噬殆尽的能力吗？真是长揍，吃我一击！我的冲手，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的防御手无敌，你根本是管不了我阵法。那我试试这个，这玩意儿也太硬了吧！不行，不给他点伤害，他是不会好好说话的。万神力，灌注！你竟然敢伤害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还有很多武器，再说下去你可能会死。你想怎么样？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击杀一名多龙城的英雄，但我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英雄，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被封印在这里已经上百年，无法离开。
有什么不能帮你？锁链是冒险者公会为了封印我而特地打造的神器，哪怕我的黑暗之力也无法侵蚀半分，更何况是你。你跟我说这锁链是神器？没错，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不屑一说吧。那我有办法了。小狼崽子，进行时别客气。快，帮我把其他锁链弄断！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命令你。你说什么？快，把其他锁链弄断！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命令你。哈？别废话了，快给我解开锁链！伟大的叛逆者黑龙埃尔菲斯，我帮你解开了一条神器锁链，表明了我的诚意。可你帮我做了什么？命令我？凭什么？要让伟大的黑龙艾尔菲斯帮你做什么？杀一名英雄吗？我答应了。现在快帮我解开锁链！我现在改主意了，我要你为我服务100年，就当是我解救你的报酬。哦，卑鄙的垃圾！你在妄想？我可是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能救你，自然也就能杀你。如果你不愿意答应我的要求，那就只能成为我提升实力的垫脚石。我听说巨龙浑身是宝，就是不知道你的尸骨能为我提供几件不错的武器。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愿意为你服务100年，请尽快解开我的锁链。别急，签个契约先。你这是要我当奴隶吗？你妄想！公主，永不领悟！我能感到你现在很虚弱，等你签完契约，这颗暗晶石就给你当零食。小狼崽子，把链条都吃了吧。黑龙刚脱离封印，现在一定还处于虚弱期。咱们5个合力去消灭他。黑龙脱离封印，必定会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恢复力量。场外区域很大，想要找到他，就需要多龙城所有冒险者的帮助。黑龙外散出的黑暗力量会导致大量魔物发生强化，在魔物没有发起暴动之前，咱们必须先出手，占据主导地位。一条刚从封印中脱离出来的黑龙而已，值得你们这么紧张？你说是不是，屠龙者大哥？一条巨龙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曾独自斩杀过一条风系的绿龙，虽然难缠，却也不至于乱了我多龙城所有冒险者的阵脚。可是这条黑龙不一样，根据文献记载，他是巨龙族的叛逆者，不能小看他。你是在质疑我的力量？我可是天命锁定的4转屠龙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屠龙。这条从封印中逃出来的黑龙就由我来解决，你们只需要做好多龙城的防护即可。屠龙者大哥，我支持你，我跟你去。你们还想继续过着被冒险者屠杀的日子吗？伟大的叛逆者黑龙埃尔菲斯号召众魔物联合起来，建立与冒险者工会对抗的魔物联盟，以猎杀冒险者为联盟理念。猎杀冒险者，我们可以吗？我们的实力，加入我们，通过击杀冒险者获得装备以及职业碎片，就能来找我兑换能量晶石，从而大幅提升能力。
不是能这里3转，但攻击过多，让我头晕贫血。收你500暗金石，过分吧？别装柔弱了，500颗暗晶石，你以为很便宜吗？记得让我分期啊，分期。你已晋升为3转职业黑龙战士，获得天赋黑龙之血，获得技能黑龙化。发动技能黑龙化。你已成功转换为魔皇之王。现在你应该已经具备了单挑多龙城英雄的实力了吧？怎么了？这是果然是血统纯正的黑龙，猎杀你，我的屠龙者职业必将再上一个台阶。屏蔽四周，不要让别的魔物打搅我。屠龙者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任何魔物打扰到你。风暴结界，125级魔皇之王，没想到多龙城外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魔物。本想将技能练熟，再去多龙城找个英雄杀杀，没想到却送上门来。131级4种了，哼，仅吃我一招！怎么会有2个？竟然是分身技能！看来得赶紧打破结界。熊奥义，屠龙领域。屠龙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龙魂，给我将黑龙带回多龙城。卡尔，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小喽啰而已，我自己能解决。屠龙者大哥，你先走，我很快就跟上。好。蝗虫郡族，不顾一切代价破开暴风结界！什么？结界竟然碎了！可恶，情况不妙。虽说都是杂鱼，但这也太多了吧？不行，这样下去，我的气力会被耗光。得赶紧走！死！统统给我死！死！越来越多了！韩武同学，恭喜你，任务完成。现在为你打开回城的传送通道。等等，我现在还不能回去。韩武同学，莫非你是想去营救那头被抓走的黑龙？是的，我必须去救他，他是我的契约伙伴。韩武同学，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去拯救黑龙，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势力？这股势力即便是半神，也有很大几率失败，更别说你现在只是神性生物。我知道，所以我向您正式提出，我要求将我神域内所有眷族放出，协同作战。作为交换，我愿主动提升任务难度，拿下整个多龙城。你说你要挑战整个多龙城？够种！你的要求我同意了。最后，我再交代你一句，你是真身降临，可千万别陨落在这里。多龙城冒险者数量太多，我的眷族战力虽强，但毕竟人数太少，得找帮手牵制住那些低等级冒险者。看来魔物联盟该发挥作用了。蝗虫眷族，传递消息给加盟者们，燃解剑锋，牛魔萨满，随我前往密林。现在连那条黑龙都被干掉，咱们魔物联盟
还有什么必要存在？等着被冒险者们一锅端吗？哼，黑龙的那个蝗虫小跟班，还想来请我们去冲城营救。依我看，我们干脆宰了他，抢走他的那些能量晶石，直接平。真是一群蝼蚁，不仅没义气，竟然还想对我下手。我看你们真的是活腻了。我们本就是臣服于黑龙叛逆者，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是在请你们去攻城，而是命令你们违抗者死。大人，我们愿意听命令。全员听我号令，目标多龙城。报。屠龙者大人，广场上屠龙仪式已经布置好了。另外，蔷薇圣女大人询问你，风行者大人为何没有一起回来？已经12个小时了，难道在归途中遇到了麻烦？兴许是路上耽搁了吧。等举行完屠龙仪式，我亲自去把风行者找回来。大屏魔物仔细来，所有冒险者准备应战。东吴攻城了，女人和孩子推到地下庇护所，所有冒险者和男人拿起武器出城迎战。主人，哥布林，奇怪，这些魔物居然都出动了，还有大量的飞行魔物，是蝗虫，他们飞过来了。法师，用魔法把这群飞行魔物打下来，快！干掉这些飞行魔物！士兵们，战迎敌！法师们，集中魔力，发动爆裂魔法！士兵们，击退入侵者！我给大家屠龙助兴！英雄奥义，蔷薇森林。被挡住了！我铲！痛苦者，出击！召唤！贝尔菲兹，我来救你了！你怎么来了？既然我们签订了契约，你就是我重要的伙伴。对于伙伴，我怎会见死不救？自不量力，敢来这里闹事！武圣，接下来看你的了。群魔物竟敢在多龙城放肆，看我不把你们打成肉酱！给我死！神推在此！我的头发！不好，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屠龙仪式只差几分钟了，明明就只差几分钟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死！好饿呀！我的龙魂！到底是谁怪我？你为啥打了还能合在一起啊？好戏看完了，贪狼，去把锁链咬掉。我做的魔法，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将会永远记住你。既如此，
那就多为我服务几百年，来偿还我的恩情。吃了这几个暗晶石，能恢复伤势。黄种人出阵，帮助真锤。不行，这么拖延下去，届时城里城外所有的冒险者全都赶赴于此，那我就危险了。亲爱的朋友，伟大的叛逆者黑龙埃尔菲斯有项平衡赠予你。我亲爱的朋友，从此以后，你便是伟大的叛逆者。这是，我竟能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在不停增长。那么，就拿你来试试手吧。黑龙化，阻碍，暴龙斩。什么情况？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不行，不强，不得！召唤骷髅骑士！接下来是你竟然杀了屠龙！下一个就是你，神锤，他怎么打你的？加倍奉还！多谢神明。你不要过来！什么？糟了！剑圣！这又是什么怪物？不好！魔物大军清剿全城，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就能来找我兑换晶石。我真的是好久没这么开心了。谢谢你，我的朋友。埃尔菲斯愿意追随于你，以后无论有什么需求，都请来找我吧。安武同学，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呀！任务已经完成，传送通道准备就绪，你可以回来了。好的，老师。不过，我能在这儿建立一座通向我神域的稳定传送门吗？我愿意用所有的战利品来换。韩武同学，你考虑过隐患吗？建立稳定传送门很简单，可万一外域文明通过传送门反攻你的神域呢？稍有不慎，就会落得神域核心破碎的下场。老师，我想好了。既然如此，10天之内我会助你稳定传送门，并赠送你一套预警装置。只要外域文明强者使用传送门进行传送，你就会收到警报。谢谢老师。多龙城现在就交给你来管理，我会留下骷髅族、牛魔族镇守，防止职业冒险者团队反攻。如果多龙城无法保住，就赶快传送回神域，不要为此损失太多眷族。我知道了。打开传送门。等等，韩武同学，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眼睛？难道是因为特殊职业叛逆者的缘故？查看当前信息。我去，竟然级别不够，无法查看。韩武同学，你出色的完成了金溪学院的考验，获得了金溪学院预备生名额，但想要入学，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哦，什么条件？1. 核心眷族为天生精英生命体。2. 培养出一名英雄生命体。3. 自身神性达到4点以上。4. 拥有一名圣徒。你只要完成上述条件中的2个即可。现在你已经满足了条件2，需要再满足1个条件，才能够以预备生的身份进入金溪学院。啊，这未免也太难了。这是金溪学院的规定，
我无力改变，但金溪学院的大门以后将为你敞开，努力吧，少年。老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尽快拿到1点神性吗？晚了，这话你早一天说，我还能给你匀出1点神性，但现在神性已经被我用光了。不过28天后学校有考核，会奖励1点神性。哎，汉武同学，收起你怀疑的眼神，老师以自己的名誉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没办法了，你把吧。生命剑姬，没有神像，明天再来。哎，竟然又没有，明天继续。曾经有一张神性卡在我手里，我没有珍惜，而是拿去换了1亿5千万神力，直到现在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紧紧握住那张神性卡，打死都不卖。大佬，今日份的圣物之源可有着落？哎，袁仲是一位真神，找他借1点神性，他不至于没有吧？1点神性，这位大神即便不是真神，也应该是一名资深的半神。可只借1点神性，不会是不打算还吧？有了。这么快，果然是土。这是什么鬼？唉，上网查一查看看吧。神核废墟是神核文明遗弃的工程项目，带有辐射，而这里大部分生物也因此变异成基因紊乱的怪物，只能靠吞食辐射性矿石生存。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矿石在怪物体内形成了引导基因变异的基因石，而这种石头对培养眷族特别有效，在半神和真神中很受欢迎。哎，院长啊，你可真看得起我，让我一个神性生物去和半神真神抢基因石，不知这门票能卖几点神力。人工变异兽饲养场，对呀，我有分解机啊，就算是低劣的辐射矿石也能提炼辐射晶石，变异兽服用了还不得层层变异，凝聚出更强大的基因石。看来得去实地考察考察。异域生存守则：人生地不熟，安全第一位。尊敬的神明大人，想必您是第一次来神河废墟吧？不知您可需一位老实可靠的向导？给我一个雇佣你的理由。我知道神河废墟里18处变异兽聚集地，每一处聚集地的变异兽都有各自的特别之处。我还知道小镇里各个补给点的信息，谁实诚，谁狡猾，谁爱小动作，我一清二楚。保证神明大人能够把猎来的基因石卖个好价钱。我还知道，停！我现在只想知道这里有没有贩卖辐射矿石的商贩。没想到神明大人竟是为辐射矿石而来。神明大人，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位神王大人因为买到了低劣的辐射矿石，导致变异兽没能及时完成加强变异，全死了。投资1000亿神力的饲养场就这么黄了？那都是因为他没找我买。这位先生，我这儿黑先生，这位是我的客人，他有意购买一些辐射矿石。神明大人，这位就是神河废墟最大的矿老板黑先生。哼，我黑子是整个神河废墟最大的辐射矿石商，整个神河废墟有70%以上的辐射矿石都是从我这里出的，在我这里绝对没有那种低劣货色。我需要一些样品拿回神域测试，你把每种纯度的矿石都给我来上1万神力的量。没问题。4万神力换来的21颗辐射矿石，性价比倒是可以。
就不知道效果如何，还是得找机会测试一下。这应该是普通生命体的野狼，基因紊乱变异的1级变异手，生命周期只有20天，想要继续活下去，就得使用辐射矿石加强变异。去吧，皮卡丘！只舔了一口，这家伙便达到了2级变异的程度。3级变异了，不到10分钟，就从1级变异体升到了3级。这要是给神域的眷族使用，那还不……竟然被力量撑爆了！果然是辐射有风险，变异需谨慎呐。不过1小块辐射矿石就能换到基因石，试验也算成功了。这个是基因石尖牙，加载入神域需消耗3级权限。作用：可诱导眷族的牙齿变异，使牙齿又大又长。副作用：变异的眷族生命将削减3年。小子，识相的话，就把你手里的基因石和辐射矿石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半神张刚，如果我不，那你可以死了。哇！黄暴神术加持，让骑兵抢攻！想消耗我？这可是爷爷我最开始玩的战术。哼，傻了吧？别会飞！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我下来！半神的招数可真多。让骑兵撕碎他！这么多我可打不过，润了润了。啊！我的妈呀！我都跑到禁区了，你们还追啊？长骑兵，给我跟紧了！不是吧？这里的怪物看着一个比一个凶残啊！糟糕，都不好整，六位上线。该死，跑哪儿去了？这里的气场隐隐透着诡异。先撤。总算是掉了。不，哎呀，我去，变异成这样，这河脸核废料爆表了吧？赶紧回去吧。地图上好像没有这条河。完了，不会是迷路了吧？咦，冷静，既然到了这里，就当来赚基因石了。去吧，皮卡丘！看来这基因石也不难赚嘛。这么晚了，得找个地方藏身才好。要是万一……那是什么？从散发的能量来看，好像是神河文明遗留下来的神河废墟。若是能在建筑里休息，总好过在荒郊野外单肩受怕。黑龙形态，看来是个废弃的古堡，好像没什么人，但还是小心为上，万一有野兽聚居。纸张，这鸟不拉屎的地儿哪来的纸张？
他们在搞什么鬼？神王顶着投资失败的骂名，付出1000亿神力，为我们创造这次举行仪式的机会。此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京师法阵准备，仪式正式开始。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触碰到了神河文明所留下的封印。网上说神河废墟上研究的项目，因为危险系数太高，所以放弃并封印。但现在看来，搞变异兽养殖场只是幌子，暗地里研究解开封印才是他想要的。还好神河废墟有限制，神性不超过10点的生命体才能进入。嘿嘿，那个神王进不来，那不是便宜我了？警报！警报！检测到解封者并非神河文明超级战士，认定为入侵者。启动防爆模式，启动受到阻碍，异变之人强行脱离封印。6级变异兽魂王被释放，正在镇压。这是什么情况？一群可爱的神域玩家，我的名字叫异变之母。感谢为了削弱封印的力量，帮我脱离了束缚。我决定选择一个幸运儿，成为我的菜神。是谁啊？不如咱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谁在讲话？这是哪？小游戏的内容就是培养出一头能够正面击败6级格莫拉的变异兽，每人限量1万单位高纯度辐射矿石，由你们眷族做实验，谁先完成，谁就能够幸运的成为我的载体。我才没兴趣当什么狗屁载体！再不放我离开，我就释放神域里的眷族，把这里踏平！好啊，快释放出来！你觉得我会怕吗？怎么回事？无法沟通神域。第一个弃权者出现。那个我没办法自己沟通神域，召唤不了眷族。他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混进来的？小家伙，我当然不会让你失望。只能进眷族，人不能出，逃不了了。不太妙啊！我的眷族使用高纯度辐射矿石后死了大半，只有1成的实力稍有提升。你们呢？我活着的眷族还不到2成。我也是。分解机真是宝贝，分解出的高纯度辐射晶石有6000来克，只是牺牲了1亿蝗虫才训出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超强恢复力，打不死的大强，靠你了，强哥。别客气，多吃点。我的天，他居然成功了！这是什么怪物？为了给强哥增强实力，我可是把所有的基因石通通喂给了他。现在的强哥已经超复合变异了，不过强哥的肉也被缩短到1天了，好贵呀！格莫拉，验收。这怎么打得过？上！失败者不会活着哟。去吧，强哥，实现你这一生最大的价值。你让我兴奋起来了。2、3。
不错不错，这个激怒了他们。哦，竟然还有剧毒效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你说是不是？我亲爱的在体，你说什么？什么载体？你想对我纯洁的肉体做什么？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肉体喽。好，我死了吗？异变之源，定向变异。那我现在是寒武还是异变之源？你醒了，我亲爱的载体。异变之源？是的，我就是你的超级基因异变之源啊！我让你拥有了超脱于神域文明的力量。现在咱们是一体共生，所以互帮互助才是咱们最佳的相处之道。我可是神和文明中能排进第一序列的超级基因，你能成为我的载体，是你高攀了，懂吗？不要废话了，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很简单，那套封印已经被我完全掌控。我的手竟然自己动了。很简单，那套封印已经被我完全掌控。我的手竟然自己动了。这就出来了。对了，封印解除的时候搞出了很大动静，引来了好多半神真神堵在遗迹外面。等封印完全消失，他们就会冲进来。我去，你不早说！他们要进来，看到这里就我一人，没有任何宝贝，肯定扒光我，得赶紧逃！传送，血腥竞技场，封印消失了，快进去看看！宝贝是我的。这个是蝗虫尸体，不会是他吧？该死，废物，都是废物！是谁？究竟是谁抢走了我的宝贝？所有眷族，给我昼夜不停的释放信号，必须给我把那颗信号种子定位到。这趟传送竟然要100万神力，那我再回学校，岂不是要变成穷光蛋了？上赶着找抽，那就同意挑战，正好烦人。地上恶龙雄起！王在，我看好你，别让我失望啊！王在，让痛苦者上场，让恶龙那小子体会一下被骸骨巨人支配的恐惧。恶龙，用你的半龙人军团跃动蝗灾！恶龙，老子在你身上压了50万神力，别让老子失望！50万神力买我输，赔死了可别哭。蝗灾，我听说过你。核心眷族应该是蝗虫，却喜欢用骷髅族来投机取巧。这次你遇到我，算是踢到了铁板。少废话，早打完早回家。既然你想死，那我就送你一场。半龙人出阵。你是在小瞧我吧？你的骷髅呢？先赢了我的蝗虫再说吧。找死！半龙人释放技能。蝗虫军团，听我号令！神轮虫防御，天魔虫攻击，暗咒虫4技动，8度暗杀。半龙人，给我反击，烧死这群虫虫！半龙人英雄受杀！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再不拿出底牌，你的垃圾蝗虫就要被消灭干净了。这样下去，蝗虫只会白白牺牲，必须召唤神锤牛魔萨满了。
神谕。这种侮辱你也能忍？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挑选载体的眼光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当然是用蝗虫眷族给这群愚蠢的半龙人点颜色瞧瞧。可是蝗虫不是半龙人的对手。蝗虫弱小，你忘了是谁啃食掉了6级科莫拉？有我异变之源在，没有弱小的种族，只有此刻堕落的种族。现在立刻动用我赋予你的定向变异能力，去灭掉这群傲慢的半龙人。我可不是听你的话，我只是想试试定向变异能力。再提，你想让你的眷族朝哪个方向变？神轮虫适合做肉盾，我要让它更加能抗伤害，代替其他同族去承受更多攻击。半龙人的攻击凶猛，每1秒都有大量蝗虫死去，要抗住就得冒险。选第3种。上，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可以啊，沉沦虫们，都给我接受定向变异。天魔虫、暗咒虫，接受定向变异。What the fuck！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是不是吃了漂亮国的兴奋剂？裁判呢？蝗虫人定向变异完成，龙崽子要小心哦！变异蝗虫们，歼灭半龙人英雄！停！我认输！我不打了！我的50万胜利呀！恶龙，你个菜狗！哼，顺便拍了个禁赌宣传片儿。好，打败一个继承者，极小几率就变为了微小几率，这还真是惊喜啊！我的天哪，这也太大了吧！牛啊！哟，再提，眼前这点蝇头小利就把你收买了，和我的价值比，他们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对，老板说的是。老板如果没什么吩咐，小的去升级了。跪安吧。等我变强了，早晚玩死你！以生命献祭！我去，血肉魁，那我的格莫拉和小强哥岂不是能？嘿，来吧，血肉魁！看来我马上就要崛起了！不枉费我砸了1000万神力，还有投入的不计其数高端材料，你们真的是太迷人了！一头血肉傀儡的实力，相当于一些强力的英雄生命体，但复原力堪比金刚狼。为了纪念强哥，就叫你们小强吧。是时候迎接挑战了。爷爷，我已经一只脚踏入到了京西学院的大门。您放心，我一定会去乱星海把爸妈找回来。哇，这就是顶级院校吗？就连外围的路人都散发着半神的威慑。请问你是京西学院的预备生韩武同学吗？我是。韩武同学你好，我是京西学院特地派来接你的，请随我上飞行器，我带你去办理住宿手续。这边就是宿舍楼了，请跟我来。哦，那个老师，其他同学呢？其他同学，这里就是为你一人准备的。1个人，这也太好了吧！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准时去教室上课。这里人才济济，我得抓紧时间吸收神性，绝不能落后于人。哎，听说了吗？今天要来一个插班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个仗着家里的权势走后门的垃圾而已。也是，真正有潜力的学生走的都是正规特招程序，
这种走后门的，简直就是拉低咱们预备生的含金量。哼，等他来，一定要让他吃些苦头才行。感觉不太妙啊。你就是插班生韩武同学吧？哎呦喂！不要紧张，我是预备生班的丽娜老师。来，跟我一块进教室吧。同学们，安静一下。韩武，什么情况？女神竟然认识这个走后门的，好像还很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的新同学韩武。丽娜老师，我想知道他凭什么能进预备生班？徐铁同学，在我的课堂上问问题要先举手，不懂的话，我可以帮你回炉重造一下。丽娜老师，对不起，我不该冒失的提问题，请您原谅我。下不为例。至于韩武同学为什么会在预备生班开课以后才来，你们应该问他自己。哼，我不管你是怎么混进的预备生班，我要向你提出挑战，看你是不是够格留下。有病吧？我拒绝。废物，垃圾，连我的挑战都不敢接受，你算什么男人？就是有病，我说呀！够了！韩武不曾招惹你们，你们凭什么诋毁他？不愧是秦爽，到哪里都能收获一群追随者。好了，同学们，废话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课下解决。我们开始上课。韩武，你们要干嘛？想要欺负他？先问我同不同意？秦爽同学，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让开。韩武，你有种的话，就别躲在女人身后。我懒得搭理你们，当我脾气好吗？想干嘛直说。哼，你个走后门的插班生，没资格和我们坐一起上课。我们要你滚出预备生班，不然的话，我们就打到你滚出去为止。秦爽同学，你和这些傻嘚儿一起上课，还真是为难你了。他们平时挺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对着你就……看起来你们也没什么交情了，那我就对他们不客气了。你别小看徐铁，他的铁皮人是稀有的天生基因生命体，很强，我的雷雀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如果你是怕我伤害他们，那就算了。随你随你。啊！伤害我们？仅凭我的卷组就足以将你打到怀疑人生。走，咱们去演武场。韩武，你怎么这么犟啊？等会儿我要怎么帮你，才不会伤你自尊呢？看在你初来乍到的份上，我就让让你。你可以选择低难度的兵团战。打个架，花样还那么多。哼，不用让，就10v10吧。狂妄！10v10对战非常考验单个卷族的实力。既然你这么自信，等会儿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我可以让你叫我声爸爸。小强，这是什么鬼卷族？看来我得认真对待，不能在女神面前丢脸。这是什么？韩武什么时候有这种卷族了？韩武召唤的，居然是英雄生命体级的傀儡！哇塞，不愧是能花钱走后门的存在，这一下子就打出10个，加起来得3000万神力吧？哼，等下被打坏了，有的他心疼。韩武孑然一身，没有依靠，他怎么会有这种财力？他到底……等结束了，得好好问问他。小子，我这套阵容换成领主级强者也得脱层皮。等会儿我看你怎么哭！第一人，给我上来，碾压他们！你马上就能听到那些怪物被砸成肉酱的声音。喂，徐铁，你睡着了？
使点劲儿啊！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打了那么久？你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米粒之光而已。轮到我了，小强们，反击！这是什么怪物？竟能扛住铁皮人的攻击？何止啊！竟然还能用铁皮人的手段打退铁皮人，简直是怪物！韩武，他竟然这么强了！行，还要继续下去吗？韩武，你别得意，我还有大招没放呢！铁皮人合体！啥？合体？你是小时候变形金刚看多了吗？哎呦我去，太残暴了！怕了吧？合体刚力士的攻击力是普通刚力士的10倍。领死吧，插班生！凭这几个家伙就有胆量来帝都学院预备生班凑数，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正牌预备生的实力。哦，这么强的吗？韩武，你如果现在认输求饶，我就放过你剩下的几个眷族。我的提议10秒内有效。10、9、8，这家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2、1、0，你继续，别停！这是你自找的，可不要怪我！竟然自愈了！小强们，什么？那个铁皮的家伙！太残暴了！怎么会？不可能！都没了！韩武，你什么时候？黄三，黄三，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真的通过了学院的考验，不枉我内荐你入学。猛哥，你怎么年轻了几十岁？哈哈，之前那个造型是怕在竞技场被人欺负，这里是学校，又有那么多妹子，嘿嘿嘿嘿。韩武同学，原来你是内荐进来的，我还误会你是走后门。哎，没事。韩武同学，对不起，之前误会你了。我是帝都学院大一的向猛，韩武是我召的，日后你们谁敢找他麻烦，就是跟我过不去，明白吗？明白。哎，走着，哥介绍朋友给你。朋友。夏天、叶灵，我把那小子带来了。就是你在血腥竞技场打败了向猛。我叫夏天，是京都学院大一的学生。你好啊，小学弟。啊，夏学长好，叶学姐好，我叫韩武，是新来的预备生。至于打败猛哥这件事，我是取了巧。取巧也是实力的一种。我们找你来，是因为我们打听到预备生下一次大课会进入帝都学院珍藏的低级秘境僵尸小镇，进行外域生存模拟。我们想委托你帮我带一样东西出来。3位学长看来都是半神高手，为什么需要我一个菜鸟来帮忙？韩武学弟，你可不要太谦虚。你要是菜鸟，那老向岂不……僵尸小镇是学校珍藏的低级秘境，按规定只能用来给预备生进行大课模拟，我们没办法进去。是，要我进去，3两下就能把镇子给拆了。是，你最厉害。
在这个秘境中，有一种极其珍惜的资源，名叫智慧谷，能帮助非人形眷族提升智慧。我们愿意以每颗1点神性的价格收购。1点神性那么贵重，我不是刚好需要神性吗？没有问题，请各位学长放心交给我吧。韩武学弟，这个种子你拿着，对你下次大课有用。谢谢学姐。本以为攒够6点神性就可以准备成为半神的仪式了，没想到按照丽娜老师说的，还有这么多路要走。神性达到6点后，确实可以准备成为半神的仪式，但未来只能融合最低等的1级神职。6点神性后，每提升1点神性，所需要的神性值会递增，最高可积攒到10点神性。学长的委托是每颗智慧果1点神性的价格收购，要是能多获得几颗，岂不是？韩武，你听说没？这次大课，一些学长在高价收购学院珍藏的智慧果，徐铁他们都被叫出去谈话了。韩武同学，这次大课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什么？就赌成绩。如果我的成绩比你好，你以后不能再靠近秦爽同学；反之，我以后也不会再对秦爽同学有非分之想。你是不是有校长的把柄？不然你这智商怎么进来的？你对秦爽有没有非分之想，结果有差吗？人都不待见你。我不管，你赌不赌吧？只要能让这家伙远离秦爽同学，就还有机会。徐铁同学，你说如果韩武成绩比你好，你就不会再纠缠我，对吗？爽爽，我是真心喜欢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追求？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还有，不要叫我爽爽。对，只要他的成绩比我好，我就再也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韩武，答应他，和他赌，就当帮帮我。这里的预备生不都是天才吗？万一我输了，你可别揍我啊！我信你，你一定会赢。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这次大课的信息。这一次大课为外域生存模拟，一切力求真实，所以难度相对往日的小课会大一些。现在开始上课。外域生存模拟开启，积分榜单开启，场景信息加载中，外域生存正式开启。我怎么突然这么饿？我也是，而且我放了好多食物的神器空间戒指打不开了。我们是神明，哪怕10天半个月不吃饭，也不会有饥饿感。现在神器还失灵，这就是生存考验吗？最关键的技能没出岔子，那就好办了。韩武，咱们出发去小镇上转一转吧。行，正好探查一下。雷雀，不用，我也可以。黑龙化。这个小镇看着虽然小，倒是五脏俱全。你看，咖啡厅、餐厅。咱们去餐厅看看吧。欢迎光临，二位早上想吃什么？这里有餐牌。老板，我们是其他小镇来的旅人，身上的钱用光了。请为滚出我的餐厅！你以为你们是那些晚上游行的僵尸吗？这里可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喂，你这个人怎么……我们现在是普通人体质，这一发下去，我们就回老家了。对了，江陵学姐说，种子在这里有大用，不然试试。我这里有这个，不知道你有兴趣吗？这是……尊贵的客人，没想到您居然拥有如此珍贵的种子，请您务必出售给我，我愿意出10个金币。我们肚子饿，能先给我们准备些吃的吗？当然没问题。
啊，好多美食。老板，我们初来乍到，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吗？没问题呀，这里可是个神奇的地方哦。在我们僵尸小镇，人类和僵尸共存，人类猎杀僵尸来获取钱财等资源，而僵尸则通过使用人类的脑子来获得力量。到夜里，街上就有无数僵尸追杀一切看到的生物，甚至还会进入没有密封好的屋子。而人类赖以生存的武器，除了刀剑、猎枪等之外，也是神奇的特殊植物。贵客手里的种子应该是稀有的3阶植物种子，还请务必卖给我呀！这个设定好耳熟，跟我在原来世界的设定有点相似。看来1阶植物相当于普通生命体眷族，那3阶起码是超凡生命体眷族的实力了。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种子，有什么途径得到吗？想要获得更多种子，可以从小镇商店里购买，但价格比较昂贵。当然，有实力的强者也可以从击杀的僵尸身上获得。今晚，这里夜晚这么危险，我们现在得找地方安顿才行啊。2位如果想要在小镇落脚，可以去找小镇镇长购买小镇的房产，正式成为僵尸小镇的居民，或者是找旅馆住下。不过晚上一定不要外出，晚上一定不要外出。欢迎下次再来。知道了，谢谢老板。哎呀，我快饿死了！老板，行行好，给点吃的吧。蹭饭的，给我滚出去！我的手！好现实，还好刚才你拉住我，搞不好那个老板真的会开枪，还是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小僵尸们，等着我们哦！磨蹭什么呢？走吧。2位的种子折合金币分别是1320枚和1160枚。我们镇上最低价的房产是1200枚一栋。我不太够。我有多的，给你就行了。 2位也可以考虑一起买，这里有一栋环境很好的房子，售价2350枚金币。好漂亮，还有大泳池。哇！我们要这个。没问题，不过要一起购买房产。我们镇上有个规矩，2位必须是夫妻关系。怎么样？2位要顺便结个婚吗？什么？怎么，你们不想成为夫妻？那就不能合买房子喽。我们这里可是传统的小镇，不允许乱搞男女关系。我们没有，我们要不我们愿意。啊，对嘛对嘛，2位如此般配，把这个表填了，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这是你们的钥匙，这是赠品，130颗射手豌豆种子和50颗铜币花种子，祝2位婚姻美满。我是迫不得已才承认和你是那种关系，你可不能当真。明白，绝不当真。让你一当真，你就不当真，你是听话虫啊！哇，这房子也太好了吧！你呀，真没见过世面。唉，累死了，我去洗个澡睡一会儿。咦，该做正事了。看看这130颗射手豌豆的种子和50颗铜币花，能种出来有啥技能？磨磨蹭蹭的，这都快1个小时过去了，
再不弄，种子都要枯萎了。喂，射手班斗种子还等着啥？我不是故意的。这么快就长好了，不知道威力怎么样？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没什么。你干嘛脸红？你是不是想到了？没有啊。我警告你，你不许想，你什么都没看到。来了吗？汪明树！来得好，刚好让我看看你们的能耐。射手班斗，给我射爆他们！啊，就这战斗力太感人了吧！射手班斗，按属性加成。暗技能的释放太耗体能了，这样打下去，不用多久我们就被围了，怎么办？不好，徐铁应该也是购置了房产，现在积分已经达到1300分了，我们这样下去要输。1300分，他那边的速度挺快啊，必须得想个办法加快击杀僵尸的速度才行。特殊植物也算是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那肯定有基因，有基因就能变异，试试看。定向变异，发动！啊，看起来这些变异都挺不错的，那就都来一遍吧。射手班斗，我射爆他们！这几个僵尸看起来级别更高了。这蹄子竟然是百炼金刚打造，放在你手里真是暴殄天物啊！没收，没收！差点忘了铜币花了，你们也变异吧。又是选择题吗？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全有。发达了，发达了！铜币大把的来！超过了，超过了！你的积分已经超过徐铁了。啊？什么？韩武，别想超过我，秦爽肯定是我的。火龙草，给我变！哼哼，想超过我没那么容易。韩武，你的信息我早就查明白，不过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有什么资格和我这个真神后羿斗？我定要让你一败涂地！明树，第一晚可算结束了，还好植物们攻击力爆棚。不过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是我掌握了一种定向变异的能力，可以让生命体根据我的选择进行指定变异。怪不得植物瞬间就变得好强，好厉害的能力。不过我们的积分还是落后好多。不用急，才刚开始，我们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去换购更多更好的种子。有了2阶和3阶植物，这次稳了。徐铁，走着瞧。我们可能遇上麻烦了。这次的僵尸好像和上次不太一样。竟然是3阶骑士僵尸和4阶暴力武王僵尸。4阶，我最高才买到3阶，玩套路出牌啊！让我怎么玩？现在怎么办？关灯，僵尸会被声音和灯光吸引，先关灯。希望4阶僵尸没看到我们。好。怎么样了？他们来了没？好像没注意到我们这边。走了走了，往隔壁萨尔太太那里去了。用光明术照明，先杀普通僵尸抢积分。好。
光明术！不好，光明术把骑士将士吸引过来了。吓死我了！现在是普通人的身体，要是挨上一拳……孙庆年，他怎么增长速度那么快？插班生，被我的速度吓到了吧？小甜心，你好香啊！小嘴可真甜，回头奖励你。我去，孙庆年这是吃软饭了。神射手项目攻击！多来点，多来点，第一是我的了。没想到杀出这么个软饭男。人家能吃上软饭也是人家的本事，怎么你羡慕？哎，我要是输了，你就继续被徐铁那个傻嘚纠缠吧你。呸！不许你这么说。哼，看来4阶僵尸要攻破软饭男防线了。我有个去！这弹簧豆陷阱也太强了吧！好不容易引到对面去的，又给弹回来了，算怎么回事吧？射手豌豆，给我集中火力，干掉我僵尸！我们先撤回屋里，这里的植物挡不住4阶僵尸。不行，撤了就输了。他们不行，我自己来。受死吧！竟然没事，看来必须得动真格了。让你尝尝致敬我偶像拉尔夫的冰泡拳！啊，这么难杀的4阶武王僵尸，我手臂都快甩脱臼了，居然只给500积分。这小子的确有点意思啊，可惜看不到排名情况。哎，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次眼光不错呀，而且竟然和预备生班的女神联手，这小家伙有一手，有我的风范。快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说学弟他能够给咱们找到智慧果吗？那就要看他对于僵尸小镇的探索进度了。如果他以为僵尸小镇只是一个种植物、刷僵尸、比积分的地方，那大概率是无法获得智慧果这种高级资源。不过我现在特想知道他能不能拿第一，要不把向猛送给丽娜老师暴打一顿，换个观看权限。叶灵，哦，怎么？丽娜老师在你眼里这么暴力吗？我倒想知道你们押宝了谁？是韩武同学。好，那就给你们一个观看权限，跟我来吧。一炮拳！这下你们可以看个够了。暴斗射手，给我激活射杀！又解决一个。韩武的射手豌豆火力已经比得上2阶植物了。老向，你输给他真不远。但是，为什么3阶僵尸会攻击他的领地？按理说，他这里的布置吸引不到3阶以上僵尸呀。这有点不要脸了吧？摆明欺负人啊！不过这个预备生受了谁的资助，居然如此强大？那名预备生叫孙庆年，他并没有受任何人的资助。啊，不可能吧？那他怎么会这么强大？居然是个软饭男！这届的预备生里真是什么货色都有。
为了成绩，连脸都不要了。第一名是个叫徐铁的，这人是谁啊？竟然比第2的孙庆年和第3的韩武高那么多！我要看看他到底什么配置。韩武，我看你拿什么赢？火龙草，看来徐铁是咱们死对头黄胜军资助的选手。黄胜军曾经在僵尸小镇大杀四方，获得了太多有价值的好东西。他应该是想借着这次机会，从预备生的身上再捞上一笔。确实如此，徐铁同学和黄胜军同学私下签订了相关协议，黄胜军同学资助徐铁同学，而徐铁同学会将此次僵尸小镇获得收益的70%送给黄胜军同学。卑鄙，无耻，下流！你们骂谁呢？黄胜军？你们3个也是来看自己资助的预备生吧？有没有兴趣打个赌，看谁资助的预备生会获得更好的名次？你以为我们傻吗？我们已经知道排在第1的徐铁同学是你资助的对象，所以你们连较量一番的胆量都没有，真是没用的废物！上了帝都学院还抱团取暖，组了个牛马社团自娱自乐，跟你们当同学真够丢人的。黄胜军，你这么说话太过分了！今天咱俩必须得没一个！哎，冷静点，他是故意在丽娜老师面前激你。我们组建社团是为了帮那些家境贫困的同学筹集资源，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你不是想赌吗？那就来，就比咱们资助的预备生谁的成绩更好。可以，赌注10点神性，敢接吗？接，为什么不接？就由丽娜老师当见证人，到时候你们输了，可别耍赖。小玲，行不行啊？他资助的徐铁有点猛的样子啊！不争馒头争口气。不过咱们资助的韩武学弟也不差。如果韩武同学能第1个看透僵尸小镇背后的真相，那他就能赢。哎呀，我动不了了，太累了。好，好，你辛苦了，躺着吧，我来收拾战场。多亏韩武的能力在意境中留存下来了，不然昨晚我们就失败了。好的，老婆大人。你乱叫什么啊？哎呀，这不是这里法律规定的关系吗？做戏肯定要做全套啊。懒得理你，不赖。哎，怎么办？和徐铁的积分相差20多万分了，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打情骂俏。你打断胳膊也只有第3的命，不像我轻轻松松。那个孙什么什么，我还有压箱底的绝招没使出来呢。就算我胳膊折了也比你好，快去陪你的塞尔甜心吧。你好损啊！韩武，你给我等着，今晚让弹簧豆好好给你家送礼。随你随你，你高兴就好。咦，4阶种子，魅蘑菇太牛了吧？这不是给我找傀儡战兽吗？而炮车玉米就是迫击炮啊，刷分神器。现在再去搞把趁手的兵器，今晚就是反击之夜。走吧，我们去商店把战利品卖掉，看能不能再去买点高阶种子，免得你那么累。好的，老的，秦。更紧点，你称呼都到嘴边了，叫出来会死啊！还以为这个4阶武王僵尸掉落的踢踏舞图谱是宝贝，没想到商店都不收。不过1晚上的收获换了243个金币，也还算不错了。老板说镇长是冷兵器收藏家，说不定去他那儿能有你这旗杆换到好的兵器。韩府的女主人说了算。为什么不是秦府？那不行，如果是秦府，我岂不是也变成赘婿了？好啊，不要占我便宜！家暴啊！家暴啊！什么？你想要我的藏品兵器？你这个旗杆确实是罕见的装备，可以换。我带你去仓库看看。都在这里了，你挑挑看。咦，那把剑好像在召唤我，一定是和我体内的黑龙之血共鸣了。镇长，
我就要他了。可以，但单凭你的旗杆可不够换的。你还有什么筹码？踢踏舞图谱和2枚3阶种子，这是我全部值钱的东西了。踢踏舞图谱对我没用，我要那2颗3阶种子。成交。友情提示：踢踏舞图谱虽然对我没用，但作为以前小镇的舞蹈皇后，你的邻居萨尔太太应该会很感兴趣。谢谢镇长了。走，我们去拜访一下孙庆年的金主妈妈。哼，气派无夸。韩武同学，你和我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现在你已经滑落到了第3名，早点认输，或许我能宽容一些，允许以后你能和秦爽待在一间教室。老婆，这傻嘚是你朋友吗？不熟。你叫他什么？你怎么敢？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碾压！不理他，我们自己去玩。不只要赢你，我还要让你为侮辱我付出代价。塞尔太太在吗？哟，这不是韩武同学吗？我的新邻居。我已经听小甜心说了昨夜的情况，如果你是为了索要赔偿，那就慢走不送。我汉娜·萨尔绝不会为你的无能做出任何赔偿。韩武，你最好不要自找麻烦。萨尔太太，您误会了。听镇长说，您曾是小镇的舞蹈皇后。我偶然得到一件物品，想着只有您才配得上拥有。不要以为你夸赞我，就能让我改变我院里植物的格局，休想！塞尔太太，你看这样东西能让您改变主意吗？这是……切，拿一个破本子来求和，韩武，你会不会太抠门了点？这是……你懂什么？这是已经失传的舞王舞步，你说个价，哪怕是付出我的全部，我也不在乎。什么？这个破本子居然让汉娜态度转变那么大？万一韩武要求萨尔太太把我扫地出门，那我岂不是完了？韩武同学，咱们好歹同学一场，你看看能不能……塞尔太太客气了，这份踢踏舞图谱您收好，以后如果我还找到相关的图谱，一定给您送来。好好好。这个韩武也太会了吧！韩，真的很感谢你，请原谅我刚才的失礼，以后你可以叫我汉娜，我愿意做你最亲密的邻居。有空来玩啊，韩。3万积分，那得杀多少僵尸啊？难道这才是僵尸小镇背后的真正取胜之时？怎么回事？我收到了和舞蹈皇后汉娜·萨尔建立友好关系的提示，开启了关于她的个人商店，还增加了1万积分。看来是因为我们在镇上是夫妻关系，所以秦爽也能得到积分，这样可太划算了。这是做丈夫的应该做的，不用客气。你真不要脸，不理你了。看看塞尔太太的商店里有什么好东西。智慧果，学长的委托看来能完成了，不过要90友好值，等考核结束再买吧。2个4阶种子都经过定向变异，今晚可以狠狠刷分了。今天怎么没有高级别的僵尸？这些小虾米可不利于涨分。韩武，原来是这样。韩，我撤走了弹簧豆，作为对你小小的回报。看来今晚是没机会大展拳脚，只能去街上看看了。这哪是僵尸啊？这可都是积分啊！通通成为我的积分吧！暴龙斩！爆了！爆了！爆金币了！经过1晚上的战斗，积分差距终于缩小了，不过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咦，你是？你好，我是小镇的居民瑞克格莱姆斯，是小镇护卫队的队长。昨晚我看到了你和僵尸英勇作战的身影，所以今天特地过来邀请你加入小镇护卫队。我只听过银河护卫队，小镇护卫队是做什么的？当然是保护小镇。我们守护在小镇的各个入口，阻止5阶及以上的僵尸入侵小镇。没有小镇护卫队的守护，僵尸小镇早就被那些强大的僵尸大军所淹没了。5阶级以上的僵尸啊，高端局啊！这要随便杀几个，那积分不是刷就上去了吗？瑞克队长，请务必允许我加入您的队伍。我们小镇护卫队就缺少你这种有志青年，欢迎你加入小镇护卫队，希望能贡献我的一份力量。今晚要来哦，路上慢点儿。6万，5万，不是吧？这样的话，那我岂不是第一了？哇，你第一了，第一了，好厉害！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昨晚干了什么大事？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也就是昨天晚上……啊，真是的，一大早的。韩，昨晚你很猛哦。啊，韩，昨晚你很猛哦。啊，你是？想到你昨晚的样子，我就好激动呢。韩武，你昨晚到底干什么好事去了？人都找上门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哎呦，这位是？我是韩武的妻子，你又是谁？妻子？韩，这么年轻就结婚了，闷不闷？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当你的情人哦。什么？情人？我叫杰西卡。韩，今晚小镇护卫队见哦。好啊，好的。看你还很依依不舍啊！你这个渣男，是不是半夜就祸害其他女孩子了？也学孙青年吃软饭了？总有几分长那么快？我冤死了！这个大姐话也不好好说。我昨晚是上街打怪刷积分去了，然后被小镇护卫队队长看中，邀请加入。积分增加是因为加入护卫队的奖励。那你也不早说，人家上门又是夸你猛，又说自己激动的，所以我才……所以你就嫉妒了？谁嫉妒了？我也是为了积分能赶紧赶上许铁，帮你赢赌约啊！你怎么样关我什么事？今晚我去护卫队杀高阶僵尸，院子这边就交给你了，这里都是高阶种子。知道了，那你今晚一定要小心，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你放心，昨晚我试过黑剑，4阶僵尸可以瞬杀，不会有事的。我是让你不要被外面的狐狸精勾走了。不会的，我心里只有老婆大人。韩，这边。韩，好久不见，想我了吗？几个小时前不才刚见过吗？哎，杰西卡，你又来了。韩是有妻子的人。韩，我是巨锤强森。韩先生，你擅长怎样作战？黑龙化，我可以2段变身。哇，太厉害了，果然是我喜欢的类型。队长，不如你就把他交给我带吧，我最喜欢和小帅哥在一起工作了。真拿你没办法。那好吧，今晚就由杰西卡来引导韩。韩，僵尸战斗很危险，你要听从杰西卡的安排。战斗准备！竟然是2颗5阶植物，而且一个是烈焰射手，一个是冰霜射手。这巨人千国融合。剑客剑南，哨兵反松，融合。出发吧，战斗已经开始了，一起上了！来呀，都来呀，来吃子弹啊！先看别处吧，吃我一城！什么？给我去死！
这也得交给我了。这就是高端局嘛，太精彩了！我也不能落后了。我可是杀神韩武，哥就是这么闪躲。小心！他又来了，快躲开！啊！去死！5阶僵尸比4阶僵尸的耐受力强了数倍。你虽然伤了他，但他并未丧失攻击力。不要逞强，先打辅助，跟紧我。好。啊，累死我了！你们打兴奋剂了吧？这么能打？小帅哥啊，战斗才刚刚开始，你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这身体素质可做不了我的情人。我要是依旧保持神性生物的体质，又怎么会累成这样？打到天亮都没问题。猜猜我是谁？异变之源，你终于有时间搭理我了。我仿佛闻到了深闺怨妇的腐臭。刚才听到有人在说你这身体不行，作为我异变之源的载体，怎么能为女人说不行？我决定给你一个权限，让你在那个雌性生物面前雄起一把。这个权限叫基因锁，做好了咱们发车。啊，玩这么大的吗？好舒服，感觉自己活力四射了。看他们和植物合体，就又猛又持久。既然如此，让我也试试。这是光芒四射的男人啊！难道是天使降临了吗？起上！保护函，打住他！知道吗？不好，6阶僵尸防御力太强了！韩，快逃啊！来的正好，就让你们看看我和烈日太阳花融合的效果。赢了，赢了，我们赢了！韩，你真的太棒了！赢了，太棒了！你小子可以啊！载体，打开基因锁的感觉爽不爽？爽，太爽了！那接下来我就该告诉你坏消息喽。坏消息啊！你又想对我做什么？我没有什么能供给你了，我的神性都是好不容易才……谁要我的东西呢？小家子气！坏消息是，基因锁有副作用罢了。啊，原来不是要狮子大开口，原来只是副作用。啥玩意儿？还会有副作用？这你不早说！我会怎么样？会惨吗？淡定，作为我至高无上异变之源的载体，你怎么胆子这么小？副作用不会危险到你的肉体，只不过你不能持续使用基因锁。按照你们的话，就是 CDK 需要冷却。你懂得还不少，副作用只是冷却那还好，不过我的冷却时间是多久？如果不遵守冷却时间，会有什么后果？以你现在弱不禁风的身体素质，每10天勉强可以用一次基因锁能力。如果频繁使用，则会基因紊乱，临时变异成为永久变异。怎么，想试试吗？不了，我可不想一辈子变成一颗圆圆大灯泡。韩，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别担心，没事儿，我挺好的。小帅哥，你刚才的表现已经完全征服了我，现在你有资格做我的情人，有没有兴趣和我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啥？杰西卡，你别折腾韩了，他消耗这么大已经很累了，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韩，你累了可以回去休息，剩下的5阶僵尸我一人就能轻松应对。
我确实有点累，剩下的战斗就辛苦各位了，我先去后面歇一会儿。接下来的10天不能用基因锁，只能提升基础战力了。对了，我不是开启了护卫队成员的个人商店吗？赶紧去买，氪金氪金，脱飞入欧。哎，植物融合术正好可以顶替基因锁技能冷却的空档。这堆垃圾就让你满足了？植物融合术不过是粗浅生命体跨界嫁接的手段吧？哼，这可花费了我和汉姆70的友好值呢。被你说的那么没用，还不是你的基因锁要冷却那么久？这堆垃圾就让你满足了？植物融合术不过是粗浅生命体跨界嫁接的手段吧？哼，这可花费了我和汉姆70的友好值呢。被你说的那么没用，还不是你的基因锁要冷却那么久？那是因为你的小身板子太弱。信不信我稍作修改，就能让这门植物融合术上一个大台阶？我只收你2点生性，怎么样？没钱，走好，不送。瞧你小气巴拉的样子，那1点生性不能再便宜了。那好吧，成交。切，和我环北小商品市场还价王讨价还价，你个蛮荒之地的异种还差远了。还好呢。我擦！改良后的植物融合术能够融合的植物从1株变为了3株，其中还有1株为6阶种子的名额，我牛啊！记得啊，欠我1点神性，少不了你的。我的属性是暗，那第1个卡槽就给5阶死亡大丽花了。哈，积分拉开了，秦爽也上来了，看来不用2天也能干过虚铁。哟，忙着呢。心情不错，看来是和那个辣妹玩的不错。还行还行。这堆是你的，自己拿去卖去。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了，你拿着吧。再说2口子之间那么见外干嘛？早晚撕了你的嘴！说好不约你就别约饭。秦爽可不是爱占人小便宜的女孩。好吧好吧好吧。我要去和塞尔太太学舞蹈了，你自己休息吧。早点回来哦。大家伙儿，我来了。小帅哥，你好。你们怎么了？都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小帅哥，你不知道，今夜是1月1度的月食之夜，僵尸的入侵力度要比往日更猛烈。上一个月食之夜，护卫队的成员茉莉姐姐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茉莉的死是我的责任，我瑞克保证，今夜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们死在我前面。瑞克队长，今晚我可能保护不了你，答应我，如果遇到危险，马上就跑，不用管我们。哎，不用担心，我是个男人，应该让我来保护你才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啊，别搞得跟夫妻情深似的。今晚这么危险，得赶紧去公祭商店武装自己，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我全要了。这里放金龙草，金龙草也是巨龙基因，能吸引黑龙血了。灿烂，时间到了。僵尸变异了，他们等级都会提升，大家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收到，队长。好的，队长，放心交给我们。看来今天跟往年一样不好对付，希望今年不会有人员伤亡。僵尸来袭，全体人员进攻！我的，不行，这个僵尸高度太高了。我来帮忙。好，杰西卡，掩护你们进攻。我也来帮忙。爆斩，拿下！来吧，来吧，去死！哼，嗨，干得好！没想到短短9天，你的能力就有这么大提升。好嘞，快退后，还得更好！不行，
这只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数量太多，人员体能消耗太大了。杰西卡，去找施瓦辛格镇长，让他派人增援。你们承认，等我！你们承认，等我！来的简直太是时候了。瑞克队长，我来为大家争取时间。韩，不要勉强，不行的话就跑。我也是小镇护卫队的一员，理当为保护小镇百姓出力。基因锁开启，植物融合。什么？短短9天，基础能力提升了那么多不说，居然可以植物融合了，数量也太多了吧！这样打下去，迟早要废。又来了，有完没完呢？韩，坚持住！一鼓作气，杀过去！快停下，前面有问题！武器，这种情况以前可不曾见过呀。看来这次异变不简单呢。施瓦辛格镇长，我们能够看透黑暗，但看不透雾气。你有什么合适的植物，尽快拿出来吧。试试它吧，应该可以吹散雾气。我的天，这发育速度也太快了吧！金茶之眼，我去，这是神器啊！韩，如果你喜欢种花盆，回头我可以送你几个。刚才听瑞克说你今晚表现很好，等月食结束，我会代表小镇嘉奖你。谢谢镇长。镇长的个人商店一定有很多宝贝吧？哇，这个植物好啊，简直是病毒式攻击！拿下，去！再多点，再多点，我就可以试出新玩法了。加油！黑死菇蔓延的差不多了，生命献祭也可以发挥作用了，成败在此一举。一举两得，既清理了丧尸，又获得了献祭奖励。不过，让我怎么选？我的定向变异搭配能够使植物不老不死的黄金花盆，未来会有无限可能。拥有9阶种子也不成问题。不好，僵尸群又起来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怎么还有这么多？黑死菇的威力还是太小了，我得抓紧时间发育它们。3项定性变异，给我同时进行！太棒了，韩！这波僵尸群完全被你压制了。月食来到最后阶段了，僵尸群的反击会格外强烈，大家小心。这个月下一看就不对劲儿，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家快后退，组织其他人集中到入口处。会死吗？今天的丧尸怎么会这么强啊？我好怕，怎么办？怎么办啊？大家的气势下，这仗就没得打了，得让大家振作起来。僵尸没什么了不起的，相信我们一定能赢，大家放心。打得好，好样的！太好了，太好了！大家，什么？小心，韩！等等，你这样过去只是送死，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层层推进。可恶！韩，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来救你。韩，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来救你。杰西的舌头，你给我松开！啊，糟糕，光顾着挣脱了，得赶紧回去帮瑞克他们。怎么回事？飞了这么久都没找到瑞克他们，
载体，还没想明白吗？你被困住了。什么？那你有办法助我脱困吗？作为神河文明第一序列的超级精灵，这种小场怎么可能困得住我？一点神线，保你安全出去。神信没有，要命一条，要去拿去。那载体，你就自求多福吧。身为你的超级精英，我可以免费赠你一个忠告：不要试图耗到天亮来脱离困境，因为在你进入迷雾中的那一刻，你的时间就已经停止了。如果真和他说的一样，那我确实危险了。不过，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不对，难不成还要我上天入地？啊，是了，那就上天！我就不信这迷雾没有尽头！啊，这是罩子，真把我当梦中之变了吗？这么坚固吗？那让我看看能撑多久！这是什么？外域人，欢迎来到我的领域。是这棵古树制造了这一切吗？而且他怎么会知道我外域人的身份？外域生存模拟的考核身份曝光，我不是完球了？外域人，不用紧张，我不会杀你。那你把我拉过来做什么？因为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来拯救这个世界。你想要让我灭掉所有的僵尸？不，该被驱逐的是小镇上那些居民。这里面有故事啊，能展开讲讲吗？我是智慧树，是这个秘境的守护者。这里一直很太平，直到一名外域人找到了这个秘境，并强行将秘境占为己有。他还派了大量眷族来自采集被我教化的特殊植物种子，当做特殊资源向外贩卖。我眼看着自己的子孙们被当物品贩卖，怎么能忍心？但我们这里和平了万年，根本就没有战斗能力，无法对抗入侵者。我只有去找掌管死亡的神明，以信奉死亡为代价，祈求获得复仇的力量。有着能将尸体转化为僵尸的能力。随后，僵尸和人类的战争绵延千年。于是，在30年前，我主导发起了一场组。我以为胜券在握，但在危急关头，一名强者如彗星般降临。他不只用了黑暗的地方，培育出大量4级特殊植物火龙草。凭借火龙草强大的杀伤力，让我们久攻不下。多年后，我才醒悟到，那个神秘人可能也是外域人。而今天，在我又一次发起总攻时，我注意到了你，你同样拥有非同寻常的手段。所以你是想让我背叛小镇来帮你？如果你愿意帮我，我可以给你10枚智慧果。10颗智慧果，就是10点神星啊！我还可以送你3具神尸，虽然他们已经死去1000年，但肉体依旧存有活性。这也太好了吧！先不说我能不能打退人类，这僵尸小镇是帝都学院的珍藏，背后的神明有很大可能是帝都学院的高层领导。若是我帮着智慧树引来背后神明的不满，才是最大的麻烦。请原谅，我不能。如果你愿意帮我，我可以向伟大的死神殿下引荐你。死神殿下，那不是有机会得到强大的5级神职死亡吗？如果我能获得，那可就是万神敬仰的存在。死神殿下，那不是有机会得到强大的5级神职死亡吗？如果我能获得，那可就是万神敬仰的存在。没错，现在你愿意答应我吗？我尽力去试试吧，但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要沟通神域，将我的眷族接引过来，不然以我个人的实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是不行，但我需要你向死神殿下宣誓，如果敢违背誓言，麾下眷族便会受到死亡诅咒，直到种族灭绝。这是怕我和之前的外域人一样过来霸占整个秘境？你还是低估了5级神职
死亡对我的吸引力了。我愿意对死神殿下起誓。这就被盖章了吗？熟悉的神域体系，我现在应该达到了领主生命体的层次了。好了，外域人，希望你尽快完成我们的约定。你大爷！这老树还真不客气，也不象征性挽留我喝个咖啡啥的。唉，该怎么把小镇居民都赶走呢？先飞回去再说吧。是韩回来了。什么？韩，你没事太好了。杰西卡，我有家室了。你太棒了！大家都以为你要消失在迷雾里了，所幸没事，实在是太好了。为了表扬你的贡献，我要给你颁发好镇民奖。没事。可以折现吗？月食之夜过去了，我们胜利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我还怎么赢？既然正面赢不了你，就别怪我下黑手了。你就是镇上最厉害的杀手，这里是8000金币，给我干掉韩武。任务已接受，无需多言。我将以我的荣誉担保，完成您的诉求。这个徐铁，正面干不过就想玩阴的。既然如此，你被我干掉也怪不得我。蝗虫卷族进城觅食。这些蝗虫都是你的眷族吧？你怎么把他们带进来的？你想干什么？这是秘密哦，如果告诉了你，那我就只能做掉你了。让我！我出来！徐铁，你别告诉我这事和你无关。哟，徐大少啊，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啊？韩武，你太无耻了！特殊植物比不过我，就用蝗虫卷族来破坏我的植物，你以为这样就能击倒我？你别乱说，卷族怎么可能进到这里？想要污蔑我，也要讲逻辑啊！再说了，我数学不太好，1200多万好像比700多万高不少吧？你追得上我吗？哦，靠你心爱的小摩托吗？你就嘚瑟吧，韩武！马上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老板，我要杀虫剂，我也要！大家不要着急，冷静。各位听我说，店里的杀虫剂真的卖完了，我们一定抓紧制作，请大家明天再来。卖完了，怎么办？杀虫剂卖完了，我的植物就没救了。谁说不是呢？我的4阶食人花只剩杆了，今晚怎么活呀？各位镇里的居民，小镇紧急启动避难方案，今晚会开启小镇教堂，供居民们避难。大家先度过今晚的难关。趁小镇居民避难不在家，让蝗虫加快啃食剩余的特殊植物。这样，等特殊植物都被啃食殆尽，小镇的居民便没法抵抗僵尸。到时候，他们就算不想搬走，也得搬了。你来了。今天任务比较轻松，僵尸大军昨晚伤亡惨重，今天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不过，你如果想陪着我，我也会很欢迎你在我身边哦。那我就去周围逛逛，捡捡漏。好的，我知道了。没想到这个徐铁这么急着杀我，那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静候他们。二位，
终于来了，你们可让我好等啊！他怎么会知道今晚行动？你告密了！你可以侮辱我的品性，但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素养。算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武，你今天会死在这里。你确定你敢杀我？这次大课，学院必定会有记录。杀了我，你怎么和学院交代？杀你的是小镇的杀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和一个死人啰嗦那么多干嘛？我要出手了！哦，平山，什么？特效，8000金币，就这点能耐？接下来该我出手了，孩儿们，结课了！哈哈哈哈！啊，不可能！为什么你能召唤卷族？你作弊！我杀了他！腾龙罩，威严腾龙罩！你，我亲自招待。你不能杀我！这次大课学院一定有记录。你如果杀我，你要怎么和学院交代？哦，也是。那我就把你打残，丢进僵尸堆里。僵尸会不会把你杀死，就和我韩武没有关系。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救命啊！你觉得你跑得掉吗？啊！别过来！不要打了！我的家族不会放过你！你就等着真实的报复吧！好啊，谁不来谁是孙子！啊！别啊！不要啊！就这还8000金币，骨头渣都不剩，还得是我的小强们。大家伙抓紧，继续清理居民的特殊植物，务必在天亮之前清扫完成。完了，我的植物都没了，根儿都没剩啊！以后要怎么生活啊？镇长，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夜里这么多丧尸，我们完全没有对抗的办法了。是啊，而且教堂也不够接纳所有的居民呢。这样下去，我们肯定要完蛋了。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很难，只是……镇长，我有一个想法。韩，你说说看，你们有没有考虑换一个世界生活？我们可以去别的世界吗？我早就受不了这里的生活了。就是，僵尸袭击搞得我多久没好好睡觉了。韩，不是我们不愿意去，但传送门已经在对抗僵尸的战争中损毁，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能去哪里。既然大家是这种想法，那就好办了。我有办法能重新构建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通道，大家给我点时间就行。好啊，韩，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我一定全力支持。好啊，韩，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我一定全力支持。情况就是这样，镇上的居民都愿意搬，只需要你修复传送通道，而我也能找到安置他们的地方。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能等到这一天了。谢谢你，外域人，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韩，传送门真的会在满月时出现吗？你们看，那是智慧树吗？真的是智慧树！天哪，它已经多少年没出现过了！我的天，传送门真的出现了！谢谢你，韩，你真的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各位，我们有缘再见。谢谢你，韩。再见了，韩，你一定要记得我。我们还有机会再见的。终于结束了，真是好漫长的一次考核呀！各位同学，本次秘境僵尸小镇的考核到此结束。首先，恭喜能成功回来的各位同学，但遗憾的是，本次生存考核有2位同学在秘境中陨落，希望来世他们能有更强大的实力应对考核。果然，在秘境中陨落，在现实世界也会消亡。这种考核未免太残酷了些。徐铁，你可别怪我。同学们入座，下面来宣读本次大课的成绩。第1名韩武1600万积分，第2名秦爽1203万积分，第3名孙庆年1000万积分。老师，我举报韩武作弊。这家伙竟然没有死，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徐铁同学，你有什么证据？我们在僵尸小镇里看到了韩武的眷族蝗虫，而且我还亲眼看到了韩武他召唤出他的傀儡。对，我也看到了。本次大课的主题为域外生存模拟，并未提及不能召唤眷族。韩武同学凭借自己的努力，将眷族召唤到秘境里，有一部分是运气，但更多的是实力。老师，在包庇韩武，我要求向更上级反映情况。你要和谁反映情况是你的权利，不过对你不尊敬师长的行为进行惩罚，则是我作为指导老师的权利。这么强大啊！既然你想向上级反映情况，那就先罚你去黑域位面做1年苦力吧。黑域位面，我不要，我。还有其他同学想去陪徐铁同学吗？丽娜老师说的对，怎么能不尊敬师长呢？对，都是徐铁的活该。那下面颁发大课奖励，韩武同学获得翡翠花盆，秦爽同学获得。韩武学弟，这里。学长学姐好，我总算不辱使命，带来了智慧果。了不起呀！1颗还是2颗？抱歉，考核结束前用所有友好值兑换智慧果，加上智慧树给予的，我一共有12颗，就先拿9颗来交换神性吧。我能力有限，只有这些。不过9点神性也不是小数目，要不然打个折。竟然有9颗，韩武学弟牛啊！多亏学弟你得了第1，我们才从黄凡人这里赢了10点神性，所以不用打折，这9点神性你就收好，以后跟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吃香的喝辣的，有命享受吗？你就是害我输了10点神性的韩武。黄圣君，你想干什么？猛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人输急眼了呗。这人叫黄圣君，和我们一直不对付，在考核开始前又来挑衅，所以我们就和他赌，谁支持的人能在考核中得到第1。学弟你给力，帮我们赢了他10点神性。这位学长，不知道你支持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用火龙草的小子。是徐铁啊！那黄学长你是真瞎，有种再说一次！再说10次你又能怎么样？你小心点儿，下一次大课是和学长对战，得罪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地狱。学弟，这次对不起了，我们之间打赌，却害得你得罪了黄圣君。大课里我们又没办法保护你。猛哥，没事的，我这几个月受过的威胁还少吗？不也茁壮成长着吗？这次大课结束，我也有不少收获，我就先回去抓紧提升自己了。韩武学弟，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们，我们一定会挺你的。神王殿下，有位半神求见。带上来。半神何事求见我？拜见神王大人。小人张刚，这次来是汇报有神和废墟相关的线索，我有怀疑的对象。快说，若然属实，重重有赏。神王大人，这蝗虫尸体是小的在神和废墟遗迹里发现的，而我正好知道一个眷族是蝗虫的神域玩家，他叫韩武。这件事相信和他脱不了干系。韩武，你还知道他多少消息？他是一名高中生，无父无母，目前已经转到了帝都学院当预备生，目前等级是神性生物。什么？神性生物？觉得一个小小的神性生物就能够进入神和废墟，并且击败我派出的6名半神？神王大人息怒！小的起初也不相信韩武能够去神和废墟，可小的拿着韩武照片实地探查，确实发现了韩武去过神和废墟的蛛丝马迹。而且我在辐射矿石商那里查到韩武曾在他那儿购买了一批辐射矿石。另外旅馆的神域登录器也有记录。半神，你最好别用假的信息蒙骗本尊，否则本尊绝不会放过你。拿着你的奖励退下吧。多谢神王大人。带上信号器去给我测试那个韩武，我要确定他是否盗取了我的宝贝。如果真是他，我要让他化为灰烬。看来天凉了呀，后面的大课我得好好准备，抓紧升级啊。丽娜老师给的果然是好东西，这个6阶鬼影藤配合植物融合术，可以施展强力的鬼影闪能力。
那我将翡翠花盆和6阶鬼影藤种子绑定，日后就会源源不断的得到6阶鬼影藤种子。神师可以练出神性血肉能量，可以催化出蝗虫领主。到时再给蝗虫领主服用智慧果，那战力绝对能上。咦，丽娜老师现在找我？丽娜老师，韩武同学，有个不太好的消息，是不是和秘境僵尸小镇有关？僵尸小镇是帝都学院3大主神老师之一徐海主神捐给学院的，现在小镇因为坐标被破坏而遗失，徐老师已经查到是你所为，现在很是愤怒。那我会被开除吗？当然不会，这并不是违反校规的行为，只是徐老师心中有气，所以要和你在明天进行对决，到时候我会当裁判的。有丽娜老师在，我就不担心会被打死了。你这孩子，到时候尽力而为就行，徐老师也不会过度为难你，放心吧。该来的还是来了，反正躲不过，睡个好觉，明天玩命。尽力就行，打不过赶紧认输。加油！好伙伴，有你们这么加油的吗？韩武同学，快和徐老师问好，打不过就赶紧认输。徐老师好。韩武同学，和你交战，我不会动用任何能力和神术等措施，只会出动100万眷族和你对拼。无论输赢，你破坏我秘境的事都一笔勾销。你可有异议？学生不敢，学生一定会尽全力对战，不让老师失望。好，对决开始。本次对决场地为丘陵，2位可以召唤眷族了。来吧，智人大军，出动！这是什么怪物？气势太强了吧！这是超稀有的人类亚种智人，天生超凡生命体，拥有极高的潜力和智慧，成年后稍加努力就能晋升到英雄生命体。虽然这里面没有英雄生命体，但他们身上散发的气势完全不比英雄生命体差。韩武学弟要凉啊！学弟投降吧，投降输一半，君子报仇10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果然，这个韩武还是被吓到了。韩武同学，你不召唤你的眷族吗？换，这就召唤！竟然是超凡生命体，而且数量还如此恐怖。什么？那个是灵种生命体？从后面是名矮人，领头的竟然又是领主生命体。牛魔族怎么还是领主生命体？剑凤族的领主生命体，你还有什么眷族？我都快没词儿了。还有骷髅族，1名领主生命体，还有1名拥有最强英雄生命体战斗力的控股者。这种规模的军团，半神都不见得能够凑齐吧？这小子真的只是个神性生物？我操！我一直以为我在学习竞技场是惜败，现在看可能是毫无机会啊！自信点，把可能去掉。韩武学弟这个阵容，在我们大一学院里能凑出来的应该也没有几个。若他能够正式进入帝都学院，必定会一飞冲天。韩武学弟加油，展现你真实的实力吧！加油加油！天魔城军团出击！怎么，船都被挡住了？不好，剑锋虫撤下，神轮虫上去掩护。这点防御，想挡住智人还差得远呢。这元气弹吗？这位主神是看过龙珠吗？发射！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办法把智人的龟壳破开才行。真锤出阵！破晓之锤，有错！成功了！蝗虫人出击！韩武学弟这把说不定能行，我就知道韩武学弟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加油啊，韩武学弟！哼，以为击破了屏障就能打败我的智人吗？游戏才刚开始。蝗虫虽然数量众多，但战斗力实在太低。不过这叫1万敌，
能干掉几个智人，我就有希望了。因为我的后手在这儿，这个我的骷髅灵骨。不行，智人太强了，自主战斗技能都是满级，倒下的智人数量太少了，得提高蝗虫们的攻击力，以便支援。载体，你这次的对手等级太高，为了不被发现，我就先下线了。定向变异和基因锁先进了，咱们回见。喂，你玩我呢？欺软怕硬啊！喂，精神小伙啊，出来啊！啊，看来定向变异是没戏了。小骷髅争口气啊，就看你的了。啊，来了，绝招来了！我操！韩武同学，亡灵族的优势确实很大，他们以战养战的入侵方式，在上万年前是所有文明都畏惧的噩梦，但那终究是历史。经过无数神域玩家的钻研，克制亡灵的方法多不胜数，真神以上，几乎每个都有着不受亡灵影响的底牌。如果你把这招当做自己的杀手，那你未来的路是会相当坎坷的。如果你把这招当做自己的杀手，那你未来的路是会相当坎坷的。蝗虫们攻击不小，造不成大伤害，骷髅无法召唤，小骷髅和控骨者就被完克了。牛魔和赤鹿矮人几千的数量都不够智人军团塞牙缝的，难道要认输了吗？不好，整体剑锋和牛魔散了，看起来战绩优势，但包围圈已经形成了，再下去他们只会脱离而死。暗皇出击！黑色剑士带有黑暗的腐蚀特性，又带有影的定身特性，中招的部分智人军团受到腐蚀和定身影响。智慧果然不同寻常，暗皇只是吃了一些，就已经进化成这样。这群智人恢复的也太快了吧！靠的火慢啊！谁在说话？夏天，你快看，是黑龙，纯正的巨龙血脉。韩武学弟居然还藏着这么个大宝贝！我的天，这是未来有可能晋升君王生命体的纯种巨龙。孟子，你输的真不冤啊！没办法，谁让韩武学弟实力这么强？啊，小强对不起智人也太强了。才预备生阶段就能有这样的实力，前途无量啊！战斗力强，复原力更是恐怖，这样下去，还真说不定谁输谁赢了。我说韩武同学，不如咱们停战吧。停战？不，艾尔菲斯不答应。我有没有听错？是徐海主神主动要求停战？难道是连徐海主神也怕了韩武学弟？我的天，这要是传出去，那韩武学弟不是要……韩武要什么？你们这群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徐老师要是出全力，韩武连一丝机会都不会有。徐老师是惜才了。丽娜老师，韩武同学这一战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苗子。你们这位韩武学弟，怕是真的要一飞冲天了。韩武同学，我已经消气了，再打下去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且我打算把剩下的智人军团当做礼物送给你。不能停，继续打！别闹！徐海老师，您说真的？智人眷族虽然送你，但我有一个条件，等你正式进入帝都学院，必须拜入我的门下。啊！拜入您的门下？还不赶紧谢过徐海老师？徐海老师可是帝都学院最有名的3位导师之一，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教学水平一流。每届想拜入徐海老师门下学生，能够排出500名长队。才500米，按1米2个算，也才1000个人。是呢，帝都学院每年也不过招生2500人而已。老师，我愿意成为您的学生，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能拜师。看来你同意我的条件了，
这剩下的82万智人眷族就收入到你的神域中吧，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小小的资助。不过拜师需要等你正式进入帝都学院再说，别人我不管，但你做我的学生，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在正式进入帝都学院之前，必须晋升为完美半神，明白吗？明白。除此之外，你需要从死神的口中得到关于死亡神职的线索，这是另一个考验。完成这2点，你就能正式成为我的学生。好的，老师。好学弟，恭喜你啊！热闹看够了，今天你们所看到的一句话都不能往外泄露，特别是不能泄露给你们老师，明白吗？徐老师，您知道我们老师的脾气，他如果问的话，我们怎么敢不说啊？明白明白，打死都不说。你们3个真是胆大包天，连主神的主杠都敢抢。韩武，你能帮我个忙吗？我的家族想和徐铁的家族联姻，而我就是那个可怜的牺牲品。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一套？你父母能同意？我爸妈只是刚获得神职的半神，他们改变不了太爷爷的主意。我太爷爷是家族里唯一的真神，他的决定对于家族而言就是神谕。联姻的对象是谁？徐铁吗？原本联姻对象是徐铁，后来因为徐铁在大课上失败，所以联姻对象换成了徐铁的哥哥徐刚。看来徐家要娶你过门的决心很坚定啊。说吧，需要我怎么帮你？韩武，谢谢你。谢啥？毕竟咱们也做过一阵子夫妻嘛。你看，这样才像你，所以别发愁了。如果你不想，我就陪你去推掉联姻的事。我的老天，你不会是个公主吧？秦家庄虽然和帝都比不了，但也是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小姐，老爷和夫人特地命老奴来接你，他们已经在老宅等候了。辛苦你了，钟叔。这位是我的同学韩武。哦，原来是小姐的同学，那一定也是帝都学院预备生般的天才少年啊！失敬失敬。钟叔，您客气了。出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能不能成。没事的，有事我在，肯定没问题的。好。到了。联姻，就知道推我女儿上，没这道理。这联姻谁爱去谁去，反正我女儿不去。六，话可不能这么说。爽儿自小享受家族资源，还有今日，他理应为家族分担一些。我说老三，你们谁家孩子不是自小享受家族资源？怎么不见你们来分担一次？这家人真是乱七八糟，把孩子当货物了吗？我才不要被嫁去徐家！胡闹！家里长辈谈话，岂容你个小辈插嘴？来人，爽小姐累了，带爽小姐回房休息。小爽，你是家族的一份子，就该为家族出力。徐家也是真神世家，家产丰厚，你嫁过去以后，资源定不会少了你的。我赞成，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指头。六，你这是溺爱孩子，这是在害她。我闺女，我溺爱我乐意。我女儿是帝都学院的预备生，未来有望晋升真神的存在，我绝不允许你们毁了她的前途。反了！老六是想让真神老祖来亲自求你，你才肯同意吗？女儿优秀，但她现在连半神都不是，想要成为真神，还不知道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之后的事儿。现在秦家只有1名真神，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保住这一尊真神。知不知道，如果秦家没了真神，周围那些对秦家虎视的家族会怎么做？我想你比我更清楚，那是你我都承担不起的。钟叔，秦爽联姻和唯一的真神有什么关系吗？哎，秦家唯一的真神在外域文明游历时惹了事，被强制扣押等候行刑，并且那处文明必须真神才有资格去交涉。秦家找来找去，也只有徐家真神愿意出手，所以秦爽的潜力未来有很大可能成为真神。徐家想趁此机会把秦爽收拢，如意算盘确实打得响。等等，真神？怨种不就是真神吗？
你又缺神性了？哦不，我这次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到外域文明去解救一名受本土真神囚禁的真神神域玩家。具体位置是……那个外域文明我听过，那名真神我也知道，很强大，只是和我相比还弱一丢丢。这么说，这件事你答应了？先说你的报酬有多少？太少我可不去。请真神的代价必然不小，这笔报酬如果让秦家支付，不菲的支出也会让秦家对秦爽有意见。帮人帮到底吧。报酬使用圣物之源支付，你觉得要多少圣物之源才能够你的出场费？好说好说，我修复我的神枪共消耗了3万颗圣物之源，那这一次的费用也定为3万颗圣物之源吧。好，那就一言为定，3万颗圣物之源换你去营救一名真神，我给你坐标，来签合同吧。小爽，你不能这么自私！等一下，小子，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秦家的老宅？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他是我的同学，是回来帮我的。帮你的同学？我看是你在学校处的小相好，难怪一直不肯答应和徐家联姻了。你胡说！小爽，你是真神后裔，要找也得找门当户对的男人。小子，我问你，你家有真神吗？我家就我一人，没有真神，连半神也没有。六神花露水倒是有几瓶。贫嘴！连真神都没有的家庭，拿什么养你？你若是嫁给他，还不得天天喝西北风？这张神力储蓄卡里有5个亿，足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过完下半辈子了。拿了这些神力，离开小爽。好啊，既然如此，这5亿神力就当我用来请真神出手营救秦家太爷的资金了。小爽，这5亿神力足以让你看清一个男人的真面目，听到没有？他还说要用这5亿神力当做请真神出手。什么？用5亿神力来请真神出手？5亿神力请真神出手？开什么玩笑！以为真神是路边大白菜，想请就请吗？嘿嘿，我看这小子就是在故意拖延咱们营救真神的时间。这小子虽说愿意为爽儿出头，但说的话也太没谱了。爽儿，你还是让你同学……他说能用5亿神力请真神出手，就能做到，我相信他。小子，既然你说能用5亿神力请真神出手，那就来。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用这5亿神力请来徐家真神的。谁说我要请的是徐家真神？难不成除了徐家就没有别的真神了？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神力也拿了，赶紧滚！要不是看你是小爽同学，我就……大哥，等等！这是真神的威压。我邀请的是另一位更强的真神，看起来他是到了。对，一定是这样的。秦家屹立这么久，家主有难，怎么会没有几名真神来相助？小子，那名真神到来之后，你的谎言便会被戳穿。对，说的都对，行吧？人到了，你们自己问吧。韩武在哪儿？这里。哦。恭迎真神，您一定是听说我家老祖遇难，特来伸出援手的吧？劳您大驾，若能救出我老祖，一定重谢。半神，不值一提。你就是韩武？难道这尊真神真的是爽儿的同学请来的？这小子真有这么大能耐请来真神？从结果上来看是这样的，没错。是我。哦，是个小鬼就算了，竟然还是个半神都不到的神性生物，我还和他称兄道弟。你真的是平常和我聊天的那个韩武？哎，不就是我吗？老袁，这圣物之源你总认识吧？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你看起来也挺年轻的。这些都是你的家人？不是，和我没啥关系。来了，这小子是记仇了。老六啊，那小子，韩武小兄弟是你女儿带回来的同学，你可一定得劝他帮帮秦家。啊，对呀，六弟，咱们身为秦家人，
一荣共荣，一损共损。你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钻牛角尖，弃秦家不顾啊！老六，你自己想想，如果这位真神出手，你女儿就不会被嫁到徐家，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哎，闺女啊，不得不说，还是你看人准，找的小对象比整个家族的人都有本事。现在这个机会，你可一定要抓住。若是能够把你太爷救回来，你就是家族里最大的功臣。看到时候谁还敢拿你的婚事做筹码？爸，你瞎说什么？我俩不是那种关系。早晚的事儿，你的脾气爸爸还不懂。你如果没看上这小子，会把他带回家。而且我看这小子还不错，你去和他说说。喊我。秦爽，你过来的正好，他已经同意去帮你救秦家真神了。你通知你的家人，把一些与秦家真神相关的信息和信物拿来，他这就出发。这么快？报酬方面呢？真的是报酬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就好。5亿神力怎么可能够？一定是韩武自己贴了钱，他对我真的很好。别忘了你答应给我的报酬。忘不了。老袁，你就放心去吧，路上小心。韩武小兄弟，辛苦你了。饿吗？韩武老弟，第一次来秦家玩，我带你逛逛。这件事如果不是秦爽拜托我，我是不会理会的。所以辛苦的是他，你们应该感谢的也是他。好，好，好，这小子很好。哎，这下欠韩武的也太多了。你们看到韩武和秦爽了吗？操场那边都没见到，食堂那块也没有。妈的，2天了，韩武和秦爽2天没出现了，肯定是一起去秦家了，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爷爷，我敢肯定，秦爽一定是和韩武那小子回秦家了。他们这样是不给我们徐家面子呀！传约定的孙媳妇竟然和其他男人混在一起，传出去还得了？徐刚、徐铁，你们和我去秦家。是，爷爷。韩武，这次还不整死你！5亿神力共换来10.3万颗圣物支援，3万给袁仲留着，剩下的7.3万将暴食律法升到4级。看样子，我很快就会有一支蝗虫英雄军团了。你在想什么东西啊？口水都流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钟叔，出什么事了？徐家真神带着徐刚、徐铁来了，六爷让我来报信，你俩去躲躲吧。按照法阵的预警，不用10几分钟，他们就到了。徐家真神没事先通知，便降临秦家庄，十有八九是为了联姻一事。现在老祖已经有真神去营救，这联姻就可以不算数了。老六啊，你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徐家真神可不是省油的灯，若是知晓了实情，还不得以秦家戏弄他为由，把秦家搅得天翻地覆？那就不告诉他实情，继续拖下去，拖到老祖回来。说的轻巧，你以为徐家真神是傻子吗？他这次亲自到来，就必定是算好了的。哎，现在家族无真神坐镇，若是徐家真神真要联姻，最好还是答应他，否则一旦真神发怒，整个秦家庄上千万人口都要遭殃。放屁！如果答应了他，我女婿那怎么交代？你们可别忘了，是我女婿请来的真神朋友去营救老祖，他才是咱们秦家真正的恩人。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六，你怎么能这么自私？难道你想整个秦家庄受你女儿的牵连？什么？我自私？什么叫受我女儿的牵连？你给我说清楚！别吵了，你们俩能不能成熟点？两边咱们谁都得罪不起，就来个比武招亲，让他们两方自己斗，谁赢了，秦爽就归谁。你们这是把小爽当货物吗？我倒是觉得大哥的主意好，这样咱们秦家谁都不得罪。老六，你别犹豫了，这是目前保全咱们秦家的唯一方法。后辈为何无人前来迎接？徐老祖，您大驾光临，真让这老宅蓬荜生辉啊！废话少说，本真神此次前来是打算在出发营救你家真神前，把孙子的婚礼办了。尔等快去把秦爽小妮子叫出来吧。徐老祖，小女的同学已经请到真神前去营救我家真神，
还请徐老祖能高抬贵手，放小女一马。一个半神也敢逆本真神，就当本真神没脾气吗？请徐老祖收了神通吧。住手！不要回过我家！哥，那个人就是韩武。很好，他活不过今天了。小妮子，想让本真神放过秦家，你就乖乖去和我的孙子举行婚礼。本真神不会亏待家人。谁要和你孙子举行婚礼？痴心妄想！秦爽，徐老祖别动气，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等我家老祖回来，一定会好好教训她。哼，这就是你们说的秦家恩人吧？小子，就是你来坏我们两家的姻缘。今日不给本真神个说法，别想活着离开。我只是过来帮同学而已，犯不上需要和您徐家真神交代。难不成神域文明有规定，不允许其他人帮秦家吗？韩武，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我爷爷不敬！我说句公道话而已，徐家真神如此小心眼的吗？韩武是吧？你如果识相的离开，徐家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如果你还死赖在这里不走，我可就当你在挑衅我徐家。挑衅徐家又如何？我不会离开。不然，那今天你就只有死在这里了。我看看你什么实力！你的神域竟然如此蛮荒，真是落后。来吧，钢甲兵，清算！钢甲兵附带后世钢甲，还能随意改造形态，攻防一体，比徐铁的铁皮人强太多了。钢甲兵，给我碾碎所看到的一死！蝗虫领主，上！我倒是小看你了，不过你再强也仅限于死了。钢甲真兵，出战！上！这可是吃了智慧果的高级兵种蝗虫领主啊！未来有无限可能啊！明明已经是领主生命体，却依旧如此不堪一击。蝗虫眷族还真是个垃圾。蝗虫很弱，好，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蝗虫的恐怖。定向变异，发动！啊！地形蝗虫，冲锋！旧气回收，形成钢甲护体。你以为这点本事就能难倒我？好戏才刚刚开始！蝗虫英雄生命体，定向变异，动！竟然能破钢甲神兵的防御！大声点告诉我，蝗虫还弱吗？不回答，那再给你点厉害瞧瞧！给你1000颗毒属性晶石，为自己报仇去吧！好不容易培养的领主，这么轻易就让你击败，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哦，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撤退，退回神域！我的地盘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我决定撤回神域了，你还想干嘛？四大领主，啊，还有什么？什么还有这种怪物？啊，怎么可能？为什么？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这就撤出你的神域，别再打了。你的入侵结束，那轮到我了。所有眷族入侵虚钢神域，立刻关闭传送门！立刻关闭传送门！唉，吓死我了！没想到这小子实力这么强！啊，什么？我有一些初级蝗虫，虽然实力不强，但却能搭建连接神域的桥梁。只要他们在，你就不可能断开神域。你就慢慢等着，
我把你的神域蚕食干净。结束这场战斗吧，我输了，把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中收回去。是你主动入侵我的神域，被我反向入侵也是罪有应得吧？至人军团入侵徐刚神域，韩武，我现在让你把眷族撤出我的神域，是给你台阶下。你别忘了，我爷爷就在外面，他是真神，再天才那是真神的对手。你是把我当傻子吗？等我断开神域，你就会让你爷爷直接以神威来抹杀我吧？你是我的筹码，只要你在我手里，你爷爷投鼠忌器，便不敢杀我。放过我，我保证不让我爷爷抹杀你。嘘，别说话，我的蝗虫在找你的神域核心。啊，找到了。怎么这么久都没出来？难道出事了？哼，不争气的东西！啊，大哥，让我们也看看。哎呀，知道了。啊，这是什么情况？蝗虫居然在啃食钢甲兵！看来徐刚的神域核心已经被小韩控制了。吴小儿，放开本真神孙子的神域核心！你吓到我了，我很不高兴。眷族们，加速屠杀钢甲兵！你究竟想要怎样才能放过徐刚？徐家真神，您搞错了吧？现在该讨论的是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您放过我。好你个兔崽子！等徐刚脱困，我必折磨你3天3夜，再杀死你！袁仲回来了，还有一位真神，看来秦老祖也回来了。老祖回来了！老祖，你回来了！徐老祖，今日乃我家老祖回归的大喜日子，秦家将大摆宴席，徐老祖不如留下来喝几杯。不必了，管武小儿，你等的真神到了，还不快点放开我孙子的神域核心！我要等朋友到我身边以后才会放手，毕竟谁知道某人会不会玩阴的，趁着我松懈的时候用神威把我抹杀掉。我回来了，没人能在我面前动你。真是反了天了！老祖，你莫要动怒。毒皇，放开神域核心所有眷族，随我撤离。韩武，我记住你了，下次见面，咱俩之间必须得没一个。你还是先想办法把钢甲兵的规模恢复吧，不然你连和我对战的资格都没有。闭嘴！还嫌不够丢人的吗？快给我回去！老匹夫，竟敢在我遇事的时候欺负我秦家后辈！即日起，秦家与徐家断交，双儿婚约作废，永不附体。韩武小友，此番多谢你出面请袁大神出手，这个资源就作为答谢了。原始石板，这就是能让黄土恢复始天勇猛形态的石板吗？如果属实，那真是太可怕了。韩武学弟，我们来给你送情报了。这边。学长学姐，猛哥，夏天学长，叶灵学姐，有什么好东西啊？下一次的大课快开始了，黄圣军肯定会针对你。这是我们准备的黄圣军的详细情报手册。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确实是我们大一的首席，你要多加防范。核心眷族竟然是不起眼的哥布林，能把哥布林带出现在的成就，是不得小觑啊！韩武学弟，你把更不起眼的蝗虫眷族都带成这样，不是更厉害？不用怕他。是啊，他不过就是有几百个领主生命体，3个君王生命体和3个高阶神职，不用怕的。这还不值得怕吗？黄圣军定会对我的3位蝗虫领主下手，绝不能让他得逞。之前打造小强时，用大量辐射晶石造就的超再生能力可以用上，不过这样只能是保全蝗虫领主而已，要抵御黄圣军的进攻，似乎还是不够。哎，对了，黑死菇之前在打僵尸大军时展现了 debuff 的作用，如果他还能添加大量伤害的话，那就保险多了。
找到了，特制黑火药，下单。嘿嘿，这样一来，黑死菇就拥有不断繁殖并且爆炸的能力了。被它缠上，就做好被抽掉半条命的准备吧。同学们，这次大课要考察你们的反入侵能力，大一的学长会作为主考官，不过他们只能够动用自己1年前的实力来对付你们。能够成功在学长入侵下保住神域的同学会获得嘉奖，而败者不合格的，除了有可能面临痛苦的黑狱之旅外，还有可能被开除处理。下面考察正式开始。好家伙，这阵仗也太大了吧！这是近距离作战单位，这是物理远程作战单位，超凡生命体烈焰哥布林方队，超凡生命体冰霜哥布林方队，得有2名领主生命体。安武学弟，这次大课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地狱。既然这样，我的蝗虫军团也需要布个阵了。蝗虫军团按兵种布阵。蝗虫领主出击！就目前看来，是谁的地狱还说不准呢。这垃圾卷族上升到这个位置的，果然有实力，看来得认真对待了。冰霜哥布林方队和烈焰哥布林方队发动攻击。沉沦虫布置防御，天魔虫、暗咒虫绕过哥布林第一方阵，空袭后方远程攻击组。第一方阵近战方队回防。想得美！原始蝗虫截击，天魔虫、暗咒虫，趁现在绞杀哥布林远程攻击组。嘿，你以为我是向往夏天之流吗？看看我真正的实力！3、4方阵改变炮火模式，集中射击。坏了，防御要被打破了。 3、4方阵继续发散射击。现在就让你看看，尝尝之前冒犯我的代价。哥布林领主出阵，大敌方蝗虫领主。就是因为哥布林方阵里的2名领主，才导致我的英雄生命体蝗虫无法发挥作用。现在把他们调开，不是正中下怀了吗？蝗虫领主把哥布林领主引上，携带黑死菇孢子的蝗虫大军感染哥布林方阵。 这是在干嘛？时机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可以看好戏了。这什么攻击？我以为你用什么法术，就这点攻击力？你是在给我的哥布林挠痒吗？这个叫可持续性再生连环炮，会连续爆炸，而且每次威力都会更大一点点。你猜你的哥布林能挨上几人？我神术，无死！啊，这皇圣君学长，原来你是有冤啊！你是被吓到了吗？炸一次我疗伤一次，看谁能笑到最后。这怎么可能？啊，你不是说每次爆炸威力只大一点点吗？本来是，但是学长你那个牛逼 Plus 的神术，好像帮我的炸弹也发育了。什么？我去！这可不太妙啊！按照现在的发育程度，下一次爆炸，黄学长你可能就要团灭了哦。这次大课本来就是给预备生一个下马威的，要是我在这里折了，那以后还能抬得起头来吗？起码就算底牌都出了也不能输。安武学弟，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强，但是和我相比，我还不够强。好，学长还有什么招？军团神术，战役！战争神术，不杀！
大地神术，庇护。哼，现在轮到我翻盘了。我的杀招就这么被破解了吗？哥布林之神赐下恩惠，同胞们，随我杀光那些虫子！杀！快如神有光！蝗虫大军拼死一战！这届学生可以啊。老师们，预备生的评级，大家有什么建议？秦爽同学培育出的领主生命体金冠雷血很有培养价值，有资格进入帝都学院大学部。徐铁同学的铁皮人也很不错，听说他还有一个哥哥，拥有更加罕见的钢甲兵卷族，或许可以说服徐铁同学把他哥哥也拉入帝都学院来。孙庆年同学的胡人卷族战斗力一般，但有很高的智慧，听说他也有主修后勤的打算，倒是棵好苗子。那么，大家觉得韩武同学怎么样？这是典型的失败战局。我觉得韩武同学实力上还有不足。我觉得未必。黄胜军同学作为大一的首席，被逼得使出了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全力，足以证明韩武同学的实力。大家别忘了，韩武同学还有5大强力卷族没有出战，只用蝗虫核心卷族能打成这样，虽败犹荣，就给一个优吧。同意。复议，我也认同。哥布林大军绞杀对方蝗虫领主，要完了吗？本次考核结束。我就差一步，我的上亿哥布林如今仅剩5000万，英雄哥布林存活不足1成，还损失了一位领主。那小子的领主却全数存活，这次亏大了。本次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同学将会被开除出校，而成绩为优的同学将获得一次亲身参加域外战争的机会。现在分别来公布大家的成绩。成绩为优的同学分别是秦爽、徐铁、孙庆年、严丽丽。你也就这点实力。没事的，你的实力大家都能看到，毕竟你的对手是黄胜军学长。输就是输，有什么好说的？以及韩武，大家恭喜这6位获得优等的同学。什么？老师，我有问题。徐铁同学有什么问题？我想问，这次大科成绩评定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在大科上被学长打败了，还能获得优的成绩？韩武同学虽然在大课与黄胜军同学的对战中失败了，可他的表现却赢得了所有老师的赞许，因此老师们才同意给韩武同学一个优评分。徐铁同学对这个解释可还满意？满意，老师。现在6位获得优评分的同学有1天的准备时间，1天后，帝都学院会将你们送到外域位命，进行最为真实的外域战争。丽娜老师太可怕了，这个是万年古树做的桌子啊！哼，韩武，别高兴得太早，咱们外域走着瞧。兄弟，告诉你个小道消息吧，徐铁似乎和黄胜军学长又搞到了一起，正琢磨着怎么对付你，你自求多福吧。我要去找我的富婆学姐开心去了，你加油吧。哼，很羡慕吗？你也去啊。我最鄙视这种不靠自己的软饭男了。哼，这还差不多。韩武老弟，查切查切！目前帝都学院在入侵的外域文明中有3个适合预备生参与，分别是符文文明、图腾文明和生化文明。有些情况我们不方便透露，不过我们有东西给你。这3个锦囊中分别包含着3个文明的信息以及一些资助，但要等你进入相关文明后才能拆开哟。如果想正式拜入徐海主神老师门下，晋升完美半神是首要条件。这次外域战争的试炼，我一定要好好表现，提升自己。拿着，这是简易的神域登录器，
能帮助还只是神性生物的预备生们沟通神域。其他人已经在顶楼等待了，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外域战争开启。先看看学长们给的锦囊里都有什么吧。我去，怎么突然就没了？只剩一个了，什么情况啊？唉，算了，有一个总比一个都没好。这些是羊皮卷，按照说明，这10张卡片中存储的是一种叫位面本源的能量，能提升位面意志。拥有的位面本源越多，能诞生的生命体就越高级。也就是说，位面本源是用来沟通神域的消耗品。召唤的生命体越高级，需要的位面本源就越多。而获取位面本源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大肆猎杀位面本土的生命体，来榨取位面本源。既然如此，登场吧，吴小强！现在杀戮开始。我的天哪，都1小时了，累积到的位面本源怎么才0.5单位？这还打什么呀？召唤50只原始蝗虫！50只原始蝗虫的覆盖范围应该要比5名小强更广些，这样位面本源的吸收速度应该会快些吧。黄圣君学长手里好东西果然不少，这个铁锈魔人实力都已经超越领主生命体了，绝对能够成功将韩武灭杀。按照黄圣君学长说的，只要把韩武的头发塞进去，铁锈魔人就能锁定韩武，将其灭杀了。看来已经成功锁定了，是时候打碎了。铁皮人，把陶罐砸碎！周继阿奴1000年的仇恨，需要血液来洗刷。这也太残暴了！韩武，你的末日来了！折腾这么久，总算是攒够10个位面本源了。现在应该可以提升下自己了。解锁黑龙化，召唤吴小强，再利用5单位召唤吴小强，这下10小强再次聚齐，所爆发出的威力可是堪比领主生命体的。10小强，给我上，碾碎他！4颗符文，2颗1级圣物狼牙，1张能够制作神力装备的狼皮。这是符文之羽啊！我的天，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把收集的符文依次摆开，第63号符文完成。接下来再把野性加持在自己的身上。哇，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虽然野性只能评为低级，但也让肉身实力获得了极大增强。那如果能拿到高级的符文之羽，那我岂不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殒命了2只原始蝗虫？得赶紧去看下。竟然是领主生命体猫妖！小强们，听我号令，起上！你以为打败了我2只原始蝗虫就很厉害了吗？我的小强可没那么简单。来得好，居然敢对我下手，正好用你试试我提升后的效果。效果，符文之羽，给我去死！好，这样就可以把小骷髅他们召唤过来了。有足够的实力，说不定能在域外晋升半神。
是吗？知道了，大军进发，目标岩洞。到了，就是这里。之前报告里面有人类的气息，看来已经有人发现这里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本来就是来入侵的，跟原主抢个矿算什么？热！我去，我淋湿！可恶！放马！放尸过来！你以为你跑得掉吗？还往哪里跑？你是牛方？这里是老娘的地盘，给老娘滚出去！先不说这是不是你的地盘，就算是，我要抢走就抢走，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老娘是给你脸了吗？不滚就死在这里！死亡大力，植物融合，回应藤，植物融合。这是什么招数？要你命的招数！去死！阴闪！什么？下一次我会瞄准你的脖子。怎么会？竟然打不过，完全打不过！你赢了，老娘斗不过你。岩洞里的火焰狮子归你了。我要那头火焰狮子做什么？一头领主生命体而已，杀了也炸不出多少位面本源。我要的是所有火金矿。好，那火狮子归我了，之后我们可以合作。骷髅眷族，进去开采火晶石矿。这也是你的眷族？拜托，我都快吓尿了好吗？仇敌的味道，阿奴要用你的血来洗刷耻辱。金龙草，植物融合，金龙吐息，浩亮铁锈进攻，回音闪，火墙。我属性能克制这个魔人，召唤赤裸矮人神锤。神锤，把这个魔人打成渣渣！神锤，把这个魔人打成渣渣！遵命，神人大人。小小喽啰，知道？不说，别砸了！神锤打得好，别给他活路，继续砸他丫的！哎呦妈呀，太残暴了！饶命！饶命啊！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该从陶管封印中出来。魔人灵魂尚在，这家伙居然打不死啊！留着他，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还会来找我复仇。要不然让控股者吞噬他的灵魂吧。阿奴认输，愿意做您的奴隶，只求伟大的神能够放过阿奴的灵魂。我信不过你，除非你和我签订契约。阿奴，好吗？那现在就起草契约。好家伙，这协议，资本家看了会流泪，律师看了会崩溃，丧心病狂的奴隶主看了都得好好思考一番。你简直比最可怕的奸商还奸上几分。你看呢？阿奴觉得没有问题。对了，你有什么能力？回禀主人，阿奴是魔人，有铁锈血脉，能够将身体化为铁锈，并且还能将金属制品甚至生命体锈蚀殆尽。听起来还不错，但是神域玩家里拥有火焰能力的不在少数。火焰完克铁锈魔人，那你的短板也太明显了。如果主人不嫌弃，阿奴可以充当主人的武器。阿奴有铁锈血脉，能够将所接触到的武器锈蚀。这倒是不错，就按照你说的做。看起来还不错。哈哈，这样一来，我的战力又会提升数倍，晋升完美半神的把握又会多上几分了。接下来就是更多的屠戮，来增加位面本源和扩大队伍规模了。
我的天，这是亡灵军团吗？这个规模的亡灵军团，数量已经达到50万了，必须和城主汇报。什么？50万数量的亡灵军团？是的，城主大人，目前亡灵军团已经出现在离我们几十里的区域。我一个城镇的卫兵才不过5万，哪怕是加上一些佣兵，也只能够凑出10万战力。如果50万亡灵军团来攻打我城，那绝对是灭顶之灾。来人，立刻向周围城市送出求援信息。遵命，城主大人。城主大人，各城市的援兵已就位，卫兵和佣兵有30万之众。另外，教廷方面也派出了5万的圣职人员。好啊，圣职人员能克制亡灵，这下他们还不完蛋。卫兵、佣兵和教廷的圣职人员们，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存亡之战，誓死阻击亡灵军团。守卫山门，阻击敌人。大军开拔，歼灭亡灵军团。报告，有35万人类大军朝我方逼近。呀哈，这是想来和我碰一下？突然咋呼什么？吓我一跳！我的探子来报说，有人类大军要来围剿我们，怎么样？想不想大干一场，多赚点位面本源？你这是想把老娘当枪使？你觉得老娘会这么傻吗？没想到这么快，还好我的骷髅军团已经提前设好了埋伏，能打个出其不意。但是为什么这家伙也在？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掺和的吗？切，老娘就是手痒，才不是要帮你。我就喜欢你这悍匪的劲儿。默哀老娘！对面人来了。骷髅军团攻击！是骷髅大军，快帮手！帮手！我们被埋伏了！我的天，我想回家！进化！不好，圣职者克制骷髅兵，看来得先干掉他们。那还不赶紧上！我不会输给你的。全军突击！撤退！快撤退！城主大人，我们被击溃了！什么？怎么可能？全完了！全员撤离！35万的骷髅兵，万几千的位面本源，好心疼！发了，这下发了！你就这点出息啊？算了，战利品里有符文，我们分了吧。我还有4个空缺可以加载符文，这些级别太低，就留着给眷族们了。这个我要了，我离君王生命体又近了，喊我，谢谢你。哎呀，洒不洒水喽？哼，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实力的，怪不得秦爽会喜欢他。你说的是真的？亡灵军团攻陷了灵东城？消息确切，而且不光是灵东城，周围的4城也都被灭了。亡灵军团的数量已经达到近1000万。去！召集大主教、精灵之国、牛头人之国、狼人国度的国王。亡灵军团竟然如此猖獗，我们得团结起来，共同御敌。我的狼人大军严阵以待，我的精灵大军也是。那么，我们4国联军和教团的圣职者大军就一起消灭这群亡灵吧。我父王要联合圣职者、精灵、牛头人，还有狼人一起讨伐骷髅军队了。驱使骷髅的入侵者，那么只能是他了。哼，韩武啊韩武，这才入侵几天，
你就成了需要4个王国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巨大势力。不愧是我看中的朋友。和这公主混了这么久，我终于获得了晋升半神的线索。在神域文明中，想要成为半神，只对神性有要求，可在外域里，还得满足当前文明的要求。在这符文文明里，想要晋升为半神，必须持有一条特级符文之语。可这种符文之语，连皇家都只是知道线索，从没真正获得过，可见有多难。韩武啊，若是我能跟你合作，我出线索，你出兵，2个人配合，以我们俩的实力，一定能拿下特级符文之语。所以，你可不能有事。我还得想想，怎么在联军手里把你保下来。人家和你说话呢，你发什么胆？明天那精灵国女王就要来见我父王了。女王？切，在我眼里，你才是真正的女王。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太好了，是女王，我们有救了，就没我搞不定的女人。当然了，讨厌，你最坏了。啥？4国一教，联军围剿？怕什么？你有那么多骷髅兵，多没有用，实力太差，遇上经过严格训练的联军，大概率会被吊打。这次麻烦了。看吧，载体，关键时刻还得是我来为你分忧。你有什么好主意？主意是有的，不过报酬得先付。1点神性。除了管我要神性，还知道啥？你必须先说出你的主意，否则我怎么知道你的主意值不值1神性？我其实听说过符文文明，知道一条符文之语能够促成很不错的变异。什么符文之语？快告诉我！谢谢惠顾，1点神性。可恶，拿去！你最好别让我觉得我白花钱了。嘿嘿，绝对不会。总算拼好了，看起来有点意思，那就试一试。希望这点神性没有白费。这是什么符文之语？想到破局的方法了？诅咒符文。住手！蝗虫和骷髅是一伙的！干掉了！好啊！哈哈哈，简直轻而易举！还没完，不要掉以轻心！这是什么？我看，诅咒是诅咒，蝗虫身上有诅咒。骷髅军团来了，快让圣职者来支援！圣职者在忙着净化那个臭蘑菇，现在顾不上我们。什么？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黑死菇的孢子真管用，对得起我耗费的上万神力。黑死菇的孢子可以转化为病毒，配合符文之语瘟疫的催化，然后蔓延。作用于肉体，效果成为瘟疫的载体。身体代谢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有瘟疫病毒。这完美的融合，单应付这个的圣职者就已经吃不消了。看来是时候，骷髅军团领上，杀光他们！诸位到底有没有办法？再这么打下去，我的王国就要没了！停战谈判，现在就要停战谈判，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可是，该和谁谈呢？和骷髅军团对战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过骷髅军团的领袖。国王陛下，谈判这件事交给我怎么样？你连战场都没上过，还想找骷髅军团幕后之人谈判？一个小白脸罢了，这里没你的事。比起你们在这边唧唧歪歪半天没讨论出个结果，还不如让我试试，反正对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父王，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胜任。父王难道不相信自己女儿的眼光？我可以证明，他比在座的各位都聪明。本王和人类公主都同意让他去试试。既然如此，你就去试试吧。不过我们可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了。
前面就是我们的神明大人了。好的，多谢使者带路。真是你小子呀！你怎么也到外域来了？哎，这个说来话长，以后再说。现在我代表4国一教联军来和你停战谈判。你居然和他们搅到一起去了？想停战？可以，但要看他们能付出什么代价。那必须的，你开个价。金银财宝那是必须的，还要符文之语，普通的不行，必须是最珍贵的。还有符文石，5位数起。那让人类国王赔20条符文之语，其中必须有1条高级符文之语，符文石20万颗。公主好歹陪了我这么久，还给了我重要消息，多少还是得给她个面子。精灵族就加1倍，狼人、牛头人和教团都得加2倍。女王那么好，也不能让她赔太多不是？这些东西到时平分一下。好啊，辛苦你专程跑这一趟，我也不会亏了你。咱俩谁跟谁呀？客气了。我之所以和人类混一起，是为了找在这符文文明里成为半神的线索。现在终于有眉目了，只要找到那些古神遗迹，好，一起合作。那我先回去把条件告诉他们，解决了他们，咱们就会合。好，顺便告诉他们，如果不给，我不介意率领亡灵军团踏破他们的城市，把他们的同胞全部转化成亡灵骷髅。什么？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高级符文之语，怎么赔？强盗就是强盗。没高级符文之语，就用古代神迹的情报代替，再不济用神性也行。精灵族的赔偿超出我的预计了，为什么人类只赔那么少？因为有太多人类被转化成亡灵骷髅，女王陛下也不希望精灵被转化吧？我父王说他没意见，都听你的。谈判顺利，不辱使命。公主不奖励我吗？当然要。不可能，这是在打劫，你们居然就同意了？低不低头你随意，我只是传达而已。不同意的话，那就还请您出手支援。正义的教团绝不会向亡灵生物低头。就让教团再打一场，真的打赢了，我们就不用赔了。要是教团打输了，再赔不迟。好，静候教团佳音。之前与联军联合作战，虽派出大量圣职者，却并未涉及到我教团的核心力量。如今我化回所有精锐圣职者参加圣战，还有我的3支王牌军团，这些军团长战力逼近半神，从未有过败绩。这里是教团的主场，谁输谁赢尚未可知。这里所有建筑都是光晶矿石打造的，到处都是光明之力，十分克制亡灵啊。教皇果然把王牌军召回来了，幸亏孙庆年提前给我情报。这要是直接攻城，多少骷髅兵都不够教团圣职者杀的。现在的光明港就是铁板一块，要想攻城，得先找个缺口，让光明港自乱阵脚才行。怎么办呢？对了，基因锁开启，试试看。鬼影闪！啊，有人！不错，这鬼影藤超出预期了。先和这些圣职者玩玩。鬼影闪，这是什么？才发现吗？太猛了！赶快净化！没有用，伤口处化为铁锈了。怎么会这样？啊！抓住他！看你往哪儿跑！什么？到了！可恶！可恶！就我现在的状态，10个你也砍不到。再见。哼，不值一提。就剩你了。圣光加持！不好，
他身上有圣光，与其跟他战斗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消灭你们。有机会，快抓住他！收拾不了他，还收拾不了你们，真麻烦。不过也清理的差不多了，呵呵，是时候了。骷髅军进攻！怎么会这样？损失惨重啊！是我错了吗？如果当初直接答应赔偿，是不是教团就不会有如此惨重的损失？现在要怎么办？继续对抗吗？还是投降？教皇大人，我可以帮你打退骷髅军。什么人？尊敬的教皇大人，别紧张，我是来帮你的。坚持住！骷髅兵闯进来了！放手！放手！经过一夜的休整，500万骷髅军团完全恢复，足以支撑再一次激烈的战争。反观教团的圣职者们，身上的伤大多没好，层层包扎让他们束手束脚，战力还不如昨日。骷髅军团，今天就给我扫平这片土地，进攻！挡不住了！卑微的亡灵，停下你们肮脏的脚步，退出光明港，还有一线生机，否则神明将降下正义的裁决。看来你们这是打空了呀，都轮到教皇本人亲自登场了。我的神之军团以正义的铁拳碾碎这群卑微的亡灵。铁皮人，徐铁和这教皇搞在一起了。杀！碾碎这些可恶的亡灵，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前知正义降临，巫神万岁！骸骨巨人出动！徐铁，继续释放铁皮人，不管你要多少位面本源，教团都提供。成交。我的铁皮人能克制骷髅军，不过需要你用位面本源换。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可以让你先验货，你自己决定。明天韩武一定还会带骷髅军队来进攻，到时你自己决定。杀！别让他们复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先撤，攻破教团的事从长计议。撤退！现在光明港上上下下被铁皮人护得密不透风，你打算怎么办？徐铁，我早就该灭了他。先别说他了，现在牛头人和狼人看教团占了上风，又开始舔教皇了。放话和教团同一战线，讨伐骷髅军呢。这些墙头草不足为虑，到时一起收拾了。只是，人类国王派使者来了，要见您。让他进来。国王托我告诉你，之前的赔偿他都认，只是因为教团的原因，他只能暗地把宝物送来，只求你别在人类领土上开战。他倒是聪明，那就如他所愿。你打算怎么收拾教团？先让教皇得意几天，我先干他小弟。还有，古神遗迹我找到了，你那边搞定以后，赶紧一起去。没问题。哼，怕了，晚了。除非你愿意按之前说好的要求双倍赔偿，否则我不介意把你的牛头人国也踏平。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只求您放过。当初就不该和狼人一起支援教团，现在狼人国被灭，教团就这么袖手旁观，可恶！
虽然这10条高级符文密语都挺珍贵，但我自身承载有限，得选几个最有用的。就你们了。融合，高级符就是不一样。我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再战光明港，雪耻！徐铁，这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停！怎么会这样？几天不见，这都不用我动手了。太残忍了，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你看这些尸体上的拳印，看样子像是被人用拳头活生生打死的。你是说徐铁？骷髅兵，还有人，走，过去看看。是教皇，徐铁呢？那个混蛋，他掏空了教团的位面本源，还让铁皮人杀了所有的圣职者。我要复仇！还不是你自己引狼入室，一开始就按照我的谈判乖乖服从，什么事都不会有。难怪在狼人王国战乱之时，教团没有出兵帮助，原来是早被徐铁灭了。行了，管他们呢，赶紧找神迹去，这都已经是一片废墟了。现在就去。不过这些光晶矿石得带走，不然可惜了。这种古神迹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陷阱，而且每隔一段距离还存在一名强大的神奴镇守，得多加防范才行。放心，我让胡人在有问题的地方都做了标记，咱们看到标记绕着走就行了。喂，你刚才不是说绕着走没事的吗？我哪知道这家伙还能传送过来呀！小心！发动符文之语，帝王霸气！跪下！怎么样，兄弟？带我过来是你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吧？好强的帝王霸气！符文之语和你融合的不错嘛。走吧，赶紧去下一层。真是又来，这还有完没完？万物之声，我们只是来试炼，不会破坏，速速让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就都别走了。还有谁？去死！差不多得了，这样打下去没完了，赶紧把他们清理掉，去下层了。好，好，好，骷髅兵，胡族人上！总算到了，就是这里，试炼之境。通过考验，不但能晋升半神，还能得到相应的特级符文密语。这个比较适合我，我选这个。终于迎来这一刻。我先走了，韩武，你也小心哦。这小子溜得倒快，那我就这个了。那我就这个了。嘿嘿，不愧是饥荒之地，刚来就饿了。还好我和神域相通，有吃不完的食物。啊？怎么没东西？不会吧？难道和神域的交流被阻断了？什么东西？我去！就是说在这里，这些玩意儿既是敌人，也是食物。想要活下去，就得人吃人。色魔，别以为我就会这样屈服。作为一名有底线的人类，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去吃人的。小骷髅们，给我杀！发动植物融合术。先用3种植物从地表吸收养分，供我生存，再让骷髅兵抵御饿殍袭击，保护我的安全。接下来，让身体陷入冬眠状态，就能尽可能的降低能量消耗。只要耗过30天，就是胜利。
人类王城也是我的了。从教团到人类王国，再到牛头人之国，都被我的铁皮人踏平了。唯独还剩下精灵族。精灵王国虽然靠法阵这种雕虫小技暂时阻挡了我的铁皮人，但也撑不了多久了。真是意外啊！牛方啊牛方，你竟然跑到牛头人国，还想当女王？这下好了，落到我手里了。我呸！看你能猖狂多久！等韩武回来，他回不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孙庆年带他去找古代神迹，那种地方不死也得脱层皮。他连我的铁锈魔人都打不赢，还想活着出来？做梦！把他关到牢里去。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报告，钱丽丽已按您的吩咐把秦爽围困在一处山谷。干得漂亮！这个钱丽丽虽然见钱眼开，但收了钱也是真办事啊。秦爽，这一次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秦爽逼到了山谷里，付尾款吧。干得不错，不过你还需要帮我完成一场戏，才能够拿到尾款。什么戏？被我的铁皮人军团击垮。你开什么玩笑？我召唤出200万石巨人军团，消耗了多少位面本源？岂是你说击垮就能击垮的？或许我可以把我另外3000万铁皮人军团拉来，和你好好谈谈。那也至少给我留下50万石巨人，而且尾款得翻倍。可以，没问题。是徐铁的铁皮人，他怎么来了？还和钱丽丽打起来了？也好，他最好和钱丽丽两败俱伤，这样我就能脱身了。秦爽同学，你果然在这里。我得到消息说钱丽丽想要围杀你，就赶了过来。还好你没事，她已经被我赶跑了。谢谢你。秦爽同学，你太客气了，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徐铁同学，你的恩情我会记下的。我还有其他事，就先走了。啊？秦爽同学，还请你留下来，和我联合，共同抵抗符文文明的本土势力。至于收获，咱们可以对半分。徐铁同学，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咱们就此告别吧。哼，你要做的事不就是去找韩武吗？告诉你，韩武死了，杀他的就是我的铁锈魔人。你胡说！韩武实力很强，铁锈魔人未必是他的对手，况且他还有骷髅军团守护。狗屁的骷髅军团，在我的铁皮人军团面前不堪一击。我懒得和你多说，再见。徐铁，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自然是让你留下来陪我。我告诉你，现在我最强，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否则你连这个山谷都出不去。你想干嘛？快放开我的雷雀，不然我……要么顺从，要么死。韩武，快救救我！终于结束了。哎，我怎么都瘦成这样了？不过好在是成功度过了30天。这是成功了，赶紧吸收试试看。半神之境达成了，出去的路也出现了，是时候润了。集合，过河大厅，润。看看晋升之后有什么突破。现在可以确定，自己已经达到了半神水准，并获得了饥荒这一能力。不过这也太抠了吧！
还好异变之源升到2级了，给了个基因锁的能力。哎，算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外域晋升半神了。回去之后将神性完全吸收，达到完美半神，那才爽歪歪。啊，有其他人要被传送出来。孙庆谋，我终于成半神了。至于吗？虚成这样。行了，你先去我的神域里好好睡一会儿吧。怎么回事？是有其他人来挑战吗？石头人，你怎么在这儿？哟，这不是韩武吗？你和秦爽的关系不错，我这里有一条他的消息，事关他的生死存亡，你想要吗？只要1万位面本源哦。成交，快说。这么干脆？这小子交钱这么痛快，早知道多要些了。秦爽被徐铁困在山谷了，怕是要出不来了。你说什么？徐铁，这一次我饶不了你！到了，这里就是钱丽丽给的定位，到处都是雷雀的尸体，秦爽一定在这附近。先探一下他的气息。可恶，竟然察觉不到他的气息！啊！帝王的影响！给我死！别看了，快带我去找秦爽，再晚就来不及了。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禽兽！我终于要得到你了！你来救救我！叫吧，叫吧！就是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能救你了。你就乖乖从了。放开他！韩武，怎么是你？你怎么没死？你死了我都不会死。韩武，今天我一定杀了你。是吗？一黄，什么？好饿，好饿！怎么会这么饿？难道成了半神？不可能！怎么可能？我的铁锈魔人呢？你的铁锈魔人啊，他不但没杀掉我，反而成了我的奴隶。别担心，我这就送你上路。我去死！秦爽，对不起，我来晚了。你还好吗？我还好。韩武，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嘘，别说话了，你先休息会儿，我这就带你回去。徐铁死了，他的眷族感受不到他的气息，彻底失控了。不过也不关我的事了。走，有没有觉得好些？好很多了。韩武，你真的成为半神了？如假包换，真是太好了！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为半神，真是太好了。但是你杀了徐铁，等回学校后，徐家必定会找你麻烦。我不杀徐铁，徐家也不会放过我。我只担心帝都学院会不会给我处分。我一定会为你作证的。是徐铁先动手的，他还亲口承认了派遣铁锈魔人去暗杀你。处分的事等回到学校以后再说。现在最关键的是给你凑位面本源。古代神迹的地址我知道，咱们多攒些位面本源。等你积累足够多的眷族，你也可以晋升。可是4国一教
被徐铁祸害的只剩个半死不活的精灵国，又该去哪里找位面本源？我们可以去无人的荒芜区域转转，碰碰运气。太好了，有铁矿，咱们可以用分解机分解金晶石了。等等，你听，怎么了？太好了，这不是送上门的位面本源吗？可是经过钱丽丽和徐铁的双重袭击，我当前只剩下3万雷圈了。你在这等我。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既然是帮我寻找位面本源，我不参与怎么能行？你打前锋，我收割尸体，完美配合呀！为啥咬我呀？讨厌！咱们先在这里暂时休整一段时间，凑齐位面本源还需要点时间。好。这都10天了，位面本源也收集的差不多了。我想去古神祭。不急，你的伤才好，要休养。来，把这个喝了。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啊！我去，这什么地方啊？你俩怎么遇到了？孙同学，好久不见了。早不行晚不行，偏偏这时候当电灯泡。你还有时间管我们？你的翡翠公主都被徐铁干死了，精灵女王现在也半死不活的。你说什么？徐铁这个王八蛋，老子就睡了这么几天，死过一觉都让他祸害完了，可惜了我的公主啊！既然公主救不回来了，我得去帮帮精灵女王，好歹曾经在一起过。走了。没想到孙青年还挺重情的。我看他是到处发情，别理他，你再好好休养几天。校方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我让那姓韩的小子给我儿子赔命！徐铁啊！徐铁父亲，您先冷静。徐铁的具体死因是不是韩无所谓，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还没调查清楚。届时一定会给您一个答复。韩武同学、秦爽同学，如试炼已经完成，请尽快返回学校，有重要事项。好的，老师，我会尽快返回。看来徐铁的事情，学校那边已经知道了。老师看起来也很严肃，估计不能轻易解决。你想好该怎么办了吗？别担心，我有自己的打算。相信我，既然我们俩是清白的，就一定不会有事。你的伤刚养好，选择现在试炼太危险了，不用为了帮我勉强自己。我不怕徐家。谁说是为了你？正式成为帝都学院学生前晋升半神，一直是我的梦想。可……放心吧，神迹里所有地图和情报你都告诉我了，我一定能通过的。等我结束，我们一起回学校。好，去，给我保护好他。30天已经到了，他怎么还没出来？而且派进去的骷髅兵也没消息，难不成他遇到了什么危险？可恶，得赶紧进去看看。又是你！无闻之语，帝王霸气！统统给我跪下！秦爽，你一定要坚持住啊！既然对我关闭了，是因为我已经完成的原因吗？看样子从外面很难打开。不相信，这破门会打不开。无闻之语，战王、猩红、帝王，发动！看我的全力一击！剑士进来了，但秦爽他到底选了哪个呀？冷静，找下哪个试炼之境里秦爽的气息最浓。秦爽，韩武，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来接你啊！走，我们回去。放开我！
不好意思啊。韩武，你看，我终于晋升了。你现在的能量好像要突破领主生命体，达到君王生命体了。既然你已经成功晋升半神了，我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我和你一起回去。即刻抓捕韩武！什么？校长，这当中有误会，是徐铁想要非礼我，韩武才动的手。胡说八道！我的徐铁还只是个孩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你凭什么护着这小子？你们俩肯定是串通好的，一起害了我儿子。校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读取我的记忆，这个不会作假。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先退下吧。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韩武，你虽然救人心切，但出手太重，必须重罚。就罚你从现在开始停课，一直到高考。停课已经是很重的惩罚了。没关系，别为我担心。其实我正准备请一段时间的假，专心吸收神性，这样在神域文明也晋升半神。学生韩武，吸收神性完毕，自身神性满于10点，恳请在神域文明晋升完美半神。是神光，我的申请通过了。神光中蕴含改天换地的能量，既能淬炼身体，还能滋养神域的万物，促使神域获得更大的潜力。这气息，看来以后不动用黑龙化，实力也能达到了君王生命体的层次。这是什么？信息查询。原来晋升半神后，多了叛逆的神智，继而觉醒了噬魂之瞳，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空间中游离的灵魂能量。生命赐福，融合，这就是我的神明能力。父爱、黑龙化、植物融合术，还有帝王霸气融合，这感觉不错嘛！果然，融合之后力量非凡，这一招就叫黑龙变。既然招式能融合，那眷族呢？试试。融合蝗虫，不错，达到英雄生命体层次了，绝对秒杀牛魔族英雄生命体。那岂不是说，我掌握了培养出强大英雄生命体的方法？确实变好了，可融合还是要花神力。刚才这顿折腾，大几百万神力没了。对了，可以通过融合材料赚钱呢。融合能力施展起来需要契合度，契合度越高，消耗的神力就越低。而火晶石都是同类融合，却可以融合成火晶，一颗火晶就能卖160万神力了。一天融一颗，1年时间就能赚到上亿神力，能换1点神性。按照同样的方法，还能制作光晶、暗晶、金晶等其他属性的圣物，以后挣钱的门路又多了一条。继续融，继续融。不好意思，非本校师生不得入内。我可是真神，你们……算了，这里是帝都学院，真神、主神甚至神王都有。若是在这里耍横，无异于自取灭亡。回信的信号频率越来越快，说明我距离偷取神王大人宝贝的小偷越来越近了。韩武，你最好真的是神王大人要找的小偷。什么垃圾学校，包庇凶手！韩武小兔崽子，我不会放过你！二位，可否帮我一个忙？我愿意支付丰厚的报酬，我的目标也是韩武。姓韩的连同学都杀，他不怕报应吗？徐铁的死因已经查明了，你们再纠缠也无济于事。果然，他就是偷走神王大人宝贝的小偷。把他抓回去，神王大人一定会重赏我的。不过他现在是帝都学院的预备生，要怎么才能避开帝都学院的注意，将他带回去呢？韩武，你不得好死！学校不是你们无理取闹的地方，请马上离开。
好了，回去吧。好。好了，回去吧。好。真神大人，我们已经遵照您的意思把您带进来了。那个韩武就这么轻易放过他？现在还不是处理他的时候，相信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切，什么真神，还以为真能帮上什么忙呢。韩武同学，你不用把这些人的话放在心上。徐铁同学的死错在他自不量力，你将他反杀一点错都没有。丽娜老师，你放心，他们影响不了我，反而会激励我继续变强。这才是我的学生。你现在已经是完美半神，接下来的重心要放在如何获得神职上。还有，你虽然被停课了，但也不能松懈。你们预备生不用参加高考，却也要求必须通过帝都学院的考核，如果通不过，照样会被劝退。我有张外域古战场的门票，你可以过去碰碰运气，提前适应一下半神的竞争氛围，对你未来有好处。谢谢老师，我一定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丽娜老师，没什么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外域古战场，有意思。那我们就在那里见吧。太好了，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感谢丽娜老师。每张门票可以有2个人参加，那我一个人去岂不是浪费？对了，韩武同学，帝都学院的生活还好吗？有空回学校转转，我和许梅主任特别挂念你。田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晋升完美半神了。这次是想邀请你组队，共同探索外域古战场，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半神？不对，是完美半神。天哪，你的神性达到了10点！帝都学院真是毫无人性啊！还有你说的是外域古战场，是能够获取神之碎片的古战场，那里的门票可是有神力都买不到的。去，必须去。那明天上午8点，咱们在帝都传送站会合。明天就要出发了，选几个有用的圣物。就你们了，这一次我志在必得。只是这一去没有几个月也回不来，他现在也该闭关吸收神性了，也不知道。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哦，不用了，我明天就要去外域古战场历练了，来和你告个别，还怕你在闭关没时间见我呢。这么匆忙？等我回来时，你也该成功晋升了，到时见。我先回去了。等等，陪我散散步吧。还好我明天才闭关，不然今天就错过你的告别了。这算不算我们心有灵犀呢？古战场很是凶险，你准备的够不够足？这道幽冥印虽然限制多，但对你很有用，你带着吧。幽冥印，我的叛逆神职需要通过神术噬魂之瞳吞噬灵魂来提升，吸收的灵魂能量越多，提升速度也会越快。这东西确实对我有用，多谢。跟我客气什么？这次我不能陪你去了，你要小心。秦爽，等我回来。你要小心。田老师，这么早就来了？嗨，兴奋的睡不着，索性就来这等你。咱们赶紧出发。走。古战场，这里真的是古战场，就连空气都是如此的香甜。二位，这就是你们的临时住所，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这条件未免也太艰苦了吧！一顶破帐篷就把我打发了。哎，
给我们换。哎，别冲动，咱们先看看帐篷里面的情况。好吧。这，没想到里面别有洞天呐，先凑合着用吧。这又是？田老师，来看看这个。我去，原来这帐篷能遮蔽古战场意志的扫描。这里的演武场能召唤眷族，但演武场的大小会限制召唤的数量。恶戏谁呢？我玩到现在靠的就是数量取胜，要是数量被限定，我还怎么玩啊？先别急，说明书上不是还说咱们可以连接帐篷操作系统吗？先看看再说。还是先拿核心眷族蝗虫来练手吧，毕竟刚花费了大量神力，对核心眷族蝗虫做了增强，正好顺便测试一下。就他们了。我也写好了。以下为具体事项，请详细阅读。凑出神值就能升级帐篷，走，咱们这就进战场，多去找神值碎片。来之前我研究过古战场的神值碎片，他们是战场上游荡的神灵产出的，击败神灵才能拿到神值碎片。神灵也是分3、6、9等的，区别就是他们脚下踩踏的光环，光环有白、蓝、紫、黑、红5色，最低等的白色光环只能出产1级神值碎片。蓝色光环表明该神灵必定会出产2级神值碎片，以此类推，脚踏红色光环的神灵能够出产5级神值碎片。不过以咱们现在的实力，别说踩踏红色光环的神灵，就是踩踏紫色光环的神灵都很有可能打不过，那可是超脱领主级生命体的存在啊！等等，老师，有情报。嘘。田老师，你看，是1级神灵，虽然是白色光环，但看着明亮度，应该是低等神灵里水平不错的呢。暗黄，去和他较量较量。厉害，快把神之碎片收起来。虽然只是1级神之碎片，但足足有8枚，还算收获不错。能感受到神之碎片上散发出纯粹的能量，并且附带着一股无思想的意识。难道这就是寄宿在上面的神值？对，这些碎片组成的神值都附带神术，凑齐了就能召唤神术了。勇猛神值虽然只是1级神值，但它所附带的神术很实用，所以它的价值要比其他神值碎片更高些，应该能够换到普通神值碎片2倍的资源。田文老师，你真是太博学了，我找你组队真是找对人了。有你在，我的收获也能多些。别客气，我也只是事先做了功课而已。去，继续寻找。老师，蝗虫发现新目标了。都是些低级货色，出货量肯定没有刚才那个神灵多。那咱们走。走？凭什么走？遇到强者我们得上，遇到弱者我们更得上。这么大的便宜，不占的话，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那就把他们一锅端。10几个神灵才30片碎片，就算有个2级神之碎片也不多呀。照这速度，要攒出个高级神之碎片，得等到猴年马月啊！别急，现在咱们刚开始，收获少是正常的。
等咱们把帐篷提升起来，召唤出来大量眷族，那些高品质神灵还不是想收割就收割？好吧。啊，又有发现，在你右后方30度角的方位，有2个人在盯着我们，8成是冲着神之碎片来的。咱们现在怎么办？谁敢来抢，我就给他们好好长长记性。大哥，那2小子眷族那么少，一看就是刚进来的新手，肯定好欺负。现在他们也只是杀了10几个游离的低级神灵而已，收获不多。咱们继续跟着，等把他们养肥了再杀。大哥，还得是你，这个主意真不错啊！황武同学，要不咱们先回营地吧，把手上的这些神之碎片处理掉。田老师，别担心，一切尚在掌控。你信我，那俩家伙的动向，暗皇都会告诉我。好吧，没想到我一个老师居然被学生安慰。去吧，继续探查消息。什么？紫色？田老师，他们发现了一个脚踏紫色光环的神灵。紫色？那最少也能拿到3级神之碎片。咱俩联手，胜算很大，快走！看来他刚经过一场恶战，死在他手里的那些眷族都到领主生命体级别的，看来他是操控风元素的大佬了。我的兔人倒是能和他拖上一拖。汉武同学，我觉得咱们可以打消耗战，你动用眷族的分身能力和雷火自爆能力，我操控我的眷族不间断地释放胡萝卜飞弹，把他耗死。就凭他，还不足以让我浪费那么长时间。那你，直接打！给我啊！什么？怎么会？忽然好饿！破绽！去死！是3级神之碎片，赚大发了！这一下把跟踪这么久的本钱直接就赚回来。大哥，他们那里有8枚呢，怎么办？现在动手吗？算了吧，刚看那男人出手，咱们不是对手。能在逃走之前白捡1枚3级神之碎片，已经很不错了。赶紧撤！什么？好大的胆子！我的东西都敢拿！谁拿你东西了？这里是古战场，掉落在地上的神之碎片，谁抢到就是谁的。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3枚神之碎片是你的？不知死活！我有这防御。哼，就这实力也敢截胡我，真是不自量力。优秀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场，很不凑巧遇上了我们。走，把这些卖给营地，我们就能升级帐篷了。张哥，你可真厉害，连古战场门票这种稀缺资源也能搞到。区古战场门票，不足挂齿。自从我和神王汇报了信息，就得到了好多资源做赏赐。这几枚神之碎片就能把帐篷升级到方圆2公里。走，咱们再去多找点神之碎片，升级更大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张先生、刘老师，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真是晦气。田老师，能够在这里遇到你们师生，真是我的运气啊！韩武同学，自从上次神和废墟一别，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我不知道张先生在说什么。他怎么发现我去过神河废墟的？当时我明明戴着田文给的面具，防范得很严实。不过他应该也没有实打实的证据，我不承认就好。是吗？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不过韩武同学的进步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啊！我记得你和我儿子同龄，现在却已经达到了半神级别。可怜我那愚笨的儿子，神域破碎，注定将平凡一生。张先生、刘老师，我和韩武同学还有事情要做，就不多聊了，咱们就此别过。赶紧走，再说就该打起来了。张哥，你就这么简单的放走了那小子？他可是害您的儿子成废人的罪魁祸首啊！急什么？只要他不离开古战场，以后还会见面的。那倒也是，等咱们把帐篷升级起来，直接用眷族碾压他们。我就不信，一个刚刚晋升的半神能够有多大能耐。张刚和刘乐天也来了古战场，他们肯定会给我们找麻烦。你现在刚刚晋升半神，没有神术，压根斗不过张刚，所以我们还是避其锋芒，早些离开吧。田老师，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咱们比他们来得早，相对而言更有优势才对。我可没有看出他有多强。那你对张刚的了解太少了。在我来之前，曾听到消息说，张刚最近得到了某位大人物的资助，培养出了君王级生命体。你马上要通过帝都学院的考核了，保全实力才是你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田老师，这次进入古战场的机会有多难得，您比我更清楚。我不会因为一个张刚就放弃这次机会，还望您能多谅解。所以，咱们得赶紧变强才是关键呐！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叛逆呢？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为对付张刚，韩武见到神灵也不管等级如何，就是一通狂轰滥炸。随后依靠幽冥印来将自己眷族灵魂化，再通过神术噬魂之瞳吞噬灵魂，实现神职晋升。在连续6次操作后，韩武的叛逆神职终于晋级，觉醒出强大的叛逆神术。选项1：叛逆神术，叛逆之剑。选项2：叛逆神术，叛逆之双枪。不是，这怎么还得2选1呢？未来我是走战士路线，还是轻手路线？我有那么多和剑有关的能力，最喜欢使用的武器也是巨剑。想好了，就选叛逆之剑。叛逆之剑可以通过吸收各个种族的灵魂来改变武器形态。当前叛逆神术叛逆之剑为常见形态。原来如此，够叛逆，我喜欢。走，出去试试。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如何吧。我的天，刚才明明没有动用什么附加属性，就能造成火焰般的破坏效果。要是附加有腐蚀性的暗属性之符，岂不是……这一剑我可是用了腐蚀效果，怎么没用？重武器的粉碎效果怎么出现在叛逆之剑上了？明明附带着暗属性，却不表现出暗属性该有的效果。这叛逆之剑果然够叛逆的。等等，那要是用来骗人的话，岂不是一骗一个准儿？不错不错。韩武，那些神职我卖掉了，咱们又可以升级帐篷了。你在干啥？我进化出一个很好玩的神术，不管我放什么神术，都能出现反效果。还能这样？张刚再敢没事找事，就办他。喂，你这也太自信了吧！走吧，田老师，看看咱们的帐篷升级成什么样子了。你小子，我的劝导你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啊！恭喜帐篷升级，
演武场面积增大到了4平方公里。4平方公里，太好了！这下能够召唤更多眷族。咱们抓紧时间吧。经过几天的练习，韩武叛逆神职的经验迅速累积。田文也拥有了一名战斗力惊人的领主生命体，二人很是高兴，却不知这个韩武果然是偷神王大人宝物的小偷。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绑到神王大人面前。真神大人，您真的有办法杀掉韩武那小子？我能带你们来，自然就能让你们为徐铁报仇。真神大人，您终于来了。韩武那小子，我们早就监视起来了，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不急，先熟悉一下环境。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真实，要带上这4个半神来对付一个刚晋升的毛头小子，真是浪费。不过，既然是破产神王大人的命令，那也只能照办了。韩武，这回你死定了！帐篷升级后，召唤的眷族数量和战力都得到了提升，升级叛逆神职也变得容易了。韩武，你这才短短几天，你都掌握了3项神术了，而且昨天还晋级了能量之体。能量之体确实不错，积攒能量越多，爆发出的实力越强，而且适用于我所拥有的一切能力。二位，好巧啊！二位，好巧啊！哼，找你很久了，今天我就要让你给我儿子偿命！别废话了！哼！朽魔人！臭小子，杀我儿子，毁我神器，要把你碎尸万段！既然你这么想你儿子，那我这就送你们去见他。能量之体！小小年纪，刚晋升半神，却已经踏入君王生命体实力，必须杀了他，否则后患无穷。杀了他！想杀我，那么简单。韩武，我来帮你。不行，看来人海战术无效，进精英斩首计划了。来，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臭小子，让你嚣张！就你还想跟我斗？阴神！我要杀了你！韩武，小心！结束了，多谢了，田老师。情况不对，咱们得赶快离开这里。想逃？你们逃得了吗？你们又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也不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田老师，韩武，看来你们两个这些天实力提升确实很快，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斩杀2名半神。他们的眷族数量不少，精力也旺盛，可我和田老师的眷族已经有所损失，现在动手对我们不利啊。敌强我弱，能跑一个是一个。等一会儿，我会拼着眷族的力量打开一个缺口，你只要冲出去，飞到高空，他们就没办法再对付你。老师为了保护我，宁愿自己涉险。老师，废话少说，我只有一次动手的机会，你可得牢牢把握住。田老师，事情还没有到需要你牺牲来保护我的地步，现在的场面我能应付，相信我。一切小心。你能应付？你能应付个屁！我们4000万强力眷族，对付你们这些残兵，简直不要太容易。田老师，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抓韩武，如果你愿意不插手此事，
我个人是不会为难你的。作为一个老师，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学生死在眼前，这是我作为老师的底线。田文，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高尚？等你的眷族被灭杀殆尽的时候，我看你还有没有心情谈底线。田老师，我们本可以做朋友的，可你不珍惜机会，那就别怪我了。狼骑兵，上！炸弹攻击准备。兔成那么可爱，怎么能杀兔兔？是时候用那个了。阴火开启，汉雷之剑变异，勾魂之镰。呀！去死！看来被勾魂之镰斩杀的灵魂会被剑本身直接吸收，那岂不是杀的越多，镰刀直接就越强？臭小子，花样还挺多。别只顾着藤蔓，还有我呢！这里，小子碎们，全都给我去死！还有你们两个，就只会指挥吗？去死！什么？还好有破产神王给我的护身法宝，不然肯定扛不住他这一下。刘老师，这一击消耗实在太大了，滚腾的基因锁时间也快到了。安武，不能再跟他打了，快走！杀了我这么多狼骑兵，休想逃！范丽儿，按着他们！疼死了！完了，基因锁时限到了啊！田老师，你怎么样了？田老师，夫人，你把他两人带到了，这个时候不杀他，怕是没机会了。张刚，你想做什么？我不是说过要抓活的吗？啊，真神大人，您误会了，韩武那小子没死，我正要带他去见您。真神大人，这小子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抓来的，为了抓他，我可是损失惨重。知道了，不就是奖励吗？等着去神王那里，少不了你的。多谢真神大人给我机会。真神大人只说不能杀韩武，要是杀了这个半神，应该也能捞到不少好处。如果你敢杀了他，我就立刻自杀。哼，就你现在的惨样，还有能力自杀吗？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我死了，也肯定没办法交差吧？极恶神术！什么？不许动那个人，马上和我一起走！哼，我不杀你，但是死是活，只能看你自己造化了。马上回去见神王殿下。真神大人，咱们传送回去也得几天时间了，您就这么一直扛着这小子？哼，怎么可能？我已经封禁了他全部的力量，再把他扔到我的神域里，他就任由我支配了。你在我的神域里待着，我的眷族会好好招待你。你别靠过来！黑龙化！什么？这怎么可能？我的力量！难怪他敢把我关在他的神域里。现在的我什么也做不了。原来他的眷族是大老虎，还是小心点吧。我不喝。不过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说了我不喝。这个虎人听不到也不会说话，我也不会暗害你。这3天你就给我老实点吧。原来他又聋又哑呀！宿主需要帮助。不是吧？你小子居然没被封印！宿主，你可以把储存起来的神性给我吸收，我完成升级后可以帮你恢复一些实力，从这里逃出去哦。对了，我还有神性，这个时候只能赌一把了。那我开始吸收了啊！现在不能出声，会被发现。你尽快，我只有3天时间了。这是……哎呀，终于完成了。
宿主，我已成功帮你进化，现在你已经是神河文明的3级基因战士。有什么好处？本次进化的新能力是基因组合，可以将多种不同的基因进行组合，进而改变目标的构造，并不会伤害到原本的基因。听起来很厉害，可这能力要怎么样才能够帮我逃出真神湖海的神域呢？这就要看你喽，我先溜了。异变之源升级到了3级，连带着我的体质再一次提升。虽然有封印，但现在的实力相当于英雄生命体了。这不就是送上门的实验对象吗？啊，嘿嘿，谢谢。不过先别走。再怎么说，我现在也是英雄生命体的力量，岂是你一名精英生命体古人所能够挣脱开的？老实点儿，来得正好。正在那边干什么呢？还是名超凡生命体，二者都是古人，基因高度重合。你也过来试试。基因组合启动。大耳朵呢？是错觉吗？好像能听到声音了。因为你，多谢你，又是给我喂水，又是送馒头，这对耳朵就是谢礼了。听到了，真的听到了。什么？居然成为了我的信徒。这么说，我能利用新能力传播信仰，广招信徒，带领他们攻破这里的神域核心，逃出去了。还我耳朵！只是这计划的难度。过来。既然做了我的信徒，我自然不会亏待你。这次就将他们的优质基因片段全部都转移给你。竟然感觉到一股能量正在重构我的身体。什么？我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是邪神，是对神明的不敬者，抓住他！哼，我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我看谁敢伤害他！伤我神明者！神明，谢谢你给我的这一切，我愿意永远追随你。好，但是你的首要任务是帮我从这里逃出去。对此，我需要知道神域湖海核心在哪里。我可以帮您去找，但是核心由高手守护，恐怕以我的实力无法。没关系，咱们先找再说。这两个家伙有意思，抓住他们！是。哼，就你们，都轮不到我出手。上！遵命，大人。伤我神明者，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们什么都可以听您的，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做我的信徒必须听话，否则一个不留。遵命。算了，虽然是一群战五渣的劫匪，但现在正需要人手，你们想收拾他？全都给我听着！现在就只有一个任务，全部去给我打听神域核心的下落。是，大人，我们打听到神域核心藏在虎人王城外的一处禁地中，由数十名君王生命体和上百名领主生命体守护，不允许任何生命靠近，一旦发现就地击杀。这样啊，那有点麻烦了。这么多高手，潜进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除非马上去抓些鸟和地鼠来，我要做新的基因组合。把地鼠和鸟的基因移植给虎人，让他们学会遁地和飞天，这样就不会被察觉。大人，神域核心就在下面。这3个一看就像君王生命体的程度，这下难办了。大人，明天虎人王城将举行1年1度的生命庆典，到时虎人国王要向神明献礼，禁地使者也许会去观礼。好，
那就等明天，一切咱们见机行事。看来这些虎人都去王城看热闹了，禁地留守的虎人也少了很多。3名君王生命体的老者也有2名离开了，还剩下1个留守啊。不过少了2个对手已经很好了。跳下去，瞄准神域核心，打碎他！擅闯禁地者，死！向左避开！大人，您看下面，拖住他！我去找神域核心。这双结合了地属基因的手，你该派上用场。站住！不许你靠近！长老，你的对手在这儿呢。核心，你在哪里？你快点，虎人怕是马上就要撑不住了。找到了，是时候该结束了。什么？我基因改造融合的最锋利的虎爪，居然无法击碎！现在可怎么办？乌海那边肯定很快就会发现。真神大人，我感受到我的神域核心正在被攻击。在干什么？不好，这么快就赶来了！你小子对我的神域核心做了什么？没想到啊，最后的最后，居然全靠你帮忙！不，这不可能！难道是那个时候借助了我的力量？没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威压，让本就出现裂痕的神域核心直接破碎。现在神域核心破碎，唯一的希望只有尽快抓到它，带回去给神王。若神王高兴，或许能赏赐给我一颗神域核心重塑的机会。虽然神域核心碎了，我能逃出去了，但现在立刻出去的话，就会被传送到渤海所在的位置。我身上的封印还没解除，对付不了他和张刚，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到时虎人国王要向神明献礼。对了，今天虎人国王要向神明献礼，先抢再说。有神器在手，跑也容易。现在，我们为神明献上这份神器，共同祈祷，未来咱们会有更加丰富的资源，更加强大的实力。接下来，什么？大胆小贼，居然敢偷进献给神明的宝物，速速给我放下！就凭你们，4星神器，不错不错，现在已经是我的了。再见了，我忠诚的信徒们！哈哈哈哈哈！哎，血腥竞技场永久坐标果然强大，无论在哪里都能传送回来。尊敬的继承者，你受到另一位半神继承者火风的挑战，是否接受？拒绝！我身上的封印还在呢，根本不能沟通神域，也动用不了能力和技能。现在怎么办？尊敬的继承者，你受到另一位半神继承者白冰的挑战，是否接受？拒绝！尊敬的继承者，你受到另一位半神继承者暗夜的挑战，是否接受？有完没完啊？这么快就3个了，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只能拼一把试试了。我就是暗夜，你的代号是什么？就是这小逼嘎挑战我，蝗灾！蝗灾，受死吧！我去，头一次见到有人会和我一样，卷族走量。怕了吧？这就是我的实力。如果不想你的卷族被我的蝙蝠吸成干尸，就赶紧退散，
省得耽误我时间。雕虫小技，该退赛的是你。好快，但还不够快。怕了吧？姑奶奶我可是专门练过的，和我近身战，你就是在找死。多亏异变之源继承3级后，身体素质提升了10倍。要是换作被封印前的状态，挨这一脚，不死也得昏迷。偷袭不是对手，只能把目标放在这些蝙蝠身上。只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是飞行生物，真是难搞。怎么？现在要想赢得这场战斗，我只有一个选择：融合蝙蝠的基因，增强实力。基因融合，启动！他疯了吧？虽然有点膈应，但至少找到了突破口。他居然能从我的蝙蝠身上吸取能量，要是继续放出普通蝙蝠，岂不是在帮他升级？永恒血族召唤，月光编织的契约，为我支付永恒的代价吧！居然不用嘴巴就能吸我的血，你的味道比我想象的更甜美，是恐惧的调味，还是你本就如此特别？只是既然你能吸我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吸你的呀？基因组合，接下来你要怎么对付我？不正常，这未免也太不正常了！给我吸干他！看你往哪跑！接下来到谁了呢？这未免也太吓人了！我认输。算你识相。你是不是那所高校的学生？高校。对了，现在高考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啊，都过10天了。完了，只顾着古战场和红海了，错过了高考，也没参加帝都学院预备班的最终考核，我肯定是挂了。搞不好帝都学院已经把我除名了。下次再见。你别得意，等下次，姑奶奶我一定会把输的赢回来。站住！什么人？我是帝都学院的预备生，来找丽娜老师。新学期哪来的预备生？不要以为你知道丽娜老师的名字，我就会放你进去。我是帝都学院上一届的预备生，韩武。韩武啊，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你都找疯了？我有要紧的事见丽娜老师，可我现在进不去。这个简单，我直接送你去丽娜老师的办公室。多谢。安走。对了，得告诉秦爽一声，把你这些天的经历都说出来，一点都不要隐瞒。就是在古战场，胡海和张刚把我抓走了，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可是身上的封印却解不开。太过分了，敢欺负到帝都学院的头上！你放心，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学校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至于你身上的封印是真神留下的，即便我也是真神，却也无法解除，还是要找徐海老师帮忙。谢谢老师。徐海老师，学生韩武需要您的帮助。徐老师，孩子，你受苦了。能够在神域玩家权限完全被禁的情况下平安回来，绝对是个奇迹。你的事我会亲自去找院长谈，势必会给你一个公道。对了，因为这件事，他错过了帝都学院的最终考核，得想个办法让他回帝都学院学习。这学院也要遵守一些规矩，要尽可能的保持公平公正。以你的潜力和实力，绝对不次于任何一位帝都学院的正式生。可唯独你没有参加高考或者帝都学院的最终考核，在流程上没法通过。不过你放心，你也是我看中的学生，我必定会全力帮你。谢谢老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先帮你恢复神域玩家权限。至于接下来怎么做，还得等通知。我感觉我又能沟通到自己的神域了。
这一掌可是直接消耗了徐海老师的3亿神力。快回你的神域看看，你这么多天没回去，神域里肯定有好多事等着你处理。啊，多谢两位老师了。不是，这几个怎么打起来了？好在核心卷族蝗虫没有参与其中。不过，作为核心卷族，这退化的也太严重了吧！太长时间没有参与战斗，数量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弱，根本看不出是精英生命体啊！超凡级也就只剩这么几个了，赶紧把没用的都星界了，只留有用的。哦，神明大人回来了！恭迎神明回归！这下不好了。我现在最缺的就是神值，当然选这个。等我将叛逆神值提升到圆满，就可以吸收毁灭神值了。我还有死亡神值的引荐令牌，到时候再去找。啊！什么东西？敢破坏我的神域核心！你在做什么？啊！他要破坏神域核心，快拦住他！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神域核心？不就是要破坏神明的神域核心？神明只需要用5就够了，不需要招揽其他种族。什么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有想破坏神域核心的意图，我都不能将你继续留在我的神域里了。我不杀你，你去多龙城吧。今天这事，究其根源，还是我太过相信卷族了。幸亏黑龙阿尔菲斯及时站了出来，挡了一劫，不然必须给神域加些保护措施。这样还差不多。我等誓只效忠神明大人，绝无。神域的事情暂时算是处理完了，只是天文老师和我的卷族还在古战场，我不能不管他们。丽娜老师，我还有事找您。韩武，啊，你总算回来了。孙庆年说你回来了，我就马上赶过来。你的事，丽娜老师都告诉我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还有，我听同学说，刘乐天老师陨落了。每个选择都有代价，他不过是尝到了自己栽种的苦果。对了，老师还有没有再去古外域战场的票？我要去把天文老师带回来。什么？天文老师？这个说来话长，等我回来，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这次我要和你一起去。没问题，那我们就一起去。天文老师，看来天文没有回来过。古战场上除了神之碎片外，根本没有其他物资，还会屏蔽神域玩家权限。长时间待在古战场上，根本无法存活。去找天文老师的消息。啊，是斩铁剑锋的共鸣，信号好像是从地下发出来的。去看看。走，咱们下去吧。走，咱们下去吧。就是这里。好强烈的空间之力啊！斩体剑锋和我的其他眷族应该就被困在门后。什么？加速！看来这门不是靠蛮力就能拉开的。还是我来吧。喂！打开了。我们赶紧进去吧。好。都是一些低级神灵。好。这情形不太对。他们好像是故意跳出来送死的。那道门完全消失了，咱们连回去的路都没了。他们是在故意消耗咱们体力。这里无法沟通神域，没有物资补给，长此以往便会饿死在这里。先查看周边的情况。没错。走。飞了这么久，这里除了沙漠什么都没有，难道咱们真的要被困在这里？啊，是斩体剑锋的共鸣，它就在这附近。在那儿，我帮你们。
神明大人，您回来了。你们有没有遇到田文老师？我们一直在一起行动，猎杀了很多神灵，但是3天前，这种巨大的沙子神灵出现，他们带走了田文老师，我们来不及营救。没关系，你还记得田文老师被带走的方向吗？走，带我去救老师。他们是朝那边走的，我带您过去。是座城池，也许田文老师就在这里。有多急？什么？小心，越来越多。不过和我比数。不过如此。去探探里面的情况。居然还有闪烁着红色光环的家伙，看样子其他东西都很怕他。不过我要找的不是你，也不是这儿。田文老师，找到了。怎么了？看样子他们好像要用田文老师献祭，来不及了，我得现在就去救田文老师。你在这里接应我们。可是城里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不能带秦爽冒险。去给我踏平这个城镇！我可没有这么容易就被甩掉。我说过和你一起救田文老师，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好，我们一起。真麻烦，狼来支援了。不过，祭坛上剩的狼越少，救田文老师的胜算就越大。黑龙王化，吸血鱼。田文老师，我来救你了。灵斩，当我者死。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田文老师，你做了场噩梦，我是来叫醒你的。人救到了，撤。好。田文老师，你怎么样了？放心吧，恢复了很多。你们2个都晋升半神了，真好。我能晋升半神，还多亏了韩武。不过，咱们还是想想怎么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吧。在被抓的期间，我从那些神灵口中得知，他们的王那里拥有一面穿梭空间的镜子，能够帮助神灵离开秘境。我想，那应该就是离开这里的唯一办法。只是那些狼头神灵就已经踩踏最高等的红色光环，他们的王又该有多强大？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咱们辛苦培育出来的眷族可能都会折在这里。老师的眷族都被杀死了，没办法帮到你们。这是老师这些年在这儿所获得的神值和神值碎片，或许对你们有帮助。老师言重了，能够将你平安找回，就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我们也收集了些，老师，咱们肯定能离开这里。这么多碎片，可是却做不出一份完整的神值，咱们又在秘境里，也不能拿去卖了，吸收也吸收不了。别担心，我用我的融合能力把它们融合一下试试。融合，是5级神值！5级神值居然真能够造出来，这也太神奇了！我用最快的时间融合几个适合咱们的神值，然后咱们就去找镜子。好。是时候试试新神值的威力了。看我的雷霆之矛！去死！别着急把雷霆之矛放出去，沙子巨人神灵拥有复原能力，这些雷霆之矛一起投上去，压根儿起不到任何作用。那该怎么办？我用叛逆神术加点料。好了，扔出去！雷霆之矛！那我也来试试，尖刺神灵。暴风锤，万雷光点。幸亏有你制造的新神值，再也不用怕他们了。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黑龙王化，去斗师后，快！好，能量之体，叛逆神术，叛逆之剑，勾魂之镰。蝼蚁，居然试图跟我抗衡，看来是个难缠的家伙。迎斩血尾之刃。从没有人类能扛下我的攻击，现在有了。有意思，有意思！终于遇到能让我全力一战的对手了。少瞧我们了！尾刺，回音闪，居然躲开了。迎斩血尾之刃。趁现在，大家一起上！好，就迎斩！万雷破铁！搞定了！太好了，韩武，现在可以放心回去了。小心，还有这些家伙。追吗？随他们去吧，这么多，咱们也追不过来。韩武，你怎么了？没事，只是刚才用了太多的神力，有些累。你和老师去看看那些神之碎片，有没有能用得着的。嗯。韩武，咱们打到宝贝了，你快看。喜欢长矛吗？还可以，矛有利于发挥出雷电属性的优势。那送你了。真的给我吗？它既是神器，又是圣物，还是神职。如果你选择融合的话，实力定会获得巨大提升。我有叛逆之剑，通过吸收其他族群的灵魂，还能开发出不少其他种类的武器。老师，这个沙暴神职比较适合你。啊，多谢。走，进城找镜子，去祭坛那里看看。就是这里。去探探。这镜子真的能让咱们回去吗？问题不大，信仰之线还在，还是安全的。走，该回到主世界去了。哦，终于回来了。韩武，我感受到你的气息了，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有事情跟你说。丽娜老师真是催得紧。快去吧，我也先回去休整了。韩武同学，针对你被真神胡海绑架的事儿，学校已经查明，他背后的真武神王已经道歉，并送了这个给你赔礼。真武神王送出的礼物啊，还真让人期待啊！不就是那个投资1000亿神力去创办变异兽养殖场，赔得血本无归的破产神王吗？好大手笔，送了个神谕给我呀！怎么了？这是胡海。神王说胡海自作主张囚禁你，必须严惩。那胡海这辈子真是太不值了，为神王尽心尽力半辈子，到头来却成了赔礼，真够讽刺的。看来这片神谕大概也是胡海的神谕。韩武同学，一具如此完整的真神尸体非常珍贵，你可千万不要浪费了。老师，我就是感慨侠。韩武，这具完整的真神尸体你会炼化吗？丽娜老师，还请您指点一下，我该如何使用才能不浪费这具完整的真神尸体？我这里有一枚5级神职，希望丽娜老师能收下。臭小子，和老师还用上这套了？老师这里有个秘法，把这具完整的真神尸体炼成你的一个同等级分身。如果你愿意投入资源的话，分身也可以晋升。愿意，当然愿意，谢谢丽娜老师。真武神王这次道歉，表示着你被绑架的事到此为止。只是你能否入学，学院的领导还未做出定论。有些老师对你还未正式入学就引来如此大的麻烦，颇为不满。丽娜老师，对我不满的人，我会用自己的实力向他们证明他们是错的。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老师对你有信心，快去炼制分身吧。
老师等你的好消息。韩武，你真要住这里啊？我没被学院录取，自然没有宿舍。放心吧，等我练出分身，就什么都能解决了。好，我等着。不会让你等很久。一转眼神域里都过去半年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就能把真神尸体转化为自己的分身了。出来吧，主人。从今天起，你就叫韩文，和我正好一文一武。先看个实力。果然是真神，神性居然有42点，技能也这么多。只是技能虽然多，但低级技能在强大生命体面前一点用都没有。我帮你把技能和神值都融合一下吧。技能融合，武神强踢，万事万物皆能一脚踢碎；武神瞬击，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两个技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尽的潜力。既然技能可以融合，那么神术是否也能融合？试试看。召唤风之巨人，召唤木之巨人，再加上召唤火之巨人，召唤山之巨人。我去，4合1的神术就是牛，这属性足以轻松碾压绝大多数半神了。韩文，把虎舞真神的特性施展到我身上看看。好的，主人。现在命令混沌圣者攻击我。行了，退下吧。如果把这个技能加到我身上，以后不发动黑龙王化，也能轻松对抗地皇生命。分身练好了，该这片神域了。只是神域核心都被我毁了，没啥大用。不过里面有不少虎人，能提供不少信仰之力。马上化成火海的样子进入神域，收服信徒。是。怎么回事？怎么忽然感知不到了？你没事吧？因为已经和神域没有了关系，进入神域的时候并没受到神域的保护，现在没事了。好，那我们就出发，收割信仰。什么人？你说呢？真神居然回来了！我好不容易才和其他虎人建立了信仰关系，不能让他坏我的好事。他是邪恶之神，快抓住他！我这才离开多久，你们居然连自己的真神都不认识了吗？恶神最善于蛊惑人心，听到恶神的话，千万不要当真，一个字都不能信。别和他们纠缠，浪费时间，直接召唤混沌圣者。明白。去风之刃！不好，古人王居然敢偷我信仰，今天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拦住他们！一群杂碎，让你们死，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我们投降，请真神饶恕我们！群废物，帝王威压！都是你坏我好事，只要杀了你，我就是这里的神，去死！神算计！求神明宽恕，我等誓死效忠神明。现在把他们送到我的神域空间，给我增加信仰之力。好，所有虎人听我号令，前往新神域。新的神域也是真神的气息，快过去！他怎么会有真神的气息？大家都过去了，就差你们了。你们的真神就在这里，去见他吧。主人，真的是你？是你？你还活着？韩武，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有要紧事。学院根据你的情况，决定对你网开一面，允许你入学，但必须通过一项目考验。丽娜老师，你就说吧，不论什么考验，我都挺得住。你会被外派到一个未知存在、危险程度还没确定的外域文明探查情报。只要在1年里探查到价值高的情报，学院就允许你以正式生的身份入学。未知存在？不会把我当小白鼠吧？这项考验难度无法判定，而且考验期间，一切神域玩家的权限将会被尽数封印。
要不要接受，决定权在你。老师，无论考验如何危险，只要能进入帝都学院，我都愿意接受。现在的我，除了是神域玩家的身份之外，还是3级超级基因战士，是半神，能力不少，绝对够用。以你手里现在的资源，就算这1年闭关苦修，成长速度也不会逊色于其他同学。为何非要执着的去这趟浑水？等下年，你作为重修生，依旧可以报考帝都学院。可是有人在等我呀。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老师提前祝你考研顺利，收拾一下，明天启程吧。放心吧，老师，我一定会完成任务。这就是未知的外部文明。狼，不过是普通生命体而已，应该是降落的声音吸引了。去死！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力量。佩戴。怎么还有味道呢？是不是再遇到狼，闻到这身上这味儿，就知道我杀过狼了吧？黑铁称号可升级，升级方法灭杀一头青铜级别的狼族生物，这么简单 ？get！ 我这都杀了300多条灰狼了，可是青铜级别的狼一条都没看到。对了，青铜狼也只是这些灰狼的升级版。那岂不是？我去试试，基因融合。青铜狼造反，这也行吧。有门，而且门上似乎存在着空间传送通道，并且每隔几分钟便会传送进来几个类人生命体。难道说这里是一个猎杀场？类人生命体进入这里猎杀灰狼，提升等级和称号，称号等级提升能够增强个人实力，个人等级提升又有什么用？我杀了1夜的狼，提升到了16级，自身实力却没有得到一丢丢的提升，到底为什么？算了，找家伙问问吧。这人是……这是在干嘛？我去，看来来者不善。兄弟们，上！别让他跑了！黑人的心态。没事。有什么情况？这明显打不过呀！快走！这么骚，不过正好。也送光他的装备。快走！原来这几个是专门杀人越货的。看来这地方弱肉强食才是规则。去哪儿？要不然就去这里吧。暂时先跟着他们，应该能收集到不少有用的情报。不是吧？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也不像是能抢劫的地方。我去，被发现了！不好！我明明隐匿了气息，这蜘蛛居然和狼族一样能追踪我！小小蜘蛛也敢造次！新的称号，这个不错，替换。不要啊！在找到替代品之前，这3具人肉盾牌还得继续传信。既然如此，正好最全新的除技能，去死！蜘蛛克星称号等级提升至青铜。看来效果还不错，再来。这就没了。技能释放后需冷却，1分钟后可再继续使用。这也太坑了吧！滚开，滚开！去死！别以为我就那一点。蜘蛛克星称号升级为白银称号，增加功能召唤狼蛛。这还差不多。就算救了他们，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万一他们恩将仇报，我就危险了。嘿，没想到里面居然是蜘蛛，我还以为要完了。快看，这家伙还没醒，装备也不少。要是弄死了，就都是咱们的了。不错不错，快看，
那边还有很多，太狠毒了！让你们这种人多活1秒，都是我的无能。你竟然闭嘴！老弟，完了！老实一点，不然我保证你死的比那2个更难看。我听话。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称号文明领域，在这里做什么都能得到称号，称号还会升级，最低是黑铁、青铜，之上是白银、黄金，最高级的便是白金、钻石。升级的规则是什么？这里的生物，像狼蛛那些，只要杀掉都可能升级，等级达到100级后就能晋升。那围墙便是称号晋级地。如果能拿个钻石级的称号，估计回去就能交差了。不过，我这折腾这么久才40多级，差得远呢。其实，这种猎杀生物所获得的称号不算什么，真的获得高级称号的方式，则在大家族手上，普通人没这个门路。我去，这是哪里都有天龙人呐！你身上的这个铁牌又是什么？这个是身份证明，每个来升级的都得有。小的是黑铁的，像蓝血人这种大家族出来的，或是自身实力强的，材质会更好，也能更自由出入。原来如此，那如果我能拿到别人的腰牌，是不是就能用他的身份自由出入了？行丑！说了让你老实点，还要跑，自己几斤几两没数吗？既然如此，你们的牌子就是我的牌子了。现在就试试，能不能随意外出。拜托，这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好吗？什么？哪里偷的腰牌？想跑？这不能在这里动手，太大动静，被文明意志发现入侵者身份就麻烦了。吹！别让他跑了！现在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不行，我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得赶紧拿到有用的情报，顺利进入帝都学院。他还在等我。有了，既然不能正常离开，那就搞点事情趁乱跑，这样感觉就差不多了。语音融合。去那边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哇，这是什么？别过来！就趁现在，走！等级突破，晋升青铜级，请选择下一个升级地，点击进入地图界面。这就突破了。行了，就这里吧。传送中。欢迎来到格陵兰之森区域，等级青铜。哟，新来的一个人，正好我们战士、射手、刺客凑齐，只缺一名奶妈，就你了。不，没兴趣。人不生地不熟的，何必给别人当血包？分解手套附带分解者称号，能够轻松将尸体分解成所需要的材料。我没有空间戒指，用这个分解应该还方便存放。我要了，2000个金币。啥？这么贵？我从那3人小队身上也就刮出来1000多金币。我要1只，行吗？啊，没什么卖过哎。你想想，一双手套能分解，那1只也能分解，这样你可以卖2次，每只1000个金币也不亏啊。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就成交。什么声音？哥布林？小小哥布林也敢造反？也不看看我是谁？之前杀狼蛛时那个称号有个召唤狼蛛的功能，趁现在试试。召唤狼蛛。杀死超过10头哥布林，获得哥布林杀手的黑铁级称号，是否佩戴？看起来还可以，还能召唤武器。不过话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腰牌？黑铁腰牌已就位。不问就不给是吧？
先把能带的都带着，这样就能随时用上了。分解，不错不错，旋轮不断，木棍召唤，就这。虽然很小，但是手感还是很不错的嘛。只用了半天时间，杀了上百头哥布林，哥布林手骨也累计到120只。等会儿要不要卖掉一部分？哟，小子，收获不错呀！暂时带着白银摇摆，其他3人都是青铜摇摆。东西留下，你赶紧滚，不然砍了你！这几个人实力不弱，请问你有空间戒指吗？我作为白银级的称号强者，自然拥有空间戒指。看到了没有？10立方米大的空间戒指，你怕是连见都没见过吧？10立方米有点小，不过总比没有好。臭小子，区区黑铁级别也敢造次，去死吧！但是反弹的力量就已经这么大了，这他妈哪里是黑铁级的新手啊？你们傻愣着做什么？上啊！杀！幼虫小技，你去死！哦，怎么可能？这火球的发射路径，连我都未必躲得过。那这小子是大家族的游猎弟子。快！小人有眼无珠，请大人高抬贵手，放小人一马。把空间戒指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大人都在这里了，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挺有货，这个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啊，居然是黄金称号的获取方法，不错不错。这就去找黄金级的怪物练练手。就你们了，滚，别挡路。不错，怪物材料收集的很快。76组级，哥布林杀手称号晋升为白银级，并获取2个功效。正好试试新燃烧吧！有点本事啊！先用你的铜族试试你的技能威力。看来被电流击中，行动会变迟缓。王暴莫雷，杀我族群，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小子不仅杀了我的同伴，还抢了我们的物资。金老大，你一定要杀了他！多少钱我都给你。是雷霆哥布林的狂暴落雷，有人在和雷霆哥布林战斗。没错，老大，肯定是他，他肯定是在做黄金卷轴任务。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和格林兰之森炼级区内的3名黄金级怪物也打过几次，皆不分胜负。他小子敢单枪匹马硬上，看来不用我动手了，他也必死无疑了。走，我带你去收尸。打完了吗？打完了就该我了哦。怎么会？我的雷电怎么会没有效果？难道我的刀坏了？就你这点雷电和他相比，压根儿没有可比性，甚至无法破开我的防御。现在该我了吧？本来想先清清杂鱼，刷刷经验来着，但既然你急着送死，那我就提前收下你的人头好。这，去死吧！你要小瞧我！真是个废物！我不想死。可是不杀你，我就无法从白银级晋升到黄金级，所以再见。100级突破成功，哥布林杀手称号晋升至黄金级，获得黄金级材料，并可召唤雷霆战刀。总算有个像样的武器了，还差2份黄金材料就能升级了，赶紧，下一份！你刚刚都看到了吧？你的仇我可帮你报不了。早知道他有这等实力，我脑袋抽了才会想着报仇。
让这小子发现了。有人，滚出来！又是你？怎么带人来找我报仇啊？没有，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路过的。哦好，既然是路过的，那就把身上的装备和材料都交出来吧，可别逼我动手啊！交，我们全部都交，只求饶过我们。你是不是有什么忘记了？把你的空间戒指也留下。我空间戒指里存着这些年的积蓄，若是交出去，这么多年可就白干了。兄弟，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把空间戒指解除，我不想再说一遍。我要是不呢？现在呢？我给。老大，你这可以呀，里面东西还真不少啊，居然是白金称号的卷轴。现在马上召集所有成员，去给我找那小子的踪迹。一旦发现，立刻告诉我。我肯定是被骗了，那小子肯定是有抵抗洛雷的称号在身，才会无视洛雷打击。我一定要把我失去的东西都找回来。猫妖之敌啊，一个移速，一个敌意，不太行啊。但是为了那个称号，忍了。白金称号杀戮者获得方法如下：凑齐3个不同种族的钻石称号换取。用3个钻石级称号换取1个白金称号，疯了吗？杀戮兵器还能吸收1/1000的能量，只要杀死的生物够多，1/1000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就很划算，一定要搞到手。好，来了吗？这么大，看样子是他们的老大了。给我一击，狂暴落雷！这个是你自找的。黄金猎物猫妖王猎杀成功，获得黄金材料毒囊。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真正猎杀钻石级的猎物，不过我那基因组合呀，狂暴落雷，斩！可惜这只猫妖是拼凑成的，分解之后只是掉了一堆青铜级材料，继续捕捉吧。基因组合孵化成功，获得钻石级猫妖。斩！不好意思，还没出生就把你送走了。就这些？最强功效仅仅是召唤一只黄金级毒猫王辅助战斗，真是有够寒酸的。不过赶紧集3个钻石称号，拿下杀戮者称号才是正经。基因组合成功，哥布林钻石级。基因组合成功，牛头人钻石级。终于完成了，不但凑齐3个钻石级称号，还凑齐了10种黄金材料。比较称号功效1，大幅度增强佩戴者自身的实力。功效2，战斗中可召唤称号所吸收的10种黄金级怪物共同战斗。功效3，可通过永久献祭称号所吸收的黄金级怪物，短暂大幅度增强自身实力。这还差不多。竟然可以随着我的意识变化。小子，终于找到你了！把你从我这边拿走的东西全都给我还回来！小子，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能蒙混过关。现在把你身上所有的装备和材料都交出来！这话别让我说第2遍。最强的也不过是白银级，不足为惧。怎么，你胳膊好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给我打！召唤巨兽！放马过来吧，正好试试我的新武器，趁不趁手。杀戮巨剑！就这点实力，远程攻击！快用远程攻击！啊！攻击个毛啊！还不快跑啊！ 黄金怪兽召唤！什么？
现在你还想要我的装备吗？饶命！饶命！大人饶命啊！真是太弱了，看来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了，是时候去更高级的练级区看看。新来的，你什么级别？之前游历过哪里？我的来历不值一提，请问如果突破了这里，能拿到什么奖励？年轻人口气不要太大，这天宫之城可从没有人突破过，每一层都囚禁着一个种族。不过你要是真能突破，据说会得到赐福以及一个钻石级称号。7层高塔，7个种族，有点意思。你个黑铁级别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快走！这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原来你是黑铁级，嗨，就这，你还想挑战天宫之城？你是在做梦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规定。放好放好，换这玩意儿花了我不少金币呢。白金皮称号卷轴，要的速来！开个价，白金称号卷轴我要了。白金称号卷轴，大鹏冒险团占了，谁敢抢？大鹏冒险团好大的口气，不知道我猛虎冒险团有没有资格和你们掰掰手腕？这份白金称号卷轴是我家的传家宝，不到万不得已的份上，是绝对不卖的。别装可怜，说要多少金币？我这份白金称号卷轴不要金币，是为了换一件东西，那就是天宫之城3层光之城主手中的预言水晶球。啥？那水晶球得打败光之城主才能掉落？没错，只要把水晶球拿来，我就把这份白金称号卷轴在下双手奉上。都散了吧，这摊主疯了，杀光之城主，这不纯纯的扯吗？你这卷轴里到底有什么？给大家看看啊！不然我们真的费劲杀了城主，你这里边又是没什么用的东西，那岂不是亏大了？没问题。白金称号，空间行者。这个不错。空间行者，那不就是哪里都能去？有这个，我岂不是能节省很多时间？炸城主，抓卷轴！努力去争取，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大不了去抢。这里真是好破败啊！什么东西？这就是第1层囚禁的种族吗？先上再说。天宫城第1层通关进度0.1%。一个半龙人才这么点进度条，那我得杀到什么时候？就是你，刚才杀了我的同伴，就出现了。这才带技能了。欺负我就一个黄金怪兽召唤，要吃他们！哼，就这点实力，真是弱不禁风。哼，就这点实力，真是弱不禁风。获得白银称号半龙人的杯杯，并获得技能半龙人化。半龙人化和我的黑龙化有什么区别？原来如此，那我的黑龙化技能岂不是可以用了？哼，送上门的经验，那我就收下。去死吧！老大，老大，您快去看看吧，那家伙已经屠杀了我们不少同族了。不，事到如今，竟然还有人敢冒犯我族，今天必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你们！我去，大家伙呀，气质和身形都和别人完全不同。看这样子，杀了这个家伙，进度条一定涨爆了。所有人在没摸清那家伙的底细前，谁都不要再去挑战他。来吧，你爹！巧了，这东西我也有。哼，老子提升等级全靠你了。什么时候？我可没这么好对付。这家伙居然还挺难搞。他是个人类，但他的身体里居然蕴含着巨龙血脉。人类，停止争斗吧，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谈谈，别想耍花招。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让你的小弟退后100米，看他的样子不像是人渣。先听听他说什么。按他说的做吧。
不要担心。怎么谈？你说吧。请求你帮助我们。帮你们？帮什么？别在我面前耍花样。请你帮我带着半龙人一族从天宫之城这所监狱里逃出去。什么？相传我们半龙人是巨龙和人族杂交诞生的种族，全族上下都由衷崇拜着真正的巨龙血脉。但我们从出生就被关在天宫城里，带着所有的半龙人从天宫之城这所监狱里逃离出去，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我却没有这个实力。但你不同，你超强的战斗天赋，加上体内的巨龙血脉，让我看到了从天宫之城逃出去的希望。他居然能感受到。行了，别客气，直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只要你答应将半龙人从天宫之城的牢笼里带出去，我巴卡尔任由你处置。你就不怕我见利忘义，到时候把你杀了，半龙人也不带走？怕，但我别无选择。作为半龙人种族的王，哪怕只有1/1000能从这里逃出去的机会，我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看样子还真不像是演的。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请求，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钻石称号的秘密。哦，说来听听。天宫之城其实是活的，但任何进入天宫之城的冒险者都无法发现它，除非获得天宫之城的认可。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听说只要能够一次性完美通过7层高塔，就能够获得天宫之城的赐福。所以，能一次性完美通过7层高塔的人，真的能获得赐福？对，一次性完美通过的含义，就是在第一次登陆每一层时，将该层种族中最强者击杀。只要你杀了我，你就能够取到天宫之城第一层完美通过的成就。就算获得了第一层完美通关的成就，又能怎么样？后面还有6层，其他层的种族领袖绝对不会主动在我面前求死。没关系，我能够预感到你体内的巨龙血脉即将觉醒，待你杀死我，称号就会晋升，你体内的巨龙血脉便会迎来觉醒。上面6层的种族首领未必会是你的对手。看来他真的是在一心求死，以此换来种族的未来。这绝对是个人才，杀了怪可惜的。要是能收下当小弟，你是说将该层种族中最强者击杀，才能够获得完美通关的成就？事关我的生命和种族能否逃离囚牢，我不会说谎。那就好了，我有办法培养出一头比你还要强大的半龙人来。这可行？就是有点废半龙人，但是我保证把伤亡控制在2位数，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生命可以给你，暂时用不到你。王，只要能带领族人逃出这个监牢，我们愿意牺牲。这，好吧，族人不会忘记你们。基因组合，钻石级半龙人诞生。半龙人的悲歌称号晋升至钻石级半龙人的希望，并获得2个功效。黑融化。等我回来，必还你们自由。伟大的巨龙，请一定回来，拯救您流落在此的血脉后代。这入口阴气怎么这么重？该不会藏着什么怪物吧？坏了，上来前光顾着耍帅，忘了问下巴卡尔2层的情况了。现在返回也来不及了。罢了，兵来将挡，小心为上。这么黑啊，这样就能看清了。3个一模一样的通道，该走哪条呢？黄金牛头人、黄金哥布林和黄金猫妖，去替我探路。气息传回来了，门后都是灵体类的怪物，不过黄金级的召唤物对付他们应该问题不大。恭喜获得银级称号英灵净化者。功效1：英灵的赠与被动，净化英灵后随机获得其一件装备。功效2：
英灵的信赖，与英灵初始友好度极为亲密。怎么回事？消灭了英灵，居然还能和英灵提升亲密？英灵难道是哆啦 A 梦？算了，先把他招回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感觉似乎不太对。我去，原来是阿飘啊！阿飘就阿飘，反正我也不怕。呸！终于自由了！还真是哆啦 A 梦，究竟是什么情况？难不成他们是被困在这里无法解脱？我这是超度了他们。通关进度已经11%了，得找第2层最厉害的 BOSS， 尽快通关。不过现在不知道走哪条。既然如此，那就全走一遍，不要中途做好标记，不断深入，总能找到正主。越往里走，阴灵就越多，千万不能迷路，不然被困死在这里就糟了。怎么又绕回来了？我就不相信我还找不到这层 BOSS 了。这次走这条试试。前面有道光，哈哈，太好了，有光就有希望。我去，这攻击感觉不仅仅是伤身，好像还能触及到灵魂层面。黑龙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我完成黑龙化，身体依旧会感到火辣辣的疼。这个怪物，这次也是白金级，甚至有可能是钻石级。要是硬拼，10个我加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还有底牌的，血祭启动。怪物猎杀者称号功效3启动，献祭黄金级怪物，获得短暂实力大幅提升。虽然是短暂的大幅度提升，但只要能对付你就足够。我过来！想跑？这回应该跑透了。恭喜成功击杀钻石级怪兽，英灵进化者称号达到钻石级，通关天宫城第2层。原来是第2层的 BOSS， 还是钻石级的，难怪这么难杀呢。钻石级装备可抵抗思想污染。抵抗思想污染？还有这种负面效果吗？我去，疲惫感瞬间全没了，连呼吸都顺畅了，这真是个好东西啊！终于可以去第3层了，希望那个什么光之城主能给力点，还没被其他人干掉。啊，看来光之城主还没被弄死，不然这里不会有这么多人。哦，这又是什么东西？像会发光的糯米团子。没时间管这个了，得赶紧去杀光之城主。喂，3层已经被我们大鹏冒险团承包了，兄弟给个面子，改日再来。哟，还是黄金级的冒险者，不过光凭这点实力，可拦不住。你小子是不是聋？说话你没听到吗？不想死就马上滚出去，别怪我们哥俩不客气。不识好歹，我倒想看看你们能怎样不客气。杀戮者称号启动，去死！这家伙实力不一般，我得抓紧走。杨子，放你回去报信吗？可是，废话真多。这白金级杀戮者称号果真名不虚传。对了，我记得钻石级种族可以强化杀戮者称号的效果，把英灵进化者喂给你试试。杀戮者称号功效提升，附加5%灵魂层次攻击。太好了，涉及灵魂层面攻击的能力本就稀少，杀戮武器能够增添5%的灵魂攻击，就已经算是相当恐怖的加成了。毕竟绝大多数生命体在灵魂层面的防护几乎为零。这点攻击虽然伤不到我，但挡了我的路，多少有点麻烦。不就是远程攻击吗？我也有。今天就让你们明白什么叫火力压制。还有点小疼，哼，仅此而已了。
哎，单细胞生物果然脑子也是光。怎么回事？突然没有力量了。一般的子弹自然伤不到你们外科，但老子的子弹可是能打击到灵魂的，就是有点延迟。光辉晶体，光之精灵的核心，能够吸收大量光能来提升自身实力。珍贵的光系材料，白银称号光之精灵收割机获得。功效1，对武器附加光属性，增强伤害。功效2，光之精灵初始友好度为仇恨。不错，这下又有待培养的钻石称号雏形了。继续去找。那个光之城主到底躲在哪里呀？这小子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啊。竟然是那个在青铜炼级区杀了不少人、上了通缉令的小子！快抓住他，我们能拿不少赏金呢！不想死就滚！臭小子，这里可不是青铜炼级区那种垃圾汇聚的地方。今天遇上我，算你踢到铁板了。知好歹！我的天，快跑！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想起来要跑了？这几把家伙在救援。是谁？竟然敢伤我们冒险团的弟兄！那把武器是……走，背后绕过去杀了他，把这把家给抢过来。想偷袭，那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断肠战术，魔法归心，我叫冰锥日本球。就这，就让你们尝尝我杀戮手炮的完成版。这是什么？小七，快走！爸爸，救我！这能量炮怎么和加特林不一样？居然每次攻击都要消耗我的能量。什么人？水晶球，光之城主。看来这光之城主确实存在。他通过预言水晶球预知了我们的行动，提前躲到了无人处。现在以为我不行了，以为有机可乘，才现身补刀。哼，真是个狡猾的小东西呢。不好，他没受伤，先跑！城主大人想去哪里？好快！看来不得不使出法宝了。去死吧！嘿嘿嘿嘿，臭小子，挑战我只有死路一条。什么？我的攻击对这小子来说难道没有伤害？打完了吗？不痛不痒和刮痧有什么区别？这回我要让你死无全尸！废话真多，送你一程，去死吧！等级再次突破100，新称号佩戴资格获得。天宫之城第3层突破，光之精灵收割机晋升为白金级。终于到手了。你要的水晶球我拿来了，换你的白金称号卷轴。什么？这是这个月第几个抽出的冒险者了？以为拿个水晶球就是光之城主手里的那枚预言水晶球吗？小子，你就不怕把牛皮吹破了？大鹏冒险团都拿不到的东西，你呢？小弟，能否让我看看这枚水晶球？这手感，这居然是真的预言水晶球！小兄弟，能否告诉我你是怎么拿到这枚预言水晶球的？据我所知，光之城主极为狡猾，根本没人能够找到他。那是我的秘密，你只管把白金称号卷轴交给我就行。是我冒失了，小兄弟，我对你这个秘密很感兴趣。如果哪天你想说了，可以来这里找我，价钱好商量。可恶，摊主背后有势力，咱惹不起，但对付一个佩戴白银腰牌的毛头小子，也就是多叫几个兄弟的事儿。走，去喊几个兄弟，有他丫的！这里面又会是什么称号？小兄弟，去哪儿啊？识相点儿，把白金称号卷轴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我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浪费时间，这是你们自己来找死的哦。
我在这里树敌太多了，必须尽快获得空间行者的称号，方便日后跑路。这空间行者的称号需要的物资还真是不少，不过还好，我都有，融合去吧。恭喜获得白金级称号空间行者。功效一：开通个人空间，能够无视任何封禁，随时随地开启。功效二：定点空间传送，可传送到任何一处曾到过的区域，消耗与距离成正比。功效三：空间调换，可与视野之内的目标调换位置。这第3个功效终于显现了出来，居然是空间调换，看上去倒是挺牛叉，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对了，去找他们试试。哼哼，就你们了，调换。再见了。恭喜光之精灵收割机晋升为钻石级，恭喜杀戮者称号晋升为钻石级。我去，这钻石级杀戮者称号竟然再次加强了目前所拥有的功效，而且还额外获得了一个新功效。杀戮兵器可变形为任何兵器，杀死任何生物后会吸收该生物1/1000的力量反哺自身，附加5%灵魂攻击，附加10%光属性攻击。杀戮之影会重复宿主的动作，进行伤害加深，攻击力为宿主攻击的50%。太棒了，这下岂不是无敌了？去上层看看，既然来都来了，那就来个大满贯好了。第7层终于突破了，基因组合真的好用啊！轻轻松松就获得了7种钻石称号，除了半龙人的希望外，其他的都用来培育杀戮者称号好了。不过，不是说通过全部7层可以收到赐福吗？这是什么？天宫城第8层是否进入？居然还有第8层？难道巴卡尔说的是真的？天宫之城其实是活的，进去看看再说。这就是第8层。我去，好烫！看来是被太阳晒得太热了，把这些石块晒得比燃烧的炭火还要炽热。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座石像。用空间转移靠近看看。这石像是谁？这巨人男子虽然没有半分能量波动散出，但单就这体型，也不得不防啊！好强的声波！小东西，就是你完美通过了7层关卡。是我。小小年纪就能够完美穿过7层关卡，日后等你实力强了，绝对是一方霸主。直说你能够给我什么奖励吧？听说正常通关天宫之城7层都会有一个名为天宫之城的通关者钻石称号奖励，我可是完美通关，奖励理应更加丰富。小东西够爽快，现在看着你的了。钻石称号天宫之城的开拓者，功效一：独立勋章，不需要占任何空槽。功效二：可随时传送回天宫之城的任意一个角落。功效三：获得天宫之城的雏形，可用来抓捕和囚禁危害文明进程的不法之徒。看起来还不错。脖子怎么突然这么烫？钻石级装备可抵抗思想污染。是净化项链在提醒我。我记得这个项链的作用是抵抗思想污染，它现在突然这么烫，有问题。被发现了吧？实在是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替代品！既然看到了我的真正面目，就留下来代替我管理天宫之城吧。你将成为这座牢笼里最凄惨的犯人。有你个鬼！你逃不掉，乖乖留下来！爪多了不起啊！这是有毒。
居然扩散蔓延的这么快，还好处理及时，不然整个胳膊都废了。看来眼前的巨型黑色章鱼不仅强大，而且阴险。要是搞不定它，或许真的会被永久留下当囚徒。但这怎么能行？来战吧！不识抬举的混账东西！机会你不珍惜，那就拿命来吧！什么？还好龙鳞拥有极高的魔抗，足以将溅射过来的微量黑色毒液隔离在外，不然真就麻烦了。我的剧毒无药可解，看你还能撑多久！蠢货！我的龙鳞自带魔抗，这点毒液还给你。现在就让你尝尝杀戮加特林的滋味。好棒！哇，区区物理攻击，对我来说也只是消耗而已。好，那接下来每颗子弹可都会附加属性伤害，希望你能扛得住。获得钻石级称号，天宫之城的征服者。太好了，有了这些功效，这下答应巴卡尔的事就能做到了。那是什么？又是卷轴。原来这天宫每一层的生物都是因为得罪了那位大人物才被关在这里的。这章鱼是被选中的管理者，但受诅咒束缚，必须找到替代者才能离开。看来这个大人物很厉害，厉害到嫉妒的人连他的名字都不敢直接写出来。算了，再有几个月我就能回去了，先不想这些了，提升自己最重要。不过在这之前，伟大的龙族之神，您没有抛弃我们，我们愿献上永恒的忠诚。信仰之线，我居然在称号文明里发展了信徒。我已经拥有带你们离开这里的能力，等我离开这个领域时，一定带你们走。我们相信你。后会有期，必须抓紧时间，在离开前获取更多强大称号。你好，我来换腰牌。这个地方真是麻烦，想去黄金炼级区，还得把腰牌换成黄金级的。请将腰牌放在这里。哈哈，请您稍等一下。黑铁腰牌到黄金腰牌只用了2个月，从未见过晋升如此快的冒险者，必须立刻上马。人在哪儿？就是那位客人。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呀，先探到实力啊！敢偷袭，能接下这招，确实有黄金级实力。抱歉，刚刚只是测试，我们不仅可以为您更换腰牌，还想委托您一项任务。好，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将用这份白金称号卷轴作为报酬，现在总该信了吧？你是什么人？还有你说的任务具体是什么？我是黑海公会的分会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所负责的辖区里莫名发生大量普通人失踪事件，而且事发地点都集中在同一片区域。我曾派遣过数支白银级小队前去探索，可全都音讯全无。看你腰牌的晋升记录，我知道你实力不凡，所以想请你前去帮忙调查一下。事成之后，我可以再追加100万金币酬劳。现在4个称号槽还有1个空缺，若能补上1个白金级称号，自然是再好不过。成交，这件事我接了。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多加小心。如果情况超出预期，不要犹豫，立刻撤回，保住性命，把情报带回，也算是完成任务。老子盯了那么久的白金称号卷轴，可恶！本来只是想调调那个分会长，看看能不能再有200万金币，没想到被这个小子截胡了。跟着他，不管他找到什么，到时候我们就……然后把情报拿回来，白金卷轴照样是我们的。地图上标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这是瘴气，多亏了这些称号的加持，我的五感才如此敏锐，否则我根本察觉不到这瘴气。虽然这些瘴气对现在的我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对实力不强的人来说，就是致命的毒素。难道之前那些冒险者音信全无，就是因为这个？什么人？不自量力！既然你们急着来送死，就成全你们。难不成瘴气就是他们搞出来的？食人蛛体型庞大，毒性弱，青铜级别。区区青铜级的怪物，即便是数量众多，也绝非白银小队的对手。继续找吧，怎么没完没了的？对呀，忘了，我有蜘蛛克星的称号，能引起猪类的仇恨。毕竟是自己进来的，那就是资源，是资源就不能浪费。一因组合，哼，路都走不远。加吧。蜘蛛克星的称号晋升黄金级，原有功效召唤狼蛛升级为召唤猪群。还可以，召唤猪群。去，给我找找这丛林里的瘴气是从哪里来的。有狼蛛和食人蛛作为眼线，我也可以休息片刻。哎，奇怪，那小子的脚印在这附近消失了。你们说那小子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咱们在跟踪他，故意藏起来了？我们的行动足够隐秘，不太可能被发现。脚印消失或许只是巧合，咱们走远些再找找。走，快跟上。这里有冒险者出没，我还能理解。可循着我的脚印靠近，那就有点不大正常。难道是天宫城里那些死在我手里的冒险工会成员的同伴来寻仇？嘿嘿，小子，你总算舍得出来了。你以为我们真的走远了？不过是用你现身罢了。哦，是吗？看看你们身后，臭小子，又想耍什么？我找。